夫君，我想看看女儿。夫人，女儿一直没哭，应该是有些体弱，需要尽快找郎中医治，不然怕是会有性命之忧。为什么儿子这样，女儿也是这样？明轩，你说莫不是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老天在惩罚我。锦轩，你不用担心，新生儿体虚气短很常见，我们的儿子现在不也是健康成长的吗？放心吧，我先带咱女儿去调养了。娘亲救命呀！俺不想和坏姐姐走。床上的苏锦轩正想休息，忽然听到一声奶里奶气的呼喊。他环顾四周，发现陆明轩和丫鬟们似乎没有听到这声音。他的视线落在襁褓中，难道他听到的是女儿的心声？夫君，等一下。夫人，您刚生产完，不宜剧烈活动。接着转头冲着丫鬟呵斥：竹灵，愣着干嘛？快将夫人扶回床上歇息。夫君，可以请郎中来为她看病吗？我担心女儿，想要多陪陪她。夫人难道还信不过我吗？我这也是为咱们的孩子好。呆瓜娘亲又要相信渣爹了。渣爹带我出去是要移花接木，把我换成他和他小情人的孩子呀。陆呱呱无奈的心声如同冰水浇在苏锦轩心尖上，让她瞬间清醒。她的丈夫居然有情人，还打算换掉自己的女儿。我当然相信夫君，只是我父亲给女儿求了个平安镯，希望我亲手为她戴上。夫君仁孝，一定不会拒绝父亲的心意，对吧？岳父真疼孩子呀。陆呱呱来到了母亲怀中，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哇，我娘亲真漂亮啊！就是有点瓜。站在一旁的陆明轩嘴角抽动，他的计划被打乱了。平日温顺的苏锦轩今日为何如此坚决，甚至还拿月杖来压他。好饿好饿啊！没人管饭的吗？之前寻的奶娘到府了吗？夫人，奶娘几天前就到了，奴婢这就去叫她。不要啊！陆菲儿是渣爹的小情人，肯定会害我。和渣爹有私生子的人就是他。什么？陆菲儿不是陆明轩的亲妹妹吗？他曾说过，因为他们同父异母，母亲不喜欢菲儿，她从小便受欺负。苏锦轩也颇为心疼，于是便想了个法子，让陆菲儿做自己的丫鬟，甚至还给她单独建了院子，每月给她零花钱。这样既能避免婆母的责难，还能改善她的生活。哪成想自己的善心竟给这对狗男女在暗中勾当打开了方便之门。对了，菲儿的病怎么样了？她之前还说想第一个抱小侄女呢。竹灵，去后院把陆小姐叫来。夫人，自从菲儿那次落水，身子就一直虚弱，如今院里人手充足，不如让她再休养休养吧。夫君说的对，是我思虑不周了。风寒不是小事，我院里人手充足，从今儿起就让菲儿好好休养，不用再过来了。陆明轩一口气闷在胸口，如果菲儿再不来，他们又怎么能狸猫换太子？锦轩，菲儿受了你的恩情，和你关系亲近，如果真的不让她来，反倒会引起心病。我去看看她，有些日子没去了，没准儿已经好转了。苏锦轩吩咐竹灵悄悄跟上。
疲惫不堪的他靠在床壁上，喘着粗气，只感觉头皮发痒，一阵阵心悸的感觉传来。他伸手去抓，竟扯落掉一团头发。最近我的头发掉得厉害，身体也越来越虚弱。难道是我命薄，看不到孩子们长大了？湿哒哒的，好难受。你还没有名字呢，娘先来给你取一个。娘希望你聪慧健康，开心快乐，就叫陆呱呱好不好？你喜欢，你喜欢。和我以前的名字一样，简直是命中情名。不久后，竹灵回来了。夫人，我跟着老爷到了后院，发现后院竟有专人把守，秩序森严，奴婢怕暴露，不敢贸然进入。当年我为救陆明轩受了伤，武功尽废，又托家中的人情助他平步青云，如今竟被如此对待。夫人，月子里不要动怒，会伤身的。我……细碎的脚步声从外传来，来人正是陆明轩的亲妹妹陆菲儿。菲儿，你哥说你得了风寒，身子虚得不能下床，怎的过来了？嫂嫂，我哥就是疼我，怕我落下病根，分让我多躺些日子。但我一听小侄女出生了，哪还顾得那么多，赶紧就来帮忙了。瞧你的脸都没血色了，身子骨这么虚弱，还过来帮什么忙啊？唉，是我这段时间没能好好关照你。今天正好孙郎中也在府里，让他给你瞧瞧吧。当竹林带着孙郎中进来时，陆菲儿依旧神态淡然，毫无心虚之色。孙郎中，看看菲儿姑娘的身体状况如何？回夫人，菲儿姑娘是积劳成疾，身体亏损严重。苏锦轩愣住，只是积劳成疾这么简单？原来嫂嫂怀疑菲儿装病吗？嫂嫂对我有大恩，菲儿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全部。好吵呀！这个坏老头被坏爹爹用很多银子收买了。娘亲怎么不去外祖父家请个郎中呢？瞧你说的，我看你身体虚弱的都要得疑心病了，这不是好兆头。我母家有位白郎中，医治心神力竭颇为厉害，不像孙郎中专精妇科，我这就叫他来瞧瞧。话音未落，机灵的竹林便快步出去了。嫂嫂，我心神很好，还是不要惊动将军府了。菲儿，我们是一家人，你好了，我不就能把你的小外甥女安心的交给你照顾了吗？二小姐。苏锦轩微微颔首，一旁的陆菲儿还要将手藏在身后，白灼却毫不客气地给她拽了出来。姑娘可不要讳疾忌医，哎，这位姑娘得受苦了呀，怎么才生产完就四处乱跑啊？月子做不好可是要落下病根的。菲儿，你卧床了好几个月，原来也是去产子了，这是好事啊。不对啊，不对，你还没有成亲，怎么会有孩子呢？我难道你是被人？没有，嫂嫂，我真的没有。我有个心上人，我们已经定亲了，我们彼此相爱。既然有了心上人，那你赶紧告诉我，是哪位公子有这样的福气？嫂嫂一定要亲自送你上花轿。从今往后，你也不必在我身边伺候，安心的去相夫教子吧。嫂嫂，别为我的亲事费心了。那人是个负心汉，他花言巧语骗了我的身子后就消失了。如今我无依无靠，
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嫂嫂如果把我赶出去，我就真的无家可归了。哼，反应倒是挺快的。岂有此理！我定要将这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给找出来，我和你哥绝对不会放过他。嫂嫂，不用。菲儿，不担心，嫂嫂会为你做主。这不仅关乎你的颜面，同样也涉及到我们陆家的颜面。陆菲儿满头冷汗，腿肚子直哆嗦，手忙脚乱地绞着衣角，只想赶紧找陆明轩商量。孙郎中，菲儿姑娘明明已经生产，你为何要刻意隐瞒呢？夫人，我不敢欺骗您啊，我想应该是年纪大了，医术不精，一时糊涂啊。一时糊涂？孙郎中，你眼神浑浊，身形佝偻，精气全无，继续行医恐怕晚节不保。也罢，竹灵，把这个月的月俸结给孙郎中，让他回去好好养老吧。娘亲威武霸气，啊哩哩，哦哩哩。孙郎中呆若木鸡，被陆家赶走，他在这个行业里也别想再混了。夫人，该喝药了。臭死了！娘亲是蛇蝎美人吗？怎么会喜欢吃毒药呀？毒药？这不是陆明轩特意寻遍名医为他研制的补药？他抓住自己日渐疏稀的长发，汗毛直立。难道是因为这药？嫂嫂，别为了不值得的人生气。你刚生完孩子，身子骨虚，还是快把补药喝了吧。瞧，我差点忘了，你也是刚生产，还为了看我早早下床，你比我更需要这碗汤药，这补药就赏给你了。菲儿命苦，不如嫂嫂尊贵，哪配喝这等名贵的补药？还是嫂嫂喝吧。不配？哪能不配呢？我的衣服你穿过，我的珠宝你戴过，现在我的补药，你怎么就不配喝了？陆菲儿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咄咄逼人的苏锦轩。他怎么能在众多丫鬟面前如此讽刺自己？难道不怕陆明轩知道后生气吗？竹灵，菲儿身体虚弱，还不快亲自伺候她喝药。竹灵早就看陆菲儿不顺眼了，仗着自己是老爷的妹妹不懂尊卑，如今夫人终于想清楚了，她要好好教训这位大小姐。竹灵一手使劲扣住陆菲儿的后脑勺，另一只手将汤药灌了进去。嫂嫂，我弄脏了衣裳，先去洗洗。说罢便跌跌撞撞跑了出去。竹灵立即识趣地悄悄跟了上去。脸色这么差，发生了什么？陆菲儿跑出去后开始抠药想吐出来，但一口都没吐出来。然后老爷来了，抱着他安慰，还亲了他一口。夫人，你说他们亲兄妹至于好成这样吗？悲愤交加，情绪激动的苏锦轩猛烈咳嗽，咳出一滩血。你无妨，把药渣留下，给白郎中检查，要悄悄进行。是。另外，辞了奶娘，把小小姐抱下去，先喂些牛乳，我要休息一会儿。是，夫人。奴婢见过大少爷。哦，我来看看妹妹，你退下吧。陆呱呱紧张的心跳加速，他的冒牌哥哥陆松风来了，难道这个假哥哥要对他下手？他该如何应对？灵气尚未恢复，他根本无法抵挡这个坏蛋。当冰冷的手掌贴上陆呱呱脖子时，他再也忍不住，吱哇乱哭，小奶音都嚎破音了。你别哭，再哭吓死你！小奶团的哭声愈发剧烈，
被吵醒了苏锦轩猛地坐起，心中一慌，想到刚出生女儿的危险，连鞋子都顾不上穿，拖着虚弱的身体踉跄朝房间跑去。乖乖不哭，娘亲来了，不怕不怕。陆乖乖打了个哭嗝，终于稍微缓和了一下。她太难了，活得提心吊胆。哈风，你怎么在这里？妹妹为什么哭？母亲，我听说妹妹出生很高兴，便迫不及待地来看她，没想到刚进来就遇上她大哭，可能是饿了吧。坏哥哥在撒谎，坏哥哥想掐死我。苏锦轩的心一沉，仿佛吞下了苦胆。大儿子性格忠厚，对弟弟更是疼爱有加，怎么会做出这种骨肉相残的事情？小奶团哭累了，眼皮越来越沉，最后吧唧两下嘴，终于呼呼大睡了。哈风，娘照顾妹妹，你去练武吧。娘亲，我告退了。娘，您刚生完妹妹，不该下地的。还不是你母亲逼我伺候她，娘在这个家没有地位，只能任人宰割。辛苦娘亲了，我一定会努力给娘争出名分。只是妹妹不能堂堂正正的和我们一起生活，真是可怜。机会多的是，你和星儿出席，娘就满足了。苏贱人，夺子之仇不共戴天，我绝不会放过你的。夫人这是在做什么？女儿胆小爱哭，没有安全感，我想守着她。如果看不到女儿，我便会心神不宁。夫君一定不忍心让我难过吧？自然不忍心，你可是我心尖尖上的人。对了，听说你把补药给菲儿喝了，那可是我亲自根据你身体状况调配的，她怎么配合？今天还没喝药吧？真是不听话。他无奈地笑着，拍了拍手，陆菲儿便端着药瓶走了进来。这是什么？汤药没了，今天先吃药丸，药效都差不多。药效差不多，那肯定也有毒啊。快吃吧，把身体养好，我们才能一同白头偕老啊。此刻他被逼到悬崖边缘，若不吃，必然会引起他们的警惕。他不情愿地张开口含住药丸，这时突然传来咚的一声，竹林下跪认错。对不起，少爷夫人，奴婢不小心打翻了水盆。机不可失，苏锦轩赶紧将药丸吐出，藏入被子里。等陆明轩回头时，他马上装出了咀嚼吞咽的样子。正好菲儿也在，我想夫君也得知了，菲儿被猪狗不如的渣男畜生骗了身子，还生下孩子的事。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吧。菲儿是我的妹妹，怎能让个畜生白给占便宜？我定要替她讨个说法。夫人的身体还没恢复，怎么能费心处理这麻烦事？还是我来吧。你啊，好好养好身体。我身子虚弱，家中事务都是夫君在忙前忙后，我看着心疼，总想着为家里分担些，所以刚刚我给二哥送了信，让他帮忙处理菲儿的事。什么？你告诉了二哥？夫君，你这么激动做什么？吓到我了。我只是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夫君不是说过苏路是一家吗？既然是一家，怎么能算外扬？难道夫君心里不把我娘家当成一家人？自然不是，只不过二哥平日辛苦，不想麻烦他。都是自家人，这话太见外了。再说二哥是大理寺卿，查这种事轻而易举，不麻烦的。说话间，苏锦轩见陆菲儿频频看向陆明轩，便打了个哈欠，
夫君，我有些倦了，咱们早些休息吧。好。入夜，阿轩，这贱人睡着了吗？那药丸可比汤药的劲儿大多了，他现在就和死鱼一样。明轩，你觉得我今晚穿的肚兜好看吗？你怎么穿他的肚兜？我就是喜欢他的东西，肚兜、首饰，还有最喜欢的他的夫君。这几天我们可有小心些，他的二哥可不好糊弄。明轩那么厉害，一定能想办法解决的，不是吗？唉，还是你这小蹄子懂我。泪水顺着苏锦轩脸颊滑落，渗入男人为他掖好的背角。汹涌的愤怒燃烧着他整个身体。若不是他悄悄吐了药，怎会发现他们在自己眼皮底下夜夜笙歌？嫂嫂，哥让我好好照顾你，我来帮你擦脸梳头吧。我自己来。那我给嫂嫂去拿镜子。苏锦轩接过镜子，这是我吗？黄脸婆，你拿什么与我争？娘亲别难过，等我满月就会变得特别厉害，让娘亲变得漂亮。呱呱，明天就能见到外祖父外祖母还有舅舅姨母了，开心吗？见不到了。明天渣爹要让娘亲睡死过去，把我藏起来，好让那个孩子来代替我。好着急呀！苏锦轩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眼中闪着悲凉和悲哀。夫人，您和竹林姑娘的燕窝熬好了。妈，不能喝呀，不能喝，喝了燕窝就睡了。我好想告诉娘亲，除了竹林姐姐，其他人都是坏人。你盯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做事！哎，奴婢告退。苏锦轩知他并未离开，故意扬声开口：竹林，来吃燕窝。陆小姐，事情成了。一锭银子甩在半夏脚边。陆菲儿迈步来到苏锦轩的床边，俯身试探：嫂嫂。他推了推，确认苏锦轩已不省人事。哼，苏锦轩，你就好好睡吧，今天是我和我女儿大放异彩的日子。他转头看向公主床，发现床里空空如也。那小贱种呢？难道是明轩提前抱走了？陆小姐，少爷四处找您呢。来了。老夫人，大朔天师曾说，孩子满月若有五彩祥云，喜鹊团聚，乃是大朔的福气。看来陆家要平步彩云，一飞冲天了。我这孙女的确是个有福气的。明轩，我们的女儿是小福星呢。当然，她的诞生就是特别的。苏将军到，夫人到，大理寺卿到。岳丈、岳母、大哥、二哥、三姐。轩儿呢？我外孙女的满月宴，我女儿怎么不在？岳丈，锦轩刚生下女儿，身体虚弱，不喜热闹。我这个做夫君不忍让她下床，所以让她先歇息着。哼，怎么？我女儿身子虚弱，陆府没条件好好调养调养吗？买不起补品，不如将轩儿接回将军府。岳丈放心，好的东西都留给轩儿了。亲家怎么在门口站着？快进来看看你的外孙女云凤。乖孙儿，快让外祖父看看你。然而当他看到孩子的模样时，愣住了。这真的是我乖孙儿吗？二哥苏北岩探头过来，
疑惑地从袖中拿出一张画像。小妹怕家里想念孩子，特意画了一幅画像夹在信中，怎么和奶娘怀里的孩子一点也不像啊？苏大人，嫂嫂的画再好，也总会有插曲。我问你了吗？多嘴。陆菲儿被噎得脸颊通红，孟青云心中不安，眼皮跳动。我们都来了，已经很久没见女儿了，我有些担心，不如抱着外孙女去看看女儿。亲家，烦请带路。我女儿虚弱不便出门，那我们就过去看看。抱着孩子去，这岂不是暴露了？但又不能硬拦，这样只会引起更大的怀疑。正当一筹莫展时，陆松风拦在他们面前。外祖父、外祖母，今早外孙去了母亲的房间，母亲精神萎靡，叮嘱外孙今天谁都不见，所以外孙不敢违背母亲，还请外祖父谅解。苏显义和孟青云对视一眼，老两口的眼中透露出失望。女儿连他们都不想见吗？好吧。陆明轩紧绷的后背瞬间松弛了，不愧是他和菲儿的儿子呀。这是陆家祖传的项圈，得此项圈便能继承陆家一半的财产，我要亲自给我的乖宝戴上。陆明轩和陆菲儿都激动地盯着这条项圈。太好了，他们的女儿马上就能得到陆家一半的家产了。娘，这项圈怕是戴错人了。他怎么会醒过来？女儿，小妹，轩儿，你怎么出来了？松风说你累得很，不愿见家人。娘，我刚出月子，有些贪睡。不过，我再累也不会不见家人的。松风一定是听错了。陆呱呱在一旁也配合的奶里奶气，咿呀咿呀叫了两声。轩儿，这是……娘，这是我女儿，您的外孙女，呱呱呀。像，真像，就像从画上抱出来似的。突然想到什么，苏显一转身。这孩子是谁？为什么冒充我外孙女？陆明轩反应迅速，满脸震惊地冲到奶娘面前查看孩子。你怎么做事的？我一没注意，你竟然把孩子抱错了。然后转向苏显一拱手。岳父，是我疏忽了。夫人坐月子，家中上下都乱了，我定会严惩奶娘，希望夫人能原谅我。夫君怎么不告诉我爹，这孩子是谁呢？这……难道夫君也不知道？想来是个行为不浅的丫头，偷生在府上的，那就送到孤幼坊吧。不要，这是我的女儿。之前听你说过，你被人欺骗感情，生了孩子，我还想着为你做主，可你为何要让你女儿顶替我女儿？嫂嫂，是奶娘的错，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听说这是陆家的私生女，私生女生了个私生女，果然母子一脉呀。你为何要当众让菲儿下不来台？难道是我逼她生的孩子？是我逼她承认的？夫君一心想着菲儿，怎么不想想我们女儿差点被顶替？菲儿是我妹妹，呱呱是我女儿，手心手背都是肉，还请夫人理解。好个情深意重的情妹妹啊！宾客们支棱耳朵看热闹，被陆老夫人僵着笑打发走了。伯母，此事关系到陆家的声誉，菲儿也算是你的女儿，我身为嫂嫂可做不了主。家规压得陆老夫人硬着头皮厉声开口：陆菲儿不知廉耻，败坏家风，对奶娘管理不当，张嘴50，面壁10日，禁足1月。儿媳呀，陆菲儿虽不堪，但孩子何其无辜，再怎么也是陆家的血脉，送去孤幼坊恐怕会污了陆家的名声。让坏蛋的留下，
坏蛋蛋在眼皮底下才是最安全的。感觉坏蛋蛋的气息好熟悉，怎么想不起来了呢？陆家家大业大，一个孩子而已，也能养得起，留下吧。陆老夫人松了口气，还算识相，不然真把我的天才孙女撵走了，可怎么办？夫人，要不等岳丈他们走了再施行家法吧。到时候他再想个法子，轻松躲过去。家法要立刻执行，事后再说有什么意义？若是传出去，岂不是让人以为陆家没有规矩？难道贤婿认为我们是外人吗？小婿不敢。执行家法。陆菲儿的压抑闷哼声与之交织，形成了一曲别样动听的乐章，让堵在苏锦轩心头的那口气也散了不少。夫人，岳丈岳母难得来一趟，您陪着说说话，我去安抚一下外面的宾客。苏锦轩心中冷笑，是过去安抚菲儿吧？房子太小，院子的花草也不够鲜艳，改天让你妈挑些宫里的玉品过来。好。外祖父、外祖母，我在这儿，别忘了我呀。难道我老糊涂了，出现幻听了？又一声祖父炸开了。哎呦喂，他这老家伙循着声音趴在婴儿床前。没错，他确实听到了外孙女的心里话。孟千云站着没动，眼皮却直跳。嘿嘿，不客气地说，我想要皇上赐下的玉石。给，立刻回府搬过来。小妹，这陆家乌烟瘴气的，你那小姑子……二哥，陆菲儿不守妇道，虚伪得很，不是个好相处的，我会多加留意。苏北岩惊讶地看着小妹。小妹自从生了呱呱后，变化很大，你能有所分辨，二哥很高兴。总之，小妹要小心。二舅舅他要小心呢。二舅舅最近办的女子失踪案的证据要被人烧掉了哟，皇上知道了会打二舅舅屁屁的，真惨。苏北岩愣住，他听到了婴儿的心声，而且近日他查的女子失踪案可是绝密的，小家伙竟然知道。小妹，我还有事，先走一步。陆呱呱抓着小被子，困得直打瞌睡。可当他听到外祖母和娘亲低声交谈时，立刻竖起耳朵。大点声呀，我也想听听八卦。轩儿，你瞧呱呱跟小大人似的，看样子也想插嘴呢。老陆家真是祖坟冒青烟，才得了这么个宝贝。母女俩正聊着，苏显义忽然向门口看去。谁？孩儿来看妹妹，见母亲和外祖母说话，不敢叨扰。真懂事，想来风儿和你有话说，我和你爹就先回了。他们离开后，母亲，我可不可以替姑姑求个情？姑姑刚生完堂妹，又遭了打，再过几日一定受不了。更何况堂妹刚出生，不能没有娘亲的照顾。你姑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好，你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哎呀，娘亲笨蛋！冒牌大哥是渣爹和小晴儿的儿子，当然要对他好了。当初渣爹和小晴儿调包了我的亲大哥，看着娘亲疼爱冒牌货，真是气死我了。苏锦轩强忍着没有昏厥，眼前的孩子竟然不是他10月怀胎生下的儿子，而是陆明轩和陆菲儿的儿子。娘，风儿，大赦以孝为先，令是祖母下的，你为何要让我出面求情？
难道是想让我逆反祖母，不孝于他吗？难道风儿想背负不孝的名声？是儿子考虑不周，儿子先去练剑了。他走后，苏锦轩感到浑身虚脱，直到白郎中走进来，他才稍微恢复了精神，压低声音问：那些补药？二小姐日日所服的补药乃是致幻之物，时间一久便会吃上，直到悄然死去。狗男女！少爷，夫人现在不方便，还请……哎，少爷你怎么硬闯？白郎中，我夫人的身体怎么样？夫人气虚血亏得很严重，我想开些药。没必要，夫人身体不见好，看来白郎中的医术一般。我已请来李神医，他医术高明。可是白郎中是我父亲派来调理我的，那就让白郎中回去向父亲说明情况吧。二小姐，我会回去向将军说明，是姑爷不信任陆家的人。岳丈推荐的郎中自然不错，但李神医那边也答应了，如果辞掉他，岂不是不仁义？不如让两位郎中一起为夫人调理也好。满月夜那天，嫂嫂怎么不护我，让我丢了名声，又受了罚。怎么维护你？难道要按照你的意愿，让大家把你的女儿当作陆家千金，让我女儿当个阴沟老鼠？菲儿，丑事是你做的，名声也是你丢的，难道你想怪我？嫂嫂，我不敢，我只是受了罚，心里委屈，口不择言了。嫂嫂难道不心疼菲儿吗？喂，洞庭湖怎么会有这么个碧螺春呀？你亲夫和儿子日夜陪着你，给你好吃好喝的，还想骗我娘疼你？哼，我要打得你口歪眼斜。等你的人那么多，少我一个也无所谓。嫂嫂能否说服老夫人，让云峰上陆家的族谱，不然这孩子无家可归啊！嫂嫂也是做母亲的人，一定能理解吧？这2天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跟老夫人提。果然这蠢货会答应。不许答应！我才不要和坏蛋蛋在一个族谱里呢。晚间又到了用药的时刻。二小姐，这是今日的解药。他刚接过药，陆呱呱伸出小脚一踹，药罐和汤药滚落在地。哎呀，我的小淘气鬼呀，有没有烫到？哎呀，那不重要，娘，这汤药有毒呀！苏锦轩猛然看向白郎中，难道他也被收买了？不对，汤药没毒，主要的药罐被毒药泡过了。哼，肯定是李老头干的，我知道他的秘密。白郎中，今日的药我闻着发酸，不知是药汤的味道，还是药罐的味道。白郎中检查了一下，面色大变。二小姐，这药罐被人泡了毒药，此人心思阴险细腻。看来有时候做人不能太被动。竹林看着呱呱，苏锦轩直接来到隔壁院，猛地踢开李神医的房门。夫人，李神医的私生子在我三哥的军营里做事，这事绝对是机密啊！他怎么知道的？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夫人的牛马。你表面上还是少爷的人，他让你做什么，半字不许隐瞒，而且要按照他的期望来描述我的病情。婆母，我出来太久，竹林一个人照顾呱呱太久，先回了。外面雨很大。胡妨。
无论雨再大，女儿都是最重要的。蓝瘦，茅台大哥坏人，故意开窗户动呱呱，长大了要咬死他，咬死！苏锦轩顺着梁毅猛地回头，房间的窗户大敞大开的，他生怕关上还有东西别住了。这是他养了疼了15年的儿子，他想不到一个孩子竟能对婴儿下如此狠手。他颤抖着手关上窗，又派人去叫白郎中和陆明轩。不久，淋了雨的白郎中匆匆赶来，陆明轩却没来。少爷呢？少爷说吧。少爷说云凤小姐怕雷电雨声得陪着，还说乖乖小姐生病了，找郎中就行，小姑娘别太娇气。哼，情人的女儿可以娇惯，我的女儿就得受苦吗？今晚大公子来了。是的，大公子说夫人最喜欢的花被风吹倒了，让奴婢去照料，他会替奴婢看着小小姐。从今往后，不许大公子单独与小小姐相处。今日能开窗，明日是不是要放火？竹灵愣了一下，随即应下。天大地大，夫人最大。白郎中为了不让婴儿吃药伤身，便将柴胡、挖耳草等退热草药制成药包，敷在呱呱的额头上。药包刚贴上，热气便被小奶团子吸收了进去。眨眼间，奶团子的高烧便退了。白郎中惊讶地称赞呱呱有福气。谢谢草药姐妹们，我的灵气才慢慢恢复，会报答你们的。后半夜，娘亲会好起来的，娘亲要壮壮。淡绿色的光芒争先恐后地钻入苏景轩的身体。夫君在菲儿那里歇够了吗？你对外甥女的关心可比对亲生女儿多多了。夫人不懂事，菲儿孤儿寡母，在府上也没有你的待遇，我这个亲大哥多照看她，难道不行吗？哪有病得那么厉害？你娘就是爱夸张，你也要懂事，长大后要让着妹妹。让个大头鬼！哼，家爹这是欠餐，看我的！小家伙软软的小身子一抖，肉脸上露出舒适的表情。陆明轩浑身僵住，感到一股热流浸透了他的衣裳。夫君不会和孩子计较吧？自然不会，我先去换洗一下。他咬牙离开，心里不禁埋怨自己的云凤是小神童，未长牙就会说话，而呱呱整日只知道傻吃傻睡，根本不配做他的女儿。陆明轩走后，陆菲儿就来了。嫂嫂何时同母亲商量，让云凤上陆家的族谱啊？正要同你说这事儿呢，给我点时间照顾呱呱，你也回去准备一下吧。多谢嫂嫂。1个时辰后，小人生精，等着瞧吧！这一世，我要让你输得一败涂地。母亲、阿兄、嫂嫂，我带着云凤来了。婆母，菲儿的女儿生来没爹，总归是不行的。若是上不了族谱，将来上学、嫁人都会受影响。所以我决定，儿媳说得对，云凤体内也流着陆家的血，该上陆家族谱。婆母说错了吧？怎么能上陆家的族谱？你什么意思？婆母，菲儿和男子私定终身，并生下了孩子。出于情理，孩子应该跟男方姓，也要上男方的族谱。我们若是越俎代庖，把菲儿的孩子上了娘家的族谱，万一哪天东窗事发，男方家找上门来，那我们陆家岂不是惹上了麻烦？
菲儿都说了，那负心汉失踪了，或许已经死了，所以让云凤上陆家族谱无妨。夫君是近日太劳累，才能力不足吗？你什么意思？夫君，菲儿，我二哥寻到了菲儿的相好，云凤的亲爹。你说什么？寻到了云凤的亲爹？这怎么可能？我就是云凤的亲爹呀！我的相好？是啊。哎，这不来了。一个身穿花袍、面色坑洼不平的男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鸟笼，眼神四处游移。陆菲儿惊恐地后退了一步。菲儿，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只是怕他手里的鸟。什么？菲儿，你现在嫁给了有钱人，就不认我这老相好了？你和他有关系？哥，他不是，你要相信我。胡公子请坐，我们是菲儿的娘家人。你和菲儿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怎么连亲女都不要了？我和菲儿啊，早就好上了，本想着说亲的，可菲儿我穷，他想要大房子和彩礼，我拿不出来，他就把我给踹了，害得我这女儿啊，从小就没爹呀。你放屁！我和你认识没错，但从未和你好过。这是我女儿，与你毫无关系。你这婆娘还在抵赖呀？你忘了你最落魄时脱光衣服求着我要你的吗？啊，你大腿内侧那颗红痣真是让我爱不释手啊。你这个狂徒，敢污蔑我，我杀了你！吴昊一巴掌抽了他，陆明轩立刻挥拳打在吴昊的脸上。苏景轩看得痛快，却突然发现怀里空空的，低头一看，满脸黑线，9个月大的奶团子爬得飞快。他支起小肉胳膊朝林云凤吐口水，小拳头啪啪打着。阿达，哼，别以为你披着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打！林云凤被压制着，呜呜大哭，用那双不符合年纪的眼神仇恨地盯着陆呱呱。陆菲儿见状，尖叫着想去抓小呱呱。你敢打我女儿？你女儿先打我女儿。我没看见。够了，仅凭一句话，无法断定他是菲儿的相好，云凤的父亲。婆母说得对，儿媳有个好主意，不如滴血认亲。认就认。2滴血落在水中，吴昊的血和林云凤的血竟然相融了。不可能！陆明轩的眼睛像血一样红。婆母，木已成舟，为了避免流言，还是让他们尽早成亲吧。菲儿，恭喜你找到了如意郎君，也给你女儿寻了个好爹。是你故意找来这个畜生害我的，对不对？菲儿，你疯了！你们若不认识，我就算想害你也找不到他。我对你一向很好，你却如此诋毁我，真让我心寒。我原本还打算给你丰厚的嫁妆，现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娘，你怎么才来呀？跟在吴母身后的还有一个媒婆，2人四处打量，目光贪婪。确认陆菲儿和林云凤是谁后，看你和我儿子生了娃的份上，我们老吴家可以考虑让你进门，不过进门后得赶紧生个男娃，这臭丫头可不值钱。向我们陆家的女儿提亲，可得遵守礼节。定亲礼呢？有，都是好东西。吴母打开麻袋，掏出一袋大米，一袋面，嘎吱声响起，一只白色但脏兮兮的大鹅扑棱着翅膀跳了出来。它雄赳赳地朝陆菲儿走去，
吓得他慌忙躲避，结果把陆明轩拽倒了。大鹅直叨着他们的脸和屁股，疼得他们嗷嗷叫。陆老夫人甚至钻进了桌子下，孤单的凌云凤没能躲过，结果被刀得满脸是血。你去当陆呱呱，刀死他！苏锦轩紧紧护住女儿。娘，不怕，大鹅不敢刀我们。我以为你是贤妻，可你看看，把家弄得鸡飞狗跳。菲儿和我，外甥女被姓吴的带走了，娘俩哭得可怜。现在你满意了？你家为何多管闲事来闹腾？夫君是在自欺欺人吗？陆菲儿枕边的男人不详，他的女儿生父也不清楚，头上悬着一把剑。夫君一向很在乎陆家的名声和前途，怎么遇上菲儿却不同了？还是说夫君和菲儿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瞒着我？自从夫人生下呱呱后，你变得敏感多疑，夫君可不喜欢你这样的怨妇模样。难道勤勤恳恳百依百顺就不算怨妇吗？哼，那是傻。菲儿的事情你就别插手了，还是好好养身体吧。他不再看女儿，转身离开。走出九曲长廊时，陆松风跪了下来。风儿，你这是在做什么？娘亲绝不会背叛爹爹，妹妹也不是别人的孩子，娘亲是被奸人陷害的，我要证明给爹爹看。想起妹妹云凤交给他的，便取出准备好的水盆，先滴下自己的血，再滴下一只鸡的血。只见2滴血在水中融合。在陆明轩惊愕的目光中，陆松风问道：爹，难道我和这只公鸡是兄弟？那盆水有问题啊！陆明轩急匆匆朝外跑去，陆松风紧随其后，苏锦轩的人也跟了上去。第二天早上，鞭炮声震天，吵醒了正酣睡的呱呱。茶。竹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放炮？少爷把陆菲儿和那个孩子接回来了，还点了火盆，煮了艾草水，放了鞭炮，说烧除晦气。哎呀，凌云凤不是人，活了几百年，骨子里都是坏耍。这次就是他解了陆菲儿的危机。不是人，那是什么？看，走，热闹。嫂嫂没想到我会回来吧？幸好哥英明，还了我清白，我和孩子与吴昊那牲口毫无关系。那孩子的父亲呢？已经病死了。这种丧心病狂、没有担当、胆小如鼠的狗男人，死了也好，活着只会受尽折磨，真是不得好死。够了，孩子们都在，何必说这些？陆呱呱对上凌云凤阴险的目光。刮大风呀，崩死你们！哼！远处的风卷起残余的炮仗，正好吹进火盆中。陆菲儿抱着孩子迈过火盆的瞬间，炮仗噼里啪啦响起，惊得他们尖叫不已，裙子和脸上被炸得黑乎乎的。陆呱呱高兴地拍着手，丫鬟们忙着将他们带去后院清洗。菲儿虽不是我亲生的，但也是陆家的千金，云凤也是陆家的孩子。那负心汉死了，云凤就上我们陆家的族谱吧。母亲，儿子昨晚晚了一步，云凤已经上了吴家的族谱。太好了，他上了吴家的族谱，就得承担吴家的因果。那怎么办？不能改回来吗？这就要麻烦夫人了。二哥与官府长级大人关系密切，只需一句话。夫君常说要做公正廉明的好官，今日怎么让我二哥做这种肮脏的事？听说想更换族谱户籍，需等5年。
难道连这5年都等不及？苏景轩抱着呱呱往外走，没听见陆老夫人埋怨的话。不过是一句话的事，竟如此费劲。他现在愈发不听话了，该好好教训了。是，母亲。几日后，坊间传出消息，在一条花柳巷子里发现一个全身赤裸、浑身红疮、死于花柳病的男子。这个男子正是吴昊。哦呀，我这家爹为了贾姑姑真狠呐，找病的姑娘下药，弄死了吴昊呢。苏锦轩的手不由得颤抖，想到陆明轩也给自己下药，浑身汗毛直立。为了安抚陆菲儿，陆明轩给了他许多银子，让他出去消遣。走走走，脏东西！你骂谁脏？骂的就是你！你男人吴昊死于花柳病，你和他同床共枕，说不定也染上了呢。哎，快滚！胡说，他不是我男人，我已经回陆家了。哼，你男人都死了，还不是任凭你这么说？哼，听说你女儿已经上了吴家的族谱，还想抵赖呢？哎，快滚，脏东西！街上的人纷纷指指点点，他捂着脸离开。定是苏锦轩做的，若不是他，我的天才女儿怎会被那些臭百姓用鸡蛋砸成这样？菲儿，你受苦了，待我耗尽他家的油水，一定替你报仇。门口，陆松风静静地听着这一切。他的妹妹云凤是个天才，前几天还教他新武功招式呢，可现在却被苏锦轩他们害得高烧不退，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陆家有个大园林，除了果树还有菜园。菜园的左侧养着一处牲畜园，里面养着各种动物，鸡鸭鹅猪等等。此时，一个瘦弱的少年提着一桶猪食，艰难地朝猪圈走去。你这个狗奴才，看你就不顺眼。每当陆松风心烦意乱时，便会来到猪圈发泄怒气，只因他是苏锦轩的亲儿子。你不是饿吗？是啊，你这辈子就只配吃猪食。少年眼中闪烁着浓烈的恨意。呱呱踢开被子，惊醒过来，哭得不成样子。他刚才梦见了，梦中的亲情似乎要断裂。呱呱，是不是被雷声吓到了？别怕，娘在这里。快出去！有人快要死了！透过雨帘，苏锦轩看到大儿子陆松风眼神阴狠，抓住一个人的头，狠狠地将其撞向墙壁。住手！陆松风的背脊僵住，手下意识松开，少年如同一滩烂泥瘫倒在地。风儿，你在做什么？母亲教导你这么多年，难道是教你去欺凌弱小吗？啊，他怎么会找到这里啊？难道知道了这个秘密？啊不，绝对不会的。回母亲，这奴才不听话，偷偷杀了好多鸡烤着吃，天天偷懒不干活，我才训诫他的。啊呸！我气死了！老太会是个大魔鬼，他打的是我的亲大哥呀！我的亲大哥快被打死了！苏锦轩的腿软得跪倒在地。呱呱的话如雷霆般在脑中炸响，他猛然睁大眼睛，地上这个快要死去的少年竟是他的亲儿子。苏锦轩真想扑过去认他，但现在不是好时机。我从小教导你要和善仁义，你却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对待下人，给我滚回房间面壁思过！陆松风被打得耳膜嗡嗡作响，喉咙中涌出一股腥甜，恨不得撕烂这个贱人。可他还未利用完，不能动手，只能压抑着说了声是，却不敢离开，生怕苏锦轩看出什么端倪。竹林，把他扶到我房里去，
母亲，把这奴才交给我照顾吧，别脏了您的房间，也别吓着妹妹。不许听大魔鬼的话，他想害死我大哥哥。不必了，风儿还是回去面壁思过吧。少年虽然孱弱，但性子倔强，他恨透了陆家每一个人。虚伪，滚开！乖啊，大哥哥，我们是来救你的，遇上我，你就小海吧，走，跟我们走。唉，这孩子真可怜呐，气血几乎被抽干，而且他已经失去了生的意念。求求你，救救他，请救救他！大哥哥好可怜，生下来就被丢到后院，被人当成玩具，4岁就开始干活，被人当狗骑，还不给饭吃。苏锦轩心如刀绞，痛不欲生。夫人，听说您救了个奴才，还把他带回房里了。救个人罢了，难道也要让夫君抛下朝政，特意过来一趟？我们两家世代信佛，常年放生，积德行善。伯母也曾经救过人，夫君却没那么关心。还不是因为风儿第一次被您打，竟是因为一个奴才，跑我跟前哭得直落泪。夫君难道不看看你儿子做的好事？小小年纪就如此残忍，难道不怕他现在虐待下人，将来长大了杀父吗？是，我会好好教育风儿的。这奴才因陆家受伤，我寻了医馆治他，自会负责到底。陆明轩摆摆手，2个小厮走了进来，把这奴抬出去。陆明轩，这可是你亲儿子，你怎么忍心的？陆明轩戴着温柔的面具，却用力地箍住苏锦轩的手腕。夫人身子没养好，就不要因为这事劳心费神了。好痛！快点放开我娘亲！咒死你们，让你们手脚抽筋，抽死你们！我的手，我的脚起不来了。同样的，他带来的2个小厮也抽得站不起来。夜已深，呱呱还小，我身子弱，夫君如此折腾，当真是爱护我们娘俩吗？可这……陆明轩指着少年，一个奴才而已，夫君怎得这般上心？不如这样，你二哥他若是还如此，任凭夫君处置，但若有所好转，便把他留在我院里吧。孩子，你如何了？一个卑贱的奴才而已，不配让夫人挂怀，还请夫人把我丢出去。大哥笨笨，这是你亲娘啦！没反应，一瞅睡着了。又是炎咒又是灵药治人的呱呱早就撑不住了，也困得趴在少年脚边睡得喷香。夫人，少爷吩咐小厨房给白郎中的饭菜里下了邪药，然后让我来给这奴才看病。好恶毒的畜生！浑身都是致命伤，能活到现在也是命大。唉，都不用把脉，都只活……怎么回事？怪哉！面上死气浓郁，脉搏却逐渐生机。这孩子福大命大，阎王都不肯收他呀！苏锦轩喜极而泣，他觉得儿子能活跟女儿有关系。不到下午，陆明轩便按捺不住了。夫人，为夫知道你心善，那便为他准备一口棺材下葬吧。夫君说什么呢？这孩子已经转危为安了。什么？陆明轩看去，万分震惊。床榻上，少年半眯着眸，呱呱肉墩墩的身子不客气地坐在少年肚子上，
手里抓着鸡腿往他嘴里塞。吃，身体壮壮。昨个说这孩子能活，便留在我院里了。夫君人品高洁，言而有信，想来不会小赖吧？自然不会。陆明轩心梗了，他甚至不敢看少年的眼睛，落荒而逃。菲儿，那个畜生被苏锦轩带回去救活了，你说他会不会知道了这畜生是他的儿子？明轩，他那么蠢，怎会知道？况且依他的性子，若是知道了，又怎能不说？你不是说他最喜欢瞎做好事，估摸着就是把那小畜生当成可怜人了。他爱留就留，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还不是任凭咱们掐搓揉捏？菲儿最会宽慰人心，只是这小畜生出生时，大师便判定是个灾星。明轩忘了，大师也说过，福儿能压制那小畜生，你怕什么？菲儿是我的贵人，2个儿子能压制灾星，生的女儿更是能变宝贝。感谢夫人生育之恩，既然夫人有儿子了，奴才不打扰夫人天伦了，还请夫人把卖身契还给我，放我自由。孩子是怨母亲吗？是母亲的错，你出生时被调包，母亲没有护住你。大哥哥，娘亲，急死宝宝了。大哥哥，你不能怨娘亲啊，你该怨家爹和贾姑姑啊，他们坏人调包了你和二哥哥，还给娘下毒药，要害死娘。大哥哥，你要是走了，会被他们 biu biu 杀死的。你不想保护我和娘亲吗？什么？他只身宅乌烂，却不想他生父竟为了情儿，为了野种害自己的发妻和孩子。苏锦轩满脑子都是儿子要离开，悲伤过度的他竟晕了过去。院中上下乱作一团，陆明轩带着陆菲儿、陆松风匆匆而来。嫂嫂竟是操劳，这才病倒了。哥，我想替嫂嫂分担一些，白日我帮忙照顾嫂嫂，晚上带呱呱吧。他的话正中陆明轩心头，近日总觉得苏锦轩不听话，还是让陆菲儿亲自喂药吧。那我先把孩子抱走了。咬死你！大哥哥救命啊！我不要去贾姑姑那里。你个小杂种，放开我妹妹！啊！你这小杂碎，竟敢对我姑姑无礼呀！陆松风怒火中烧，从腰间抽出鞭子朝他挥去。少年一把抓住鞭子，抬脚将陆松风踹翻。你不分尊卑，竟敢对大公子下手！来人，把他拖出去，给我打100大板！我看谁敢！夫人您醒了，真是太好了。这奴才没规矩，竟然对大小姐和大公子不敬，该罚。确实该罚，我还没死呢，菲儿却粗暴对待呱呱，该罚。松风性情暴虐，随意打人，也该罚。嫂嫂，母亲，夫人难道糊涂了？是这奴才对他们不敬。他是我院中的1等护卫，得了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靠近院子分毫，有问题吗？护卫？他不会武，怎么能担此重任？我再给夫人寻一个。难道夫君是在强迫我吗？行之，送他们出去。少年愣住，娘亲给他起了名字，冷冷地将闲杂人等送走。行之站在床前，显得有些扭捏。不走了吗？我误会了，夫人。刚才见你力气大，反应迅速，是不是私下偷偷练过？大公子常常思武术，
我就捡起来，偷偷习武。我大哥可厉害了，他可是武曲星下凡。要不是遇上我，名声早被冒牌货抢走了，还会被剥皮阉割呢。行之身上凉飕飕，某处却隐隐作痛。自学武功不好，容易走火入魔。明天我带你去拜见一位厉害的人，你跟他学武怎么样？行之听夫人的，在阴沟里活了几十年，终于能见到阳光了吗？日头与公鸡轮番上阵，太阳射掉，公鸡吃掉。呱呱，今天跟娘和大哥哥出去好吗？不去，睡觉。啊，唉，那真可惜。今天准备了鲜虾云吞、香菇鲜肉粥和香酥鸭泥。既然呱呱不去，那就……切，我的，都我的。父亲、母亲、大哥，回家就好，总算又见到我女儿了。呱呱刚想问开饭了没有，突然脚下一空，他被苏北岩抱起来，风一样飞奔而去。呱呱可是他的小祖宗，上次亏了他提醒自己卷宗的事，这才保住了脑袋和屁股。苏北岩掏出一个小金碗勺递给小家伙，留着，这是二舅舅给你的零花钱。鸡的。他歪头咬了咬，二舅舅，以后宝宝罩着你了。三哥，这是行之，小妹觉得他是练武的好苗子，但没有师傅带，三哥能否……哦，我倒是第一次见小妹对旁人如此上心的。我觉得和这孩子投缘。事情未尘埃落定，他不想让家人担心。我可以带他，但我不是随便带人的，先让我试试吧。苏怀安拳头如暴雷般挥出，吃饱又养好的行之反应迅速地避开，这让苏怀安十分满意，似乎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哇，三舅舅头绿啊！小祖宗，你怎么胡说呀？你三舅和三舅妈的感情深厚，他不可能做那种事。习武之人耳力敏锐，自然听到了这些话。苏怀安抱起小奶团，正要询问，不记得，宝宝不记得，三舅母每天和俊叔叔幽会。苏怀安惊讶于自己能听到外甥女的心声，心中却只觉得一片绿意。饭肉，三舅舅放。因为三舅舅放他的时间晚了，小奶团给了他好几个白眼儿。过了晌午，苏怀安急着往外走，走到一半却停下，低头看去。三舅舅，我要去。于是一大一小浩浩荡荡地朝茶楼走去。傅锦纯，原来你喜欢这种小白脸，我们……和离这两个字还没说完，小奶团已经爬上了桌子，惊慌地捂住他的嘴。错了，我弄错了，怪我年纪小，脑子不好使，这不是三舅母，是三舅母的妹妹吧？苏怀安愣住了，他的妻子是双胞胎中的姐姐傅锦纯，妹妹则是傅锦柔。你是我的小姨子傅锦柔。锦纯呢？你姐姐在哪儿？我……锦柔，你想瞒到什么时候？你为你姐姐做的已经够多了，难道就不顾及我们的亲事吗？你们到底隐瞒了我什么？快说呀！姐夫，跟我来。他带着苏怀安七拐八拐来到一处私宅，里面传来稳婆焦急的声音：“夫人，再用力呀！哎呀，糟了，
这孩子是腿朝下，我无能为力呀。保住孩子，我死没关系，我要留下一条血脉给淮安。姐夫，姐姐怀孕后，郎中多次警告她生产会有生命危险，但姐姐舍不得流掉，又怕你知道这件事，所以才让我替她在你身边，直到她生下孩子。夫人，你糊涂啊！你死了，我又如何能独活呢？你再哭就来不及了，大人们磨磨蹭蹭，再晚一点我就救不了了。呱呱，求求你救母，求求！说着，他迅速抽出腰间的佩剑。这是皇上赏赐的尚方宝剑，舅舅送给你。大人糊涂了呀！一个小孩的牙齿能救什么人呐？苏淮安不理会稳婆，夹着呱呱的腋下，把他放到凳子上，然后把所有人都轰了出去。小家伙用乳牙咬着手指，不出血。他皱着小眉毛，在尚方宝剑上划了一下，不知不觉间，宝剑生锈的地方变得光滑而锋利。舅母，来，我吸天地精华，厉害着呢。吃了我的血，我的小弟弟就能出来了。傅锦纯感觉肚子里的孩子似乎在转动，虽然还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变化，但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掉了出来。给猫猫狗狗接生，还是第一次给人类接生呢。母子平安让稳婆都惊呆了。苏淮安把小家伙扛在肩膀上，一路回家。到了将军府，发现小家伙抱着头晕乎乎的。呱呱，怎么了？我不要长高。为什么呀？我恐高啊！苏锦轩忍不住笑出声。小妹今日来是为了皇上提升正三品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的事吧？啊？之前的左副都御史告老还乡了，皇上想选新的人选，眼下有2个选择，一个是与陆家有过命交情的徐家徐昭，另一个是你的夫君陆明轩。苏家手中有评选票的资格，所以你是为了这事来的吗？想让我们给明轩投票？不，娘亲，不要让外祖父帮渣爹，渣爹变得强大只会害到我们。渣爹现在在壮大自己的势力，挤掉敌人，不要帮他。二哥，徐家忠肝义胆，能力不俗，而明轩心浮气躁，不堪大任。苏北岩觉得妹妹似乎清醒了许多。夫人，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今天一天没吃药，我可担心坏了。夫君有事吗？朝堂上有个左都御史的空缺，朝臣们都看好我，想来岳丈家也是如此。我自不会让岳丈家明里帮我，毕竟都是一家人嘛。夫人，看看这渣男真让人恶心，想要好处，却希望别人主动奉上。往日苏锦轩总是为他忙前忙后。夫君放心，我一定会维护好你的声誉，不让母家插手。陆明轩心中一惊，感觉一切都与他想的不同。他琢磨着，苏锦轩可能是因为自己冷落了他而生气。儿媳，听说你是为了这个糟糕的东西罚了我亲孙子，你真是糊涂。我觉得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就该赶出府去。婆母，他真的来历不明吗？陆老夫人眼皮猛跳，似乎被问住了。她的反应让苏锦轩心中一沉，看来陆老夫人也知道真相。好了，早上少和我争辩，叫你来是为了下个月的寿宴，你可得好好准备。那婆母能支些银子吗？陆老夫人愣住，
往年都是他主动掏钱，这次怎么反而找他要钱了？我有点头晕，你也刚出月子，这家务事就交给你了。祖母真是个老赖，以为撞晕就能逃避掏钱吗？唉，希望娘不会被他哄骗。钱我的。夫君，我身体不太好，恐怕起不来了。婆母的寿宴酒交给你来办吧。那嫂嫂把库房钥匙给我吧，我一定会为嫂嫂分忧解难。库房钥匙在老夫人手中。我是说你，菲儿这是想用我的嫁妆来办寿宴。胡说什么？婆家怎么能拿媳妇儿的嫁妆？除非是主动给，对吧，夫人？自然，但我相信夫君不会做那种无耻的事情，对吗？陆明轩脸色苍白，僵硬的和陆菲儿一起走向陆老夫人的房间。怎么这时候下那么重的药？想到要自掏腰包办寿宴，我这颗心就疼得厉害。老夫人，我有个主意，这苏氏浑噩昏睡，不如悄悄偷了他的库房钥匙，用他的嫁妆来办寿宴。他这么傻，肯定不会发现。倘若他知道了呢？哼，他院中不是有个现成的替罪羊吗？三人相视而笑，心中暗自得意。第二天，陆松风亲自给生病的苏锦轩送汤药。你不好好练武，围着我转什么？母亲生病了，我照顾是理所应当啊。陆松风说着，故作不经意地问：往年都是您自掏腰包办宴会，今年可不能让别人动您的库房。这是自然，婉儿体贴，会维护娘的。当然。对了，母亲，您的库房钥匙放在哪里啊？可别被人摸走了。就在我枕下，安全得很。风儿放心吧。喂完药，陆松风匆匆离开。陆松风与他们一伙儿想偷库房钥匙，拿我的嫁妆。夫人，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不，要让他们得逞，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丢人现眼。更重要的是，我想拿回之前被他们蒙骗而花出去的嫁妆。当天夜里，纱窗被人捅破了一个洞，一缕香气飘入。你嫁入陆家，别说钱财，连命都是我们的。陆明轩猛地拽住他的头发，愤怒地拍打他的脸。陆松风顺利摸到钥匙，又把假钥匙塞了进去。爹娘，我们快搬东西吧，别浪费时间在废物身上。好。三人悄然离去。苏锦轩睁开眼，废物，哼，精心养育10多年的孩子，竟如此称呼自己的母亲。那就让你们看看废物崛起是什么样子吧。嫂嫂，往年的宴请名单可否让我参考一下？你常说老夫人对你意见很大，如果你请了这些人，她一定会激动欢喜。嫂嫂，这些人是谁？他们是老夫人乡下的亲戚。你知道老夫人曾经被他们瞧不起，心里憋着一口气。你要是把他们请来，让他们羡慕老夫人，老夫人心里那股气也就能出去了，肯定会开心。陆菲儿心急如焚，恨不得明天就是寿宴，好让自己大显身手。妈妈真聪明，坏祖母那帮亲戚可是贪得无厌的，真是好戏一场。豆腐、鸭梨、烧鸡，还有鱼头，而且菜品都是单数。哎，这寿宴上怎么会有这样晦气的菜呀？对呀，
这到底是寿宴还是丧宴呢？陆老夫人低头一看，差点晕过去。豆腐是白氏的菜，鸭梨这是要我离世，烧鸡更是贡品，鱼头这是在咒我被砍头啊！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这些菜都是女儿教给我的呀。笨呐，嘿嘿，凌云凤前世就是个老鼠精，常偷听人说话，估计呀是把寿宴和丧宴搞混了。哎呀，让我们进去，我们有请帖。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自然是来参加你寿。其中一人看到菜，拍了拍大腿。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白事儿呢。老林婆子，你祖坟冒青烟了，还把我们这些老姐妹给忘了？对呀，难道你忘了当初你和你老头在玉米地里偷情的事儿，还是我给你们放风的呢？哈，有钱了就忘了穷乡亲了呀！当初说好的要给我们礼物感谢呢。我没请你们，给我滚！嘿，明明是你女儿亲自把请帖送上门的，还说会有礼品相送呢。哦，这是想赖账啊？哎，这菜不错，打包带走。嘿，这花瓶好，拿走当夜壶。这水池里的鱼肥回去炖了。我要把这牡丹拔了，种我家去。转眼之间，院子里就像被洗劫了一样。陆老夫人掐了好几次人中，才勉强稳住自己。呀，婆母这是怎么了？寿宴毁了，贾姑姑惨喽，比画本子好看多了。接下来的戏更精彩，我要边喝奶边看。你这小蹄子，谁让你去请乡里这些吸血鬼的？老夫人，是嫂嫂给我乡亲名单，让我去请的。婆母，您往年的寿宴我办得怎样，您心里清楚。今年这样，我又躺在床上，难道也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母亲，菲儿初次办寿宴，有许多不懂的地方，烦请您给她一次机会。你不是精心准备了生辰礼吗？快去哄哄母亲。母亲，这是菲儿给您的生辰礼。当陆老夫人看到托盘里的钟表时，顿时脸色苍白，口吐白沫。坏祖母摊上了个好儿媳，连养老都没等到，就要送终了。菲儿，我以为你只是嘴上抱怨婆母待你不好，没想到你竟然送这么晦气的东西。难道你是盼着婆母死吗？谁规定送钟表就晦气了？嫂嫂倒是孝顺，嫂嫂可是什么礼物都没准备啊。婆母，儿媳正要向你禀报一件事呢。我早就为您准备好了一件玉雕屏风作为寿礼，可刚才我打开私库一看，那个屏风不但没了，儿媳的许多嫁妆也不见了，咱家这是招贼了呀！贼？我看这家里的贼就是他。菲儿说的有道理，这奴才来历不明，手脚恐怕不干净。来人，将他打个100杖，逐出陆家。行之缓缓抬起头，黑眸中没有一丝波动，直视着陆明轩。这就是他的亲生父亲。等等，没有证据就贸然定罪，这可是你一贯的做法。皇上会不会知道？哼，幸好没有选你作为左副都御史，不然又要冤枉多少人。你……陆明轩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一直温顺的妻子竟然敢讽刺他。那么夫人打算如何处理？报官。家事为何要弄到官府去？家事，根据大数的规矩，超过1000两白银的事就不算家事了。难道你这些年的朝廷规矩全忘了？这时管家匆匆而来，身后跟着府尹大人。陆夫人，案子已立，结果也出来了。我是万金当铺的掌柜，前几天
有人拿了2麻袋的金银珠宝来当，我没查清楚来历就同意了。等到官府上门，我才知道这些东西是有私人标记的，不是那人的。在场的人中，有谁是当东西的人？掌柜揉了揉眼睛，仔细辨认，就是他。菲儿，我当你是亲妹妹，你却拿我当冤大头，偷走我的嫁妆，是谁让你这么做的？陆明轩和陆松风父子俩本能地退了一步。菲儿，大哥理解你想办好寿宴的心情，但你怎么能偷当你嫂子的嫁妆呢？姑姑，你真是糊涂啊！父子俩的眼神中充满警告。嫂嫂，是菲儿一时糊涂，求嫂嫂原谅我。原谅？你希望我原谅你，是希望我自己掏钱替你赎回嫁妆，不让你花1分钱，对吧？嫂嫂，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家和万事兴。会出事的是家贼，出了事才说家和，我这是给你面子。大人，请带走盗窃之人，并让他自掏腰包赎回所有嫁妆。不要！母亲，大哥，松风，救我！救我呀！寿宴变成了一场闹剧。苏锦轩拿回了嫁妆，欠条分别给了掌柜的一份和府尹大人一份，将来陆菲儿和他们的债务由他承担。陆老夫人和陆明轩对视，彼此使了个眼色。苏锦轩装作没看见，回到院子里准备清点嫁妆。祖母，父亲，灵隐寺的方丈曾说，母亲是少见的灵芝母体，所以孕育出来的孩子个个灵气非凡，绝非池中物。如果灵芝母体毁了，我们3个恐怕……现在债务在当铺掌柜手里，赶紧和他交涉，给了钱再把人捞出来。是，为了陆家的昌运，牺牲一些银钱不算什么。唉，我头疼，快走快走！你这个小混蛋，眨眼睛就跑得无影无踪。陆府的坏人那么多，万一伤了你，娘亲该怎么活？娘亲别生气，我去听消息了，他们真傻，还把贾姑姑当成灵体，实际上贾姑姑是阴灾之体，她生的孩子都缺少精魂，和他们待久了可是会受到影响的哟。嘿，不过苏锦轩和行之都竖起耳朵认真听。听了一半，奶团子打了个小哈欠，嘴巴张得很大。婴儿要多吃多睡，少操心。女儿操心的事还少吗？最近陆家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四处筹钱，东拼西凑才凑够了银子。万金掌柜说，当初虚高要价的银票如数还给夫人。苏锦轩接过。夫人真聪明，一来二去就把他们之前花在夫人身上的银子也一并还回来了。提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掏了我的给我交出来，洗刷刷洗刷刷。陆菲儿，原本我觉得你挺聪明的，没想到你竟然蠢到把嫂子的嫁妆拿去当铺换钱。去当铺也行，为什么不先融掉她的标记？现在因为你，家里都穷得掉底了。你只会骂我，那你堂堂男儿为何不去做这事？哼，因为你觉得身份尊贵，人品高尚，怕被人认出来是不是？我看你只会利用女人，自己什么都不是。啪的一声，一个响亮的巴掌声，门被狠狠甩上。哭有什么用？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没用的娘？陆菲儿看到女儿那双黑亮的眼睛，心中不禁联想起了老鼠。自从女儿出生后，展现出超凡的才能，陆菲儿对她的恐惧与日俱增。云凤，娘该怎么办？
现在只有你能依靠了。最近大硕京城流行赌石，你去，我会帮你。好久没有在土里生活，真让人怀念。忽然感觉被注视，奶团子回头，正好对上林云凤那双乌黑的眼睛。小老鼠，没想到他竟然认出了我，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胜负还不一定呢。陆菲儿打开包袱，拿出许多珍奇的宝物送给陆老夫人和陆明轩。当他把东西递给苏锦轩时，苏锦轩却推开。我不需要这些来历不明的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我们家现在这么紧张，你还乱花钱，真是败家子儿。母亲，大哥，这是我在赌石中赢来的，没花陆家的钱。哦，这赌石一定是小老鼠的手笔，久赌必输呀。菲儿真有本事啊！一番恭维让奶团子困了，苏锦轩便抱着他回了院子。陆呱呱就是没咱云凤聪明。接下来的几天，陆菲儿在赌石中屡屡获胜，陆家人对他捧心捧腹，他也在陆家横着走。林云凤甚至开始偷呱呱的食物，可以抢我渣爹和渣哥，但绝不能抢我的食物。娘，走走。呀，哪来的小猫啊？想要什么就来什么，正好可以对付小老鼠。陆明轩和陆菲儿带着林云凤在院子里散步，看起来亲密的宛如一家三口。林云凤惊恐地看着呱呱怀里的橘猫，拼命用四脚爬着。小老鼠遇到克星了吧？夫人，好像林云凤闹病了，整个府邸都被折腾起来了。还真是伤心。嘿，滋肉包棒！陆呱呱乐得拍手，还大方地把自己奶瓶往肉包嘴里塞。呱呱，你和肉包可不能用一个奶瓶吃饭。下只小老鼠了，得给点奖励。哦，小老鼠指的是林云凤。想想，的确长得像小老鼠。郎中看了也没什么效果。云凤是被那只臭猫吓到了，都说猫肉安魂。我信佛，不杀生，你们自己决定，也别告诉我。这事我来解决。林云凤露出乳牙，前世猫是他的天敌，这一世他非要尝尝猫肉的味道。好好的房间被猫弄得这么臭，我把它扔出去。不要，坏爹，打！没礼貌。夫君要把我三哥送给呱呱的小动物送去哪儿？只是担心这猫会伤到呱呱。夫君想多了，猫永远是猫，而人不一定是人。陆明轩灰溜溜地离开，心里想着找个机会谎称猫丢了，再给云凤炖猫肉喝粥。每逢初一15，苏锦轩都会给老夫人请安。陆明轩悄悄进了房间，把猫抱了出来，送进小厨房。你吃饭了吗？陆呱呱不理他。你妈呢？死了吗？肉包！喵的一声，橘猫兴奋地叼着藤鞭球跑了出来。你的猫没死，我吃的是什么？嘿嘿，是老鼠肉啊！林云凤趴在地上拼命呕吐，他竟然吃了自己的同类，真是该死该死该死！他的脸色苍白，最终晕厥了过去。苏锦轩，是你把云凤的猫肉换掉的，你怎么这么恶毒，害得云凤上吐下泻？我恶毒？你偷女儿的猫给外甥女炖肉吃，就不算恶毒吗？你想过没有，如果女儿知道她的宠物成了食物，会不会吓得大病一场？林云凤和呱呱同岁，小时候就能残忍地吃猫肉，长大后难道也会吃她的父母吗？这时
陆呱呱的小爪子勾住了他的肩膀，咬上去。呀，狗狗，啊哇！这孩子迟早会被你养废掉。为了在陆家立足，林云凤在赌石大会那天照常前往。有请我们最小的赌石天才林云凤上场。哎，听说这孩子聪慧过人，一眼就能看出哪块是玉石，从未出错。这么厉害，可惜这孩子出身卑贱，生父不详啊。陆菲儿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林云凤的情绪也随之低落。赌石被搬上来，林云凤的小眼睛认真地盯着，手指一指，第3块。有我在，让你输得一败涂地。小天才林云凤。当玉石被切开的一瞬间，欢呼声戛然而止。石头灰扑扑的，根本看不见一丝玉色。林云凤不敢相信，又切了几个。这什么鬼啊？这就天才？哼，就一小屁孩而已。滚下去！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块赌石都没赌对？陆家的气氛压抑，摔打声、争吵声和婴儿的啼哭声交织在一起。夫人，这是菲儿特意为你买的，也是用云凤赌石赢来的银子买的。夫君说话像裹脚布。夫人也知道云凤是个小天才，异于常人，但昨儿去赌石却赌输了。我们思来想去，必是因为有人用身世攻击云凤，导致她自卑，扰乱了她的心神，才输掉的。咱是一家人，夫人善良，想来也不忍心看到妹妹和外甥女受辱，对吧？我想了个好法子，不如让三哥认云凤为干女儿。有了将军的干爹，谁还敢欺负她、羞辱她？不行，不要祸害我三舅舅，感情可不能随便认。认感情是给凌云凤挡灾，一时会变差的。坏人，上呀，咬死他们！让我三哥认凌云凤当干女儿，那陆菲儿是什么？现在她的名声那么烂，谁贴上她，谁有好果子吃？该不会是想让我三哥认她当干妹妹吧？现在啊，有好多下面贱、神贱，管不住自己的男子四处认妹妹。其实这哪是妹妹呀，全都是往床上凑合的钱儿。我三哥可不是那种犯贱的、烂得招蛆的男子。我三哥认了干妹妹，也认了干女儿，甭管是我三嫂还是外人，都得琢磨着我三哥跟陆菲儿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我娘家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惹这么一摊子事。刚成亲时你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待菲儿也好，怎得生下呱呱后，你变得如此毒舌狠辣，这嘴更像菜市口的大娘。还是说你看云凤比呱呱聪慧，心中嫉妒，想毁了她？我嫉妒她父不详，还是嫉妒她娘不自爱？在我心里，我女儿比她女儿强10000倍。你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尖酸刻薄吧。陆明轩拂袖而去，打算冷上几日。他现在是发疯了吗？怎么没以前好摆弄了？难道是要……估摸着跟白郎中有些关系，这事我会想法子的。他们朝后院走去。爹娘，我有法子让三舅舅认妹妹做干女儿。松风是长子，聪慧勇敢，将来陆家交给你，爹爹也放心。听闻三舅舅近日刚当了爹爹，对吗？是啊。小弟弟有人疼，呱呱有人疼，可是云凤妹妹没爹没人疼，真的很可怜。三舅舅心善还厉害，是人人敬仰的大英雄，能不能求舅舅认云凤妹妹当干女儿？这个是你娘的意思？
是的，三舅舅也知道，娘和姑姑的关系最好了，舍不得云凤妹妹受苦。容舅舅想想啊，明日给你答复，你先回去吧。他起身往外走，留了个心眼儿，躲在高高的草丛里。当他看见不远处的行之和陆呱呱时，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差点没忍住跳出来。跳！你要吓死哥哥，你要是掉进土里怎么办？那呱呱就发芽了，长出5个呱呱。奶团子大方地伸出5根手指，还数了数，生怕数错的小模样逗得他们哈哈笑。苏怀安跟他过了几招，眼底赞色浓郁。不错，是个练武的好苗子。方才我同松风切磋了一番，他悟性太差。歇息空闲，3人不拘小节地坐在草地上。你常在陆夫人跟前，可有听说过陆夫人想让我认陆云凤当干女儿？家爹的脸量比我吃的奶皮子都厚，比屎壳郎的便便都厚，竟然私下找三舅舅说这一事，还把娘亲搬出来了。我娘还没说。苏将军，请问是少爷？不，方才松风说的。喝奶快长大，宝宝要赏冒牌哥哥一个大脚板子，好气好捉急。全家只有我知道陆松风不是我娘亲生的，是个冒牌货。什么？陆松风不是小妹的亲儿子，不是我的亲外甥。这么小就会喝酒了，万一喝坏了怎么办？良心，我人参泡酒还不大。苏锦轩都无语了。苏锦轩从行之口中知晓了陆松风打着他的旗号说谎这事儿。你的事等我们从灵隐寺回来再说。灵隐寺？生下呱呱那日，他劫后余生，我便心中祈祷，他若平安活到1周岁，我便去还愿。正好去。好，我同夫人去。苏怀安差将军府管家给陆松风送了回信，信上简单明了2字：不认。苏景轩，你竟让狗奴才跟着苏怀安习武，难道说你发现了他的身世？不会的，难道这就是血缘？哼，那我便斩了你的血缘。为夫十分想陪夫人同去寺庙，可朝廷这边太忙，罢了，我推了这些事，夫人女儿更重要。往常他若这么说，苏锦轩必会识大体的让他去忙。好啊，弄得陆明轩噎住。我在说笑呢。夫人现在真幽默。大舅舅在这儿，我闻到血清的味道了。嘿嘿，听说素斋可好吃了，大舅舅会请我吃素斋吗？好奇怪呀，寺庙的邪气都快超过灵气了。几位施主，随我来。敢问镇定方丈在何处？方丈重病缠身，近日一直在养病，不便出来见客。咦，寺庙有这方丈，还是要解散？能吃散伙席吗？请问镇空师傅可在？能否出来续上一续？镇空是苏家长子苏云战。镇空师傅近日在闭关诵经，不便见客。有鬼！苏锦轩被年轻方丈叫去诵经了，说是为儿女祈福。怎么会着火？来人啊！救命啊！我女儿，我儿子还在里面呀！谁救救他们？奇的是，他们跟寺庙之人恍若是2个世界的人，好似无人知道这走水了。娘亲，大哥哥，大舅舅！恍惚中，他看见大哥苏云战靠坐在门口，他手里还拿着火折子和油灯。来不及多问多想，
便看见苏云战如神奇般冲了进去。他拉着行之，抱着奶团子冲了出来。一根烧着的横梁猛地掉落，砸在苏云战身上。大哥，救！这时僧人们才陆续假惺惺地拎着水桶出现。镇空，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却不想你又撬了房锁，悄悄溜出来放火害人，而且害自己家人。你体内邪祟快压不住了。不，你们弄错了，我大哥没有放火害人，还是他救了我们呢。坏人，他们是假和尚，他们才是邪。大舅舅好可怜，以前大舅舅悟性高，有灵气，曾被皇上看中，指明让大舅舅做宫里的天师。是渣爹和袁天师合伙污蔑了大舅舅，说大舅舅身怀邪祟，会对皇家不利，这才逼得大舅舅出家。幸亏遇到了老方丈，可惜。苏锦轩听了眼皮直跳，细细看去，这些僧人虽剃光了头，眼神却凶恶，毫无慈悲之相。现在他该怎么办？究竟是谁这么狠心？肯定是渣爹和冒牌大哥的计划，他们让大舅舅烧死我们，可以铲除大舅舅。更坏的是，他们故意绕开娘亲，烧死我和大哥哥，为了等我和大哥哥死后，可以劝娘亲养小耗子，也可以杀了娘所有的血脉。苏施主，灵隐寺乃皇家寺庙，扰乱寺庙办事，便是扰乱皇家办事。施主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大哥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你少搅和，也少往娘家跑。要记着，你已经嫁人了，是我们老陆家的人，少干那些抹黑婆家的事。婆母都不问问孩子们的伤势如何吗？这不都好好活着？再者，不在家好好待着，非要跑出去嘚瑟。现在出事了，老实了吧？我们若是不出去，哪会给别人机会上演这场好戏？夫人就算疼大哥，也不能胡说八道。我今年要5考，二弟也要回来文考了，母亲还是要为我们着想，不要太自私。用着我娘家的时候，又是秧歌又是戏的，用不着了便躲得远远的吗？还有，我是嫁给陆家，不是卖给陆家了。我想如何，和你们无关。大哥明日押入皇宫，皇上生怕二哥利用滥用私权，停了他大理寺卿的权利。三哥那边也不让他去军营了。夫人别上火，咱们苏家世代忠良，仁善慈悲，老天会开眼的。苏锦轩一夜未眠，早早爬了起来，顶着黑眼圈和燎炮去了街上。他吩咐行之、竹林照看呱呱。小饺子。竹林一向疼他，麻溜去小厨房了。猫，呀，猫。行之赶忙满屋子找猫，把俩人都直走的陆呱呱把被子、褥子、枕头丢在地上垒高高，借着高度粗溜了下去。淘气鬼爬得快，嗖嗖嗖爬了出去。正巧赶上压着苏云站的香车在街上游行，奶团子冥思苦想，对着天空啊巴啊巴了半天。好多鸟飞得低低的，悬在人的头顶。看守押送苏云站的人个个仰头打鸟。奶团子嗖嗖嗖钻进了香笼里。皇上，苏云站已被邪祟附体，若不一尘的真火烧死，怕是后患无穷啊！不，胡说，死你满脸口水！皇上那么英明，应该不会信了天师的话吧？天师不但想害大哥，还想害皇上呀！才要说话的皇上菊花一紧，
他出现幻听了？判断声音来源，皇上掀开龙椅布帘，对上一双葡萄大的眼睛。该不会是观音座下的善财童子从天上飘下来了吧？苏云战吓得直磕头，脸都白了。请皇上饶过我外甥女，臣愿以死谢罪。你外甥女竟藏在皇上龙椅，我看是你苏家包藏祸心，这孩子必是小妖孽，该一同烧死。坏天使，该烧死的应该是你，你给皇上吃的丹药是害人的，再吃下去皇上就吃啥糖板板了。不信喂耗子试试啊！皇上眼皮突突的跳，他疑心重，站起来想带着奶团子，又觉得不方便，想了想，把奶团子放在了龙椅上。完了，龙椅是随便做的吗？哎呀，龙椅好硬啊，个屁股。皇上连个垫子都买不起吗？真抠呀！等皇上再出来时，看天师的眼神含着杀意。他捞起呱呱，小家伙也不客气，坐在他大腿上，小手摸着他龙袍上的龙。哇，龙好看！哇，再好看有啥用？皇上笨笨，我大舅舅才是命定的天师，能佑皇家，只可惜被天师陷害了。不信就去搜天师的房间呀，他还留着当年陷害我大舅舅的东西当战利品呢。皇上悄悄吩咐心腹总管去搜查。总管再回来时，对皇上点了点头。来人，把天师拖入大牢，择日问斩。皇上，臣做错什么了呀？皇上，饶命啊！遇上我啊，是你的劫。皇上对苏云战和颜悦色，也不忘给自己找场子。恭喜苏七过了朕对你的考验，朕准你还俗，并封你为御用天师。臣领旨谢恩。你在灵隐寺潜伏那么久，有何异样啊？回皇上，灵隐寺正定方丈被人下药，常年昏睡，灵隐寺所有的僧人全部大换血，原来的僧人们也不知被藏在了何处。我知道呀，我可是万事通。恨我自己太小，还不会说囫囵话。灵隐寺僧人一事，便让你同你二弟三弟去办了，朕倒要看看是谁敢搅浑水。是。你外甥女极讨人喜欢，朕会好好奖赏，也会奖赏她爹娘。不，赏我和我娘就好了。渣爹有什么好赏的？他是个坏的流油，背叛我娘还要杀我。还有，天师和他那么好，也一起害我大舅舅了。可惜没证据。皇上震惊，没想到一向以深情好夫婿、好父亲著称的臣子，竟是个烂了心子的货。想到他多次让朝臣们以陆明轩为榜样学习，便觉得老脸火辣辣的。母亲的深恩最大，赐流光景5匹，册封5品诰命仪人。我没忘了你。皇上让苏云战抱着奶团子稍等片刻。2刻钟后，苏云战同手同脚地抱着呱呱，耳边还轰炸着小外甥女略带嫌弃的心声。小气皇上，抠门皇上，不给我好吃的，把龙袍上的龙剪下来给我干什么？皇上杀了张天师。皇上封你们天师了？皇上让我们兄弟仨一同办灵隐寺的案子，小妹是5品诰命了。皇上把龙袍上的龙剪下来给呱呱了。等等，
苏家人直勾勾地瞅着气嘟嘟的呱呱。他怎么在这儿？陆家，苏锦轩已经疯了，呱呱丢了，他一条街一条街的找，喊得喉咙都哑了。夫人先回去休息，我会去找女儿的。嫂嫂，让云凤陪陪你，你就没那么难过了。我现在烦着呢，少在我跟前碍眼。呱呱若是丢了，有一个算一个，都别想好过。耳边传来叫娘的小奶音，让他心神一震。瞎跑什么啊？你是不是想吓死娘？娘亲，不姑姑，大瓜，屁屁。大哥，你怎么安全出宫了？皇上没惩罚你吗？妹夫很希望我被皇上惩罚。大哥误会了，我是关心则乱，语无伦次了。受惩罚的不是我，而是那位虚伪至极的张天师。皇上说了，也要责罚张天师的同伙。陆明轩的呼吸都重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代表皇宫的马车停在了边上，皇上身边的太监总管走了下来，笑眯眯地看向苏锦轩。宜人安好。公公，您叫他什么？宜人？五品宜人？自然，皇上亲封的。说起来，陆大人同夫人的品级是一样的呢。敢问公公，是不是皇上有何吩咐？陆大人，皇上让你进宫一趟。皇上必是也想奖封我。他高兴地跟着上了马车。苏锦轩有一肚子的话同家人说，对管家交代：晚间不必备我的饭菜了，我回娘家。是。嫂嫂回娘家怎能不和老夫人说一声？难道不怕老夫人生气吗？我是五品诰命，我敢同他汇报，他敢应吗？小妹，大哥问你，陆明轩待你如何？可真心？大哥，大哥怎的忽然这么问？他养了外室，负了你，是不是？小妹，松风不是你的儿子吧？是陆明轩和外室生的，你为什么帮他养孩子？什么？陆明轩养外室？你还帮着养野种？我打死这龟孙儿！苏锦轩忙拦住他们。好，睡一觉，咋还变天了？娘和舅舅他们咋知道家爹有晴儿的？咋知道冒牌大哥的？听到心声的苏锦轩让管家把小家伙抱下去，惹得小家伙直蹬腿，英语啊啊叫，都不是外人，一起唠唠呗。爹娘哥哥们，我并非特意瞒着大家，一来不想家里担心，二来不想打草惊蛇。我想大家都能听到呱呱的心声吧。几个人相互对视，齐刷刷点头。我想呱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小神灵，我多次从呱呱口中听到咱家将来的凄惨结局都是出自于陆家之手。我想知道他的计划，想规避这些危险，我还想撕掉他们恶心的嘴脸，把行之的身份还给他。小妹，你的意思是行之才是你儿子，才是我的亲外甥？若不是呱呱，行之怕是被陆家人虐待死了。难怪，我看行之武功底子那么好，不愧是我苏家的孩子。我不是一个好爹，让我女儿受了这么多委屈。爹娘，你们别这样，是女儿识人不清。当初爹娘说陆明轩是凤凰男，自私无情，不懂感恩，孝义不达眼底，亲戚也不是善茬。我不信，反倒觉得他们出身乡下更加淳朴，为了同他成亲，以死相逼，威胁你们同意。没想到爹娘，好在我已经清醒了，留在陆家，为了孩子，为了自己，也为了我们苏家。我再生气，
可不好。那茄汁肉丸、糖醋肉末能哄好吗？小家伙的屁股不安地抬了抬。看来肘花肉粥还有糯米鸡也哄不好了。那我便让厨子撤下吧。啊，走，回家。我先回了。等我们从灵隐寺回来后，咱们一家子再好好聚聚。是，我去寺庙。你怎么能去？你太小了，还危险。没我，你们白跑一趟，根本完不成皇上给的任务。大哥，那便带着呱呱去吧。你们带着，比他自己偷偷去要放心。他偷跑这事再来一次，我也就吓得没魂了。这夜，苏锦轩带着呱呱在苏家过夜，呱呱兴奋得不得了。媳妇，外祖家要是每天都在外祖家就好了。是不是娘和渣爹和离，就能永远住在外祖家了？和离，我能吗？天没亮，把衣服穿反的奶团子揪了一把公鸡的毛。起床了！大舅舅、二舅舅、三舅舅，起床了！惊得他们从床上弹起来，还以为家里走水了。哎呀，这么懒还办案呢！再睡，坏蛋都跑光了。哎，我应该弄个官当的。苏锦轩用过早膳回了陆家，推开房门便看见陆明轩满脸寒气，眼神阴沉地看着他。少爷要进来，肉包把少爷当成贼人，便咬伤了少爷。这么说，肉包没受伤，他脸上的血是陆明轩的。看我受伤，你好像很高兴，根本不担心呢。夫君生龙活虎的，我担心什么？夫君这是不顺当了，往我身上撒气。你一夜未归去哪儿了？娘家，不是差人告诉你了？嫁了人怎能随便回娘家？哼，夫君这话有意思啊，嫁人又不是卖身，怎么不能回娘家过夜了？哦，对了，听说大姑姐过2日也要回来，那到时把她撵出去。对了，你大哥是不是跟皇上说我坏话了？不然皇上为何让我在家反思1个月？不让上朝居家反思，会影响仕途的。我大哥人品周正，夫君惹怒了皇上，还是从自身找找原因吧，看看是不是做了什么忘恩负义、虚情假意、丧尽天良的事。清脆的巴掌声让空气都静了，肉包嗷地跳了起来，张口咬住陆明轩的手臂。不许伤害夫人，出去！陆明轩觉得胳膊又流血了，这畜生故意的，他真想踹死这畜生。爹，你还在里面吗？姑母回来了。苏锦轩听了话，心中一喜，只要大姑姐回来了，二儿子陆星河也会回来。哎呀，瘦了！谁欺负我弟妹了？跟姐说，姐帮你剁了他。姐，没人欺负我，我挺好的，就是侍弄孩子累的。星河呢？不是说一块儿回来？这么久没归家，我这当娘的心里太惦记了。嗨，惦记啥？他好着呢，长高了也壮了，学的一手好学问，书院的人都以他为荣呢。啊，他呀说是刚回来，去见见当初教过他的恩师。星河这孩子心善，打小就仁义，知道感恩。那是自然，弟妹生的孩子个个都是好的。姐，家里来信，我都听说你的事了。未婚先孕的确给陆家丢脸了。是妹妹的错，妹妹。行了，哭啥？还能撵走你不成啊？再怎么，这孩子是无辜的。是呢，我是怕嫂嫂不喜欢我和云凤。不可能，苏景轩最善良，干不出欺负柔柔母女的事。
他呀，得给孩子们积德，是吧，弟妹？苏锦轩呆住，莫名的觉得大姑姐的话好似如一个枷锁绑住了。哎呀，没礼数！快叫人，这可是你以后的靠山摇钱树，还不巴结好了？这孩子是不是傻呀？什么靠山摇钱树？姐说笑了。小舅母，给我介绍个相好的呗。我要求啊也不高，个儿高些，壮实些，最好是3品以上，不然能有啥本事？长得得好看，得白，家里得有钱，舍得给我花。玄月，你，弟妹啊，你外甥女也到了相人的年纪了，你娘家那么有本事，可得给她找个好的呀。她的终身大事可就交给你了。姐，圆圆说3品以下的男人没什么本事，这是觉得明轩没本事。姐，你怎么教育的孩子？陆老夫人也不乐意了，白了他们娘俩好几眼。哎呀，童言无忌，圆圆小，别跟他一般见识。弟妹，你不会介意吧？苏锦轩无奈摇头，都是几岁了还小呢。小舅母，你头上的簪子真好看，宝石做的吧，看着就挺贵，你把它送给我呗，就当是见面礼了。这是我母亲送我的生辰礼，有纪念意义，不能送你。沈园撇撇嘴，又盯上了他的玉镯子。这个该不是生辰礼了吧？给我给我。放开他，表姐，再欺负我娘，我就不客气了。沈园耷拉着驴脸站在边上。苏锦轩因为陆松风冒牌儿子上的火，全被小儿子浇灭了。娘，我妹妹呢？信息上说呱呱十分可爱，我想看看。你妹妹和舅舅们出去了，顺利的话晚上就回来。什么顺利？你们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想知道？等女儿回来了，你去问。星儿，这也是你妹妹呀，看看可爱吗？不可爱。苏锦轩心里舒畅极了，他拉着儿子回到房间，说了许多体己话。娘，儿子这次回来便不走了，河山再美也没有娘亲重要。苏锦轩心里暖洋洋的。两人一来二去提起了沈园相看夫君的事。娘，表姐性子粗鲁，寻个文人必然压不住她，不如寻个武人。星儿有人选了。儿子觉得三舅舅麾下的五百主陈辉叔叔不错，这人既能压住表姐的性子，又是咱们苏家的人，岂不是放心？待你三舅舅回来后，娘自会说的。对了，娘，妹妹和舅舅们做什么去了？陆星河扒了个橘子递给苏锦轩，很是随意地问，就是为了降低他的警惕性。苏锦轩接过来，才要说话，房门被推开，行之走了进来。娘，这是……我是夫人院内的护卫。原来如此，能做娘院中护卫的人，想来功夫很好，我也放心。娘，我去看看爹。晚膳前，陆星河又去了苏锦轩的院子。娘，这是儿子在佛前跪了1个时辰求来的，愿娘身体健康。苏锦轩盯着平安符，觉得昏昏欲睡的。呱呱和舅舅们去哪儿了？去寺庙抓坏人。为什么带呱呱去？他只是个孩子。哦吼，啊，被我发现了，你做啥？好可爱，你就是呱呱吧？我是你的二哥哥呀。娘，醒醒啊！再不醒就被人害死了呀！苏锦轩醒后便听到这么一句：呱呱，你回来了。呱呱，叫二哥哥。妹妹真率真。星儿，你也奔波了一日，快回去歇息吧，娘要照顾你妹妹。好的，娘。陆星河离开，小家伙有满肚子的牢骚要发，可上下眼皮亲热的直贴贴，长又密的睫毛被困泪打湿，脑袋在苏锦轩怀里拱来拱去。睡吧，睡吧。那娘一会儿就去找舅舅说表妹许给陈辉叔叔的事。拍腿！娘又要被骗了。
坏哥哥和坏表姐还有渣爹是一伙儿的。舅舅麾下的陈辉叔叔有能力有病，看着凶，其实是个妻管严呢。唉，前世的话本子里，坏表姐嫁给了陈辉叔叔，利用陈辉叔叔背叛了舅舅，盗了舅舅的手信和军事图，污蔑舅舅和敌国交好。我好好的舅舅啊，被刨刑，被分尸，心都被挖了，好惨呐！什么？他乖巧孝顺的二儿子竟然是和他们一伙的？娘，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没，就是心里有事，吃不下了。娘一向如此，早知道吃完饭再跟娘说好了，是儿子不孝。哼哼，依我看呐，应该给坏表姐介绍。陆松风忽然出现，打断了呱呱的心声。母亲，父亲和祖母在前面等着呢，说是一家子好不容易团聚，该一起说说话。娘答应为表姐的事奔波了，还得是我弟妹，没白疼，这有事儿是真给办呢。哼，坏姑姑是让我娘疼了，前世话本子里，你利用完我娘，就把她一脚踹开了。我娘跪着求你，你呢，故意把我娘10根手指全都踩断了。哼，坏姑姑为了讨好路菲儿，还把娘亲的手指剁下来送给路菲儿呢。苏锦轩只觉得手指传来钻心的疼，忙抽回手。我先去办事了。舅母，我都没咋来过京城，能带我转转长长见识不？瞅你外倒了不是，直接跟你舅母去，都是一家子，他还能拒绝你？我去，娘亲带他去。话本子里，坏表姐和陈辉叔叔成亲后背叛了陈叔叔，还和一个吹箫的公子哥搞一起去了。那吹箫的公子哥喜欢滴蜡，喜欢抽鞭子，喜欢虐待人哦，嘿嘿，让他尝尝这个滋味。苏锦轩听得眼皮子直跳，耳根子都红了。描眉花眼的沈园扭着胯上街了。是，娘，好听。前面有人吹箫，咱们去看看。一个穿蓝袍的男子生得文质彬彬，吹着动人的箫声。苏锦轩故意观察沈园，他含羞带臊，眼珠子都直了。那你先看着，我先回苏家。舅母快去，我等你。圆圆，陈公子还在等你呢。舅母，你别胡说。原来沈小姐有意中人了。我没有。沈园不情不愿地走了，拉了个大驴脸。舅母给你介绍的陈公子啊，人又高大威猛，又英俊洒脱，比那胡公子强多了，你一定会喜欢的。他们约在了一间茶楼，房门虚掩着个缝。圆圆，我寻个其他房间，先给呱呱喂个奶，一会儿回来，你先和胡公子聊着。沈园顺着门缝看去，程辉的脸蜡黄又粗糙，头发如枯草凌乱，脸上还有个黑痣。他拿起茶壶，张开大嘴咕噜咕噜地喝着，又把靴子脱了开始抠脚。沈园看到之后气得推门而入，就凭你这么个糟烂东西也配和我相好？我呸！说完哭着跑开了。苏锦轩再回家时，等来的是三堂会审。弟妹啊，我恨不得把心掏给你啊，你竟给我们圆圆介绍这么个人呐！做人呐，得要点脸。沈园要找相好的，是星儿主动跑来跟我举荐的陈公子。这话里话外都是你们把这人的底细打听得清楚了之后，认准了这个人，才来找我做媒的。怎的转头又嫌我找的不好了？你们的脑子是被驴踢了吗？哼，你们怎么不问问他？是他没看上陈公子呢，
还是说看上了别人了呢？我早就听闻大姑姐随了婆母性子奔放，我在想沈园是不是也随了大姑姐的性子呀？不然怎么会和刚在街头认识的男子含情脉脉，把酒言欢呢？这话火辣辣的打在他们脸上，就差指着鼻子骂他们放荡了。哼，你舅母说的真的假的？我没有，他撒谎。我撒谎？那好吧，方才我回来时见那位胡公子在门口张望呢，似乎想表白，那我这就把人轰走。不要！沈园尖叫，谎言不攻自破。换衣裳时，一块东西啪嗒掉了出来。苏锦轩捡起来打算收好。丢！不要！这是你二哥哥给娘求的平安符，不能丢的。才不是平安符，这是催眠符。那天要不是我回来的及时，娘亲早就被他套话了。而且这个符里可是有邪祟的，一直带着它，比吃那些毒药还可怕呢。完了完了，娘亲要变成傻子了，我可怎么办呢？苏锦轩的后背出了层冷汗，捏着符的手指觉得好烫。门被敲了3下，进来的是陆星河。星儿有事。娘，今日之事是儿子的错，儿子不该让娘搅了这事。方才我们把表姐训了，表姐愿意给陈公子道歉，不知娘可否牵个线？道歉是假，生米煮成熟饭是真的吧？娘不会上当的吧？这要是让坏表姐和吹箫的煮成熟饭就好了。嘿嘿，哇，好小看戏哦。也好，道了歉，陆家苏家都好做人。你回去告诉他们，明日在万居楼见吧。多谢娘亲，娘亲大度善良又好看。陆星河夸赞了一句，转身离开。估计心里想的是娘亲大度善良又好骗。苏锦轩尴尬地摸摸鼻子，那可是老虎呀！肉包竖着尾巴哒哒跑过来。走！小家伙拍拍虎屁股，姐俩来到院子。他把平安袋里的邪符抠了出来，丢在地上，手指头画圈圈。一抹红色灵光把邪符烧成灰烬，又用土埋了起来，对肉包说嘘。奶团子四处瞅着，看着几株灵气十足的草药，揪下来塞进了袋袋里，又哒哒跑进房间，把平安符还给了娘。来日宣淫，有伤风化呀。这是吃饭的地儿，边上就是客栈，去那儿干呗。姑母不舍得掏2份银子啊！门被推开，入目的便是2个交缠在一起的白身子。怎么不是程公子？听弟弟这么说，陆泽兰冲过去，一个大耳刮子上去了。本来计划好的，说服沈园嫁给程辉，以后得了程家资源，帮了家里，他愿意和吹箫公子偷偷幽会，也就不管了。可计划全乱了呀！我看在苏家面上，愿意同沈姑娘聊聊。沈家、陆家，便是这样待我的。目的达到了，苏锦轩懒得看他们吵吵，弯弯唇便走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呀，心想的事儿都能成。四处张望时，奶团子看见了陆星河。坏哥哥，走走。你二哥哥在家呢，你是不是看错了？他才不是我二哥哥，假的假的，也是渣爹和坏姑姑的哦。什么？他女儿说什么？他的小儿子也是假的？坏哥哥怎么去养元馆了？话本子里说陆星河是个好男儿，但谁又知道他有这方面的癖好呢？
奶团子挺好信儿的，急得往前指，忽悠苏锦轩：“前面好玩，去！”苏锦轩自然不会让他去那等地方，呼了口气，让竹林看好小奶团。他朝洋园馆走去。奶团子知道哪个是后门，想着看不到什么，听听动静也行啊，又忽悠着竹林去了后门。别跑，还想跑？抓住他！站住！一个清秀的少年慌张地跑了出来，翻墙而下，差点砸到偷听墙角的小团子。竹林吓得魂都飞了，刚要开口训斥，小团子便激动了起来。哥！少年眼神清澈倔强，听着后面穷追不舍的声音，脸上布满了惊慌。正打算跑，被一只软绵绵的小手抓住，他奋力抱起一个堆在墙壁的大大的草筐，吧唧套在了他的脑袋上。看见一个少年没有？他打我，豆豆！方才是有个少年慌慌张张的，撞到了我家小小姐，也不道歉，就往那边跑了。几个壮汉骂了句娘，赶忙追去。呱呱！谢谢你救了我，但是我没有锅。少年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心想：这奶娃娃真奇怪，不要糖要锅，难道要我做饭吗？我小哥怎么这么笨呀？我叫他哥哥呀。哎呀，小哥这么笨，会不会传染我呀？少年呆住，左右看看，又盯着他的嘴看，也没说话呀，但的确能听到他的声音。难道他遇到了小神灵？你们是迷路了吗？跟我走。竹林呆住，小小姐一路捡吃的捡喝的，怎么还捡上人了？小小姐，夫人找不到你会着急的，难道忘了之前的事了？小奶豆缩了缩脖子，还是怕娘亲的。他低头在兜兜里掏出碎银子塞给少年。你住头福客栈，我明天找你。少年捏着碎银子，不知怎么觉得小奶豆好亲切。竹林带着呱呱回到之前的地方，等了没一会儿，苏锦轩便来了，身后还跟着陆星河。娘，洋园馆是个什么地方？儿子怎么会去那种地方？是儿子的同窗在里面没银子了，求儿子送些银子进去。同窗有难，儿子怎能见死不救呢？娘知道了，你是好孩子。也没心思多说话，让他出去了。今儿个发生了许多事，他的心跌宕起伏的。小儿子也不是自己的。陆明轩、陆菲儿，你们真狠啊，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那我的小儿子在哪儿？忽然想到行知的经历，他都坐不住了，生怕小儿子正遭磨难。他穿上鞋，前院后院挨个走。夫人，你在找什么？行为太怪太明显了，会引人注意的。行知，今日我听了你妹妹的心声，才知道你弟弟也不是亲生的。我猜到了，血缘亲近的兄弟姐妹都是有感知的。我对妹妹就很亲近，但对陆星河却有一种排斥感。我觉得你弟弟也在陆家，你帮娘注意着。好，我会的。我也想找到弟弟，不愿让弟弟受苦。夜里，陆家人乱哄哄的回来了。夫人，奴婢可高兴了。沈云小姐非那位吹箫公子不嫁，谁劝都不听。那位公子啊，是生父继母带大的，家里条件很差，说是成亲的钱1分都拿不出来，要做上门女婿呢。沈家同意了。不同意能怎么办？名声都没了。舅舅安全了，危险解除了，这可是我的功劳。今晚不给我加餐吗？沈园这孩子虽说是我的外甥女，但品行不端，配不上陈公子。这婚事不成也是好的。给小小姐熬的瘦肉粥蹄花汤端上来吧。
弟妹呀，这圆圆做了错事，但跟胡公子也是两情相悦。胡家穷，沈家也没多少嫁妆，之前弟妹说过会给圆圆嫁妆。大姑姐，你这话说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圆圆是我生的呢。再一个，大姑姐是记错了，我说的是，若是我给圆圆做了媒，我这个当舅母的会给些嫁妆。可圆圆把我的媒搅和成什么样了？正好有件事要和大姑姐说，沈家这事做得不地道，难道不该准备先礼去苏家，去程家道歉？啥？背礼道歉？大姑姐不愿意，那好吧，将来在朝堂上，若是和程家有什么隔阂，可不关我们苏家的事了。我们苏家已经够意思了。陆泽兰果然慌了，可不能给夫君找乱子呀。程，苏锦轩浅笑，一是为了让他们出血，二来让世人看着他们和解了。程家苏家心胸宽广，以后不至于被沈家陆家在背后乱嚼舌根。呱呱想什么呢？不合胃口？小资叉烧包。我看你挺像叉烧包。唉，大哥笨，小哥也笨，全家就宝宝是智商担当。小哥，难道妹妹找到弟弟了？妹妹想出去见弟弟。好，我们出去吃叉烧包，再带你玩玩转转，好不好？好。行至抱着奶团子出去后，陆松风的小厮悄悄来报：哼，那小畜生带陆呱呱出去做什么？跟上去看看，定有秘密。咕噜，叉烧包包，干嘛？我等。行至看出来小家伙是想支开他，假意道：好，那你等着。小家伙小鸡啄米的点头。等他走了，咕噜爬起来往前走。行至在墙角看他，无奈的摇摇头，才想跟上，就看到陆松风鬼鬼祟祟的跟在小家伙后面。糟了！行至也跟了上去。小家伙摇摇晃晃拐进了个胡同，紧接着不见人影了。就在行至着急时，被人拍了拍大腿：哥哥偷偷跟我，哼！大哥哥尊重妹妹的小秘密，但你太小，自己出来办事不行的。方才你就被陆松风跟踪了。我看到了，才不怕。我把他拐到死胡同里了，现在正享受鬼打墙呢。嘿嘿嘿，没几个时辰出不来。那你现在要去哪儿？想让大哥哥跟着吗？大哥小哥是一家人，我太小，如果小哥跑了，大哥还能帮我抓小哥。那就用用吧。好吧。奶团子拉着行至的手去了客栈，他闻了闻，满意露出几颗牙，咧嘴笑。小哥哥听话。房间门口，行至本想敲门，奶团子小肉爪一推，直接把门推倒了。不结实。不结实。正塞饼子的少年噎住了，亏得小奶团气吞山河给拍出来了。有点饿。饼子不好吃，我请你吃肉。无功不受禄，我就说你为何对我这般好，原来你是找了人来祸害我。啥？是祸？少年想把饼丢了，但是想到自己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还是攥了起来。他朝门口跑去，想远离这个窒息的地方。手臂被抓住，少年的呼吸都重了。别碰我！行之见他激动的要挣脱，要逃走，抬脚把他绊倒了，按在了地上。怎么这么倔？不把话听全了就跑？我知道，我这是出了龙潭又进虎穴，你们救我是有私心的。对啦，
想把你带回家呀。这世间无人真心待我，给我银子，让我住客栈，其实就是为了……他羞耻地解开了衣裳的扣子。随便吧。什么随便吧？说什么胡话呢？你不是想包养我？为何要包养你？因为我是小官。什么？但我是清白的，我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你知道自己的身世吗？你有爹娘吗？爹娘是谁？我真想问问他们，为何生下我又不管我？因为我的容貌，我从小到大被卖过很多次，哪有家，哪有亲人？小瓜，不哭，笨蛋呀，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呀。我，你妹，他，你过。真的？娘很爱我们，之前被蒙在鼓里，被奸人蒙蔽，娘疯了一样的找你，我们很爱你。我竟然有家有亲人，那怎么打败坏人？听我的。这事不能冲动，现在唯一要做的便是让你回家。行之开口，小家伙点头。他们让少年暂住在客栈，给了足够的银子。行之打算每天来看看弟弟。啊，爹，这奴才今儿个擅自把妹妹拐了出去，这种人怎能留在陆家？依我看，应该撵出去。陆明轩看见行之，便想到天师所言，此子留下，乃有无穷祸患。的确，来人，把此人押到官府，就说他意图拐卖陆家千金。陆松风舒了口气，今儿个邪门子，在一个胡同里死活走不出来，差点累死他。他觉得是他们兄妹捣的鬼，先整死一个。我看谁敢动我徒儿半根手指。行之是我亲认下的徒儿，今日也是我让他的呱呱出来的。哼，送他去官府，要不要把我也送进去啊？这小畜生怎的成了苏怀安的徒弟？这可是有名的玉面将军。啊，舅舅怎的让外人做徒啊？我可是你的亲外甥啊，我也要做舅舅的徒弟。我家的武功不适合你，你想拜师，我会为你再找一个师傅。陆松风猛地抬起头，不做他的徒弟，该如何获得苏家的武功秘籍和七人神宝？舅舅，我不要师傅，我只想在舅舅身边学习，哪怕不是徒儿都行。那便随你。反正不会把绝学交给一个坏心眼儿的野种。发生了何事了？怎的都在门口？爹，坏爹，欺负我，掐我。我没有。孩子会说谎吗？你现在愈发的凶了。夫人若是闲得无事，多跟菲儿学学是怎么教养孩子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小姑子生了好几个孩子呢。爹娘不要吵了，孩儿希望家和万事兴。三哥今日来所谓何事？暖妃的八皇子君庭想寻个伴读，我想那星儿才游学回来，学识不凡，不如让他做君庭的伴读。陆怀安此时只知道陆松风不是小妹的亲儿子，觉得陆星河还是，况且陆星河生得好看，懂事听话，挺讨长辈喜欢的。苏锦轩懊恼，这几日太忙，忘了告诉娘家关于陆星河的事。暖妃是他娘家亲姐姐，君庭也是他的小外甥。说实在的，他可不放心陆菲儿的儿子靠近小外甥，觉得莫名的危险。哎呀，怎么能让陆星河进宫当伴读呢？他不是我亲小郭呀，他是渣爹和陆菲儿的儿子呀。话本子里，陆星河当了皇子伴读之后，害得暖妃打入冷宫，被宫女活活饿死，害得八皇子成了人质。暖妃是我大姨母，君庭是我表哥，不能见死不救啊！苏怀安耳膜嗡嗡作响，
他真想抽自己一巴掌。这话怎么收啊？妹夫，先别高兴，这只是我的意见，具体让谁做伴读，还是要听皇上和暖妃的意见。陆明轩没听进去，满满的信心在眼里荡着。苏锦轩借着送苏淮安时说了此事。我也是才知道，总之想法子告诉大姐吧。我会的。明轩，我们的儿子能入宫了，真是太好了，将来对我们的计划也有所助力。自然，所以星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们把八皇子的喜好告诉了陆星河。次日，苏淮安三兄弟一同去上朝，内心却很忐忑。低头瞅了眼背着的花布袋，大哥，这能行吗？这可是上朝啊！皇上昨个私下问了呱呱，便是想见他了。三弟，你常年在战场上，长的都是直肠子，不懂揣测军心，以后同我们学着些吧。大哥是在寺庙久了，还未习惯上朝吗？上朝不比出去化缘，是不能背东西的。这样到了金銮殿门口是要被训斥查处的。妹夫禁闭久了，话也多了。对了，妹夫是不是还不知灵隐寺的假方丈、假僧人都被处死了？你说他们的魂魄会不会去找当初撺掇做坏事的人呢？陆明轩后背生出了一层冷意。大哥问错人了。苏云战冷哼。虽说灵隐寺案调查的结果跟前天师有关，陆明轩撇得干干净净，但也不妨碍他吓唬吓唬陆明轩。到了金銮殿门口，陆明轩等着总管训斥拦下苏云战，却不想总管笑眯眯地让他进去了。总管，皇上不是有规定，上朝要干净，不许携带多余东西吗？什么多余？你才多余！苏大人带的可都是宝贝。宝贝？苏云战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却是个喜欢送礼的。他心里也生出了这个想法。宋大人今日告假，称昨夜熟读皇上所作文章太晚，早上起床眩晕摔了腿。撒谎撒谎！这宋大人昨夜明明搂着小妾，等到白日才头晕摔了腿的。王大人在南方治理水患，日日吃糠野菜，已无银子，请求皇上放银。这货日日山珍海味，靠了20斤，这是没银子吃喝玩乐啦。皇上听得怒气冲冲，想大发雷霆，又怕吓着这活祖宗。见小祖宗听得困了，早早下了朝。御书房内，呱呱，昨儿你刚入了朕的梦，朕便想法子让你入宫了。你找朕什么事儿啊？我知道你苦恼一个事儿，我帮你呀，答应我一个忙。不对，帮一个忙。虽然听得磕磕绊绊，还是听懂了。我苦恼什么？你知道？那你说来听听。你不会选城池。皇上愣住，果真是小神灵。没错，大禹输给了大硕，按赌约要任选一座城池。大禹城池多，表面做得好，可却是好坏交替。若是选中了不好的城池，非但没有好处，反而会亏银子整修。所以呀，这个六盘池。六盘池是口碑最差的池啊。笨，这是虚升旨。虚张声势，皇上当机立断给大禹发了个书信。他搓着手，笑得像大灰狼。你想让朕答应你什么条件？奶豆子趴在皇上耳边，他在皇宫蹭了顿丰盛的婴儿宴才回去。还用花袋子装了好多，一整个连吃带拿的。
明轩看着他小小的人儿拖着花袋子，揉揉眼睛，这不是苏云战给皇上的袋子，怎么在他手里？呱呱，袋子里装的什么？谁给你的？不给。疯子，半分比不上云凤。臣夫见过暖妃，都是自家姐妹。正因是自家姐妹，才不能失了礼数，免得被人拿捏画饼。暖妃的眼睛落在呱呱身上就拔不出来了。真羡慕生了闺女的，长得跟小雪貂似的。姨母，这是姑姑特意为姨母做的梨花酥，木雕小剑也是我送给表弟的。茯苓，收下吧。陆星河敏感，觉得不对劲儿。近日为君廷伴读的事上火，嗓子疼的什么都吃不下。陆星河松口气，是他想多了。他跑到阁殿找到了八皇子，把木雕小剑给他，茶里茶气的。君廷，如果别人当了你的伴读，你便把这木雕留作纪念。我的伴读肯定是你啊，咱可是表兄弟。陆星河暗暗握拳，有他这话，就算有公考也不怕。表哥，我带你去看看我养的狗，但是这狗凶得厉害，没人能驯服。狗房前，呱呱圆端端的身子扎了进去，撅着小屁屁，声音瓮里瓮气。等等，抢我肉丸，嗷嗷，拆家！狗子委屈的嗷呜，讨好的摇着尾巴。你谁啊？干嘛拆我的狗窝？不对，干嘛拆我狗的狗窝？我要告诉我母妃去。是我妹妹，也是你的表妹，就是有点没规矩。你去，我不怕。八皇子看呆了，他居然有这么好看的妹妹，而且他妹妹好厉害，敢拆凶狗的家，还敢跟狗决斗。妹妹，你怎么不怕狗子啊？你是怎么驯服狗子的？教教我呗。我才不跟笨蛋表哥一起玩，笨蛋会传染的。扑通一声，八皇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捂着胸口寻思，他咋能听到妹妹的心里话？他该不会是什么大罗神仙转世吧？妹妹，跟表哥玩呗，说句话也行啊。表哥有好多钱，钱再多有什么用？有命拿，没命花呀。天生的短命鬼，唉，可怜可怜。啊，你说呀，怎么不说了？我怎么短命了？这时，总管领着2个书童走了过来。奴才见过暖妃一人，这是其他2个候选的书童。皇儿，快过来，认识认识新朋友，将来也许是你的伴读。砰的一声，站不稳的陆星河朝后栽去。星儿怎的了？头一次见你这般冒失。娘，是我早上没吃饭，有些晕了。什么没吃饭？是看见我亲小哥来了，害怕了吧？正主来喽！咦，我就说四处找不着这小杂碎，竟跑宫里来了。这小杂碎是怎么勾搭上皇宫里的人的？难道他们知道了小杂碎的身世？表弟，这2人从哪儿寻来的？看着不俗，都快把我比下去了。就那高壮的，曾经做过我3皇兄的伴读。那生得好看的，是大学士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他卖诗赚钱，觉得是个人才，便领回来了。你也知道，皇家选伴读都从民间、朝臣及皇室内各选一个。虽不知母妃为何要我这么说，但为了399那匹汗血宝马，值了。幸好不是得知了身世特意寻来的，不过这小杂碎的运气还真是好。不，绝不能让小杂碎入宫做8皇子的伴读，时间久了必会真相大白。妹妹，你领着他们2人去偏殿换统一的衣裳吧。行，那麻烦大姐帮我照看着星河和呱呱，你们同我来吧。暖妃身边的心腹宫婢茯苓
对其中一个少年道：“你随我来，你的衣裳在别处。”待福临和少年离开，向娘亲，向你舅舅，向你大哥。少年定定地看着他，眼睛不眨，话也不说。怎么了？你是不是怪娘？不是的，我只是不敢相信我有娘了。我怕一眨眼一说话，娘就不见了。你愿意认我？我听大哥哥和妹妹说了，娘也是个可怜人。况且我做梦都想要有娘，有了娘，我就再不是野孩子了。好孩子，我的小儿子这么多年受苦了，娘会保护你的。我知道家里都是坏人，不是相认的好时机，我和大哥会等的。换好衣裳，苏锦轩同福临带着2个少年出来了。少年很开心，我有名字了，我叫颜之，嘿嘿，真好听。暖妃赏了糕点和茶水，正说着话呢，陆星河忽然来到暖妃面前。姨母，为八皇子选伴读是件大事，这个人不配做八皇子的伴读，为何？因为他是小官，脏得厉害。颜之觉得一股腥黏的液体从嗓子里涌出，他艰难地吞下，2只深陷的眼睛空洞无神。即便他是清白之身，但被卖到清官是事实。娘会嫌他脏吧？母妃，我不要小官当我的伴读，我的清白之身不保了呀！鬼叫什么？星儿啊，这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你认识他？你怎的知道他是小官？还是说你去过那种地方呢？我没有，我才没去过那种地方，是我同窗说的，特意指给我看了。星儿一向拿证据说话，怎的今日这般冲动，真是让娘失望。娘，我也是为了姨母和表弟好，我会拿出证据的。用完膳要离宫了，陆星河找到八皇子。表弟，你常在宫中，对外面一无所知，我是你表哥，怎会骗你？你千万不能选那个人当伴读，不然啊，你会变成龙阳之好的，到时候啊，某处不保啊。八皇子下意识夹紧了屁股。陆星河知道他胆小，丢下这话便离开了。八皇子夹着腿回头，看见跟毛毛虫似的趴在草丛里的表妹。呱呱，你躲在这儿干什么？偷听。第一次见有人把偷听说得理直气壮的。你想要豆豆听你话吗？八皇子的脑袋快点到土地庙去了。你选好康的小哥哥做伴读。我不要，我要保住我的清白。我表哥好蠢呐，难怪被人害死了，谁的话都信。哼，不听我的话，以后别怪我见死不救。听到心声的八皇子暗暗握了握拳。在性命和清白之间，还是选择保命吧。颜之他们没有进入皇宫做伴读之前，是要在宫外住的。这时他的客栈门被敲响。小杂碎，别以为你能摆脱小官，能摆脱我，我是不会让你有翻身的余地的。你想干什么？娘，德公公，你们上来吧。星儿，你特意把娘和你姨母宫中的德公公请出来做什么？星河为姨母、为表弟、为皇家，也为苏家着想，认为绝对不能让一个小官做八皇子的伴读。今日我寻来了证人，要揭穿他。陆星河拍拍手，多人走楼梯的嘈杂声响起。各位都是京城小官楼的官宝们，他们对他可是熟稔无比。敢问，你们可认识他？他是否曾在你们处做过小官，供人赏玩？颜之盯着这一双双熟悉的脸，过往被教训的回忆如开了闸的水，他的脸都白了。他知道，他完了。他呀，这生的倒是好啊，
不过我们关楼哪有这个福气找这么个人来呀？另一个官保说：“不认得。”不认得？怎么会不认得？他深吸了口气，走到苏锦轩面前：“娘，我想他定是以身子为蛊惑，收买了他们说谎。”星儿，你在娘心里向来彬彬有礼，谈吐不俗，可你方才说了些什么脏话？陆星河被打懵了，他不想输，急着抓过铜窗：“你来说，他是不是小官？你当初还看中他了？”陆兄，我不知道啊，你可不能瞎说话啊！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暖妃宫里的公公鄙夷地看着陆星河，没想到娘娘竟有个满嘴谎言的外甥，真是给娘娘丢人。皇上伯伯出马，看谁还敢瞎说。有个皇上当亲戚，好像比我渣爹管用。今日让你受委屈了，这几日的房钱由我们出，你且安心住下，等着入宫便好。多谢夫人。夜里，一个黑衣人摸进严氏的房间，燃了迷香，撬开门锁，迅速移到床前，拔刀狠狠插下去。手感不对，掀开被子，背下空空如也。屋外巷子内，严之看着顺着他窗子恼怒跳下的黑衣人，攥紧了拳。是谁？是谁重要吗？躲不过跑不了陆家的人，所以我们更要出人头地，帮助母亲。我知道了，大哥。大哥，那小杂碎必定躲出去了。我看更像是有人帮他。总之，明日的伴读选拔，你要好好表现。大哥放心，有妹妹助力，我必胜。父皇、母妃，我选好伴读了。没关系的，表弟，只要你开心就好。陆星河悄悄来到一座宫殿，推开门，迷乱的一幕映入眼帘。三皇子正扒着一个太监的裤子。我为三皇子寻了个上等的货色，可惜他是八皇子的人，还口口声声说谁也不敢得罪八皇子。哼，老八算什么东西？我外祖家看他外祖家不顺眼很久了，今儿个我便给他个下马威。须臾，一个面白无须的小太监来到暖妃宫中。奴才见过暖妃，八皇子。皇上说有些书要给伴读，让伴读随奴才去拿吧。也没在皇上伯伯身边见过这人呀。他拽着八皇子，给你一个讨好我的机会。呱呱，这是我父皇的书房，不能随便进，会被打屁屁的。皇上伯伯不会。虽说今日你在父皇面前放肆，他没有发火，那是因为在考核呀，我父皇没空搭理你。现在不一样了，父皇办正事呢。呱呱觉得表哥啰嗦，干脆自己往上走。姨母啊，我对不起你，没保护好妹妹。可当他看见太监总管笑呵呵地把人抱进去后，觉得天下都塌了。你当八皇子的伴读有个屁用，还不如跟着我吃香喝辣的。皇上最讨厌龙阳之好的人，你就不怕被发现后被皇上厌弃吗？呵呵，你以为我娶皇妃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给我挡这事儿的。砰的一声，门猛地被推开。逆子，你敢骗婚？这要是让你岳丈朕的朝臣知道了，朕的老脸往哪儿搁？打今儿起，你不用去上书房了，也不必习武了，就在殿内给朕好好反省反省。朕非要改了你这臭毛病。另外，把这事告诉苏妃，她教子有过，罚她面壁，并罚俸禄3个月。皇上威武，呼啦哩啊啦啦！处理完家事的皇上还想着跟奶团子说几句话。谢谢他帮自己选城池，他选的城池可是富得流油啊，底下全是宝贝。
可这小祖宗根本不给他机会，拉着颜值往外走。陆星河看着颜值安然无恙的出来，气得浑身颤抖，差一点就毁了那小杂碎，谁知小杂碎没毁成，竟毁了三皇子。幸好没连累到苏菲，不然我们的计划便缺一块角。星儿，你说皇上格外喜欢陆呱呱？看着不像喜欢，没有表现出喜欢的神色，纵容倒是真的，不然怎会让他坐着吃东西？今日半途考核，许是顾忌龙颜，不便和孩子发怒。小哥说的对，才不是喜欢，我是天之凤女，皇上只能喜欢我。云凤说的对，皇上无女，纵容女孩也是正常的，但绝不会喜欢跟蠢猪一样喜欢吃睡的陆呱呱。那该如何让女儿引起皇上的注意？我有办法。闻陆家千金陆菲儿所生的女儿凌云凤带来的福泽。我记得这孩子之前赌石很厉害，后来输得一败涂地。嗨，小孩子精力少，偶尔输一次正常。都说陆菲儿灵芝母体，生的孩子也不俗。凌云凤今日能招来我朝的朔禄，朔禄可是我朝的朝宝，见者大吉，他真能招来。招禄啊！哼，有我不可能。朔禄马上到了，大家不要眨眼哦。凌云凤为何要选今日招朔禄？那是因为他和同类沟通，今日天象特殊，会有奇景，而且他同类说了，会帮他招来朔禄的。云凤花，朔禄来！悉悉嗦嗦的声音响起，百姓们真诚的双手合十。下一刻，出现此起彼伏的尖锐暴叫，脚下灰了吧唧的耗子四处乱窜。什么灵芝母体生出的祥瑞？我看是灾星，不然怎么会招来耗的？哎呀，打他呀！赶紧让这些耗子消失啊！凌云凤被打得头破血流。为什么来的是耗子？朔禄呢？陆菲儿抱紧了凌云凤，朝下跑去，脚下一滑，猛地绊倒。耗子在他们脸上跑来跑去，最后还是陆明轩、陆松风把他们解救了出来。凌云凤忽然瞧见了骑在舅舅脖梗上的陆呱呱，是他吓跑了朔禄，招来了耗子，他是灾星。可惜除了陆家人，没人稀得听他说话。明轩，呱呱这灾星若是继续在陆家，怕是会影响我们呢。今日逢爹爹本命年，苏氏生下呱呱这个灾星，其他2个灾星也和他们认识了。儿子担心，这不是好兆头啊！况且我们陆家不是世家，都是靠爹爹的才华和本事走到了今日。若是计划失败，被苏家影响了，我们陆家怎能拥有荣耀的侯爵？难道父亲不想当侯爷吗？不想让陆家子孙世袭吗？我想，我当然想，我甚至想。他的野心更大。每每想到拥护苏家的那些朝臣们说我是泥腿子，说我配不上，我就……所以爹爹，我们要看着苏家跪在我们面前哭。陆呱呱是灾星，明日一早，你将陆呱呱送到寺庙。见他眼神迷茫的点头，这才满意起身。陆呱呱没睡，黑溜溜的眼睛盯着渣爹，挥着小拳头。打他啊！biu biu biu。次日清晨，哥，你把云凤抱哪儿去了？方才小厮说天未亮，你便把云凤抱走了，快把孩子还给我呀！你说什么？我抱走了云凤？不对啊，应该是苏锦轩送走陆呱呱呀，怎么变成了我？该死！松风说的果然不错，这孩子就是个妖孽灾星。陆明轩都没心思上朝了，拼命的回忆，把丢到半路的凌云凤抱了回来。凌云凤满脸蚊子包，肿成了胖猪头。猪头肉。菲儿，
云峰这是怎的了？莫不是自己爬进了草丛？昨儿个忘开窗了，所以飞进来许多蚊子。菲儿没被蚊子咬，也是怪稀奇的。因为他的血臭，蚊子咬他。林元凤气得直掉泪，咸泪刺激的他脸更疼了。该死！我早晚把你这个人参精吃了补身体！大硕重视人才，这不又到了考试的时间。我孙儿马上要考试了，这关系到陆家的前途，关系到陆家祖坟能不能冒青烟。从现在起，不管是走路、吃饭还是说话，都不能发出声音，免得打扰我大孙学习。尤其是你。陆老夫人厌恶嫌弃地扫过捧着红薯吃的喷香的陆呱呱。动静那么大，没教养。吃饭、走路、说话没动静。祖母是死了吗？只有死人发不出声音的哦。死人要摆席。呱呱可以吃吗？陆家做了什么孽呀？养了这么个不孝的东西啊！哇，祖母啊，云峰会让陆家祖坟冒青烟的。切，不就是冒青烟吗？多简单，我也会。呱呱怎的来陆家墓园了呢？小家伙粗溜下来，颠颠跑到陆家祖坟前。墓碑前放了好多贡品，有烧鸡，有糕点，有糯米饭。哈喇子瞬间流了下来，小手抓了上去。呱呱，这是贡品，不能随便吃的。能，在家里吃东西不能发出声音，那就出来吃个饱饭为止吧。吃饱喝足的呱呱拍着圆滚滚的小肚皮，想到陆老夫人的话，祖母要祖坟冒青烟，我会。奶团子哼哧抱着柴火放到祖坟前，又吹了火折子丢了进去。不多时，只见祖坟冒着徐徐的烟雾。冒青烟了，大蝈蝈，我棒不棒？夸我。妹妹棒。陆家人得知祖坟被烧了，气得浑身发抖。小畜生，给我过来，我打死你！烧我陆家祖坟！哎呦，我上辈子这是做了什么孽呀？你上辈子是老鸨。你敢骂我？小奶团挺委屈的，他没骂人，他是能看到的。老太太挥起拐杖要打人。婆母，我是皇上亲封的宜人，呱呱是宜人的女儿，你确定要打？这可是在打皇上的脸。陆老夫人的手下不去上不来的。走走，看见你就来气。陆老夫人看到谁来气啊？难不成在对我妹妹？我外甥女动家法？亲家，误会了，亲家过来有事。苏怀安不理会他。还有1个月便考试了，暖妃来信说宫里有规定，要让伴读参加考试。这个月我把伴读接出来，在外面上私塾补知识，也让行知一起学吧。苏锦轩自然答应，他正愁找什么借口让2个孩子学习呢。这不，机会来了。爹爹，我记得宫中有个规矩，伴读考试没有取得秀才之名，便取消伴读的资格。那小杂碎可连童生都不是啊！皇上，八皇子虽说过了伴读考核，可他就连个童生都不是啊！这样的人怎配给八皇子做伴读？是啊，皇上，请皇上三思啊！不然便等他成了秀才之后，再做八皇子的伴读吧。陆钦怎的知道，那孩子此次考试当不成秀才？皇上，考试都是一阶阶按照顺序考的呀。哦，
朕忘了说，今年考试的规矩改了，有能力者可跳阶考试。皇上，为何？朕做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问了？陆明轩这才清醒，连忙跪下磕头认错。朕做决定，都得过问你女儿的意见。只可惜啊，你个瞎眼的不懂得珍惜这个宝贝女儿。陆明轩顶着流着血的口子回了家，把朝廷新规说了。狗皇帝搞的什么破规矩？要是我……闭嘴！爹娘，没事，皇上改了规矩又如何？那小杂碎这些年被我逼得像落魄的狗，也多年不看书了。我看他怕是连个童生都考不上。就是，夫君，难道你忘了，咱们的星儿可是文曲星转世呢，会怕一个小杂碎？让让，都让让，陆家天才来了！不要这样，要谦让。天才？什么天才？他名字是最后一名啊！你说什么？最后一名？怕是看错了吧？我又不瞎，还想找你呢，压你是第一名，结果可倒好，考了个老莫。你们猜，谁是第一？严正，咱瞧不上的严正成了第一呀！陆星河的耳朵嗡嗡作响，不敢置信地挤开人群看向榜单。严正2个大字无比刺目地在他眼前晃着，而他的名字像阴暗的老鼠般缩在角落里。不可能！闲言碎语和菜叶子往他身上丢，他像逃命般往外跑，一口气回了家。怎么回事？你怎么能输给他？爹，是孩儿运气不好。他把换了考官分到10号的事说了。星儿的文采可是你有目共睹的，那小杂碎未上过1日学，怎能考第1名？定是小杂碎吸走了星儿的文曲星运。你忘了，当初大师曾说过，苏景轩生的孩子都是灾星，会克父克母克兄克一切啊。是，星儿打小聪慧，学识渊博，自打那小杂碎出现，星儿就不顺了。这该死的杂碎！星儿，这杂碎灾力太大，爹爹也被蒙蔽了。没事的，爹爹，我是担心陆家会因为他们遭到劫难。我绝不会让他们毁了陆家的。娘亲，去皇宫找表哥，好着急，姨母和表哥要出事了，怎么办？杀头的罪呀！苏锦轩的眼皮子猛跳。进宫。陆星河的马车刚刚到皇宫，刚打算掀开帘子下马车，便瞧见2个黄澄澄的东西飘了过去。小家伙从肉包身上下来，颠颠往里跑，吧唧，和八皇子撞了个正着。表妹，你吃的太多了，肚子那么胖胖，都把我撞飞了。我不胖，你肚大，撞飞了我。那我们找母妃评评理。凭什么理呀？再评理就家破人亡了，该喝断头酒了。八皇子正猛呢，力大无穷的奶团子拽着他往宫内跑。妹妹，你拉我进店干什么？昨儿个我新学的蹴鞠踢法，还想好好练练呢。还我，命都要没了。哎呀，这家没我得黄。他噔噔噔跑到衣柜前，拉开。你看，掉脑袋的东东。这龙袍怎么会在我这儿？这要是被父皇看到，必定以为我有谋权篡位的心。到时候我、母妃还有外祖家都完了。皇上来哦！我腿软怎么办？哐的一声，门被推开，皇上走了进来，身边还跟着三皇子和陆星河。儿臣见过父皇，三皇兄不知。绣坊的人说，你近日要了许多布料，要自己做衣裳。儿臣的确要了些布料，想。父皇，儿臣就说他有野心吧。搜。皇上一摆手，几个太监上上下下搜了个遍，但什么都没有。
皇上，八弟一定把龙袍转移了。三皇兄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什么龙袍？你的意思是我要不要做龙袍？父皇，儿臣冤枉，请父皇明察。自然，你要的布料花色明明就是龙袍的花色。八弟，父皇还没死呢，你好大的野心啊！一定被你藏到别的地方了。三皇子的眼睛像浸泡在湿水里的刀似的，又阴又沉的。他逐一扫过每一个地方，眼睛突地定格在坐在地上边玩蹴鞠边塞东西吃的陆呱呱身上。父皇，龙袍藏在这儿了。八弟啊，你人品堪忧，竟利用才1岁的奶娃娃。皇上和奶团子来了个死亡对视，让他搜小神灵的身 ，no 呢？老祖宗不得把他薅坟里去啊！三皇子见父皇不吱声，急得牙疼，朝奶团子走去。不行，不！他稍微松了劲儿，故意让三皇子把东西拽了出来。拽出来后，众人都沉默了。这是什么？父皇，儿臣是给呱呱表妹的小宠物做了个衣裳。奶团子把衣裳抢了过来，抱起墩墩的肉包，哼哧瘪肚的给他穿上了。皇上看了一眼，这大肥猫穿着红花衣裳，属实辣眼睛。一便是给朕看这个。父皇，儿臣真的看见龙袍了。三皇子你要找东西吗？我来帮你。他肉包找人超厉害，你帮他找东西。肉包有灵性，听懂了，围着三皇子转了一圈，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到皇上面前，叼着他的衣袖往前走。你个小畜生，来我宫殿干什么？给我滚！嗷一声虎啸，肉包呲出利牙，虎眸锋芒毕露。你这就是个虎！父皇，他养虎为患。那是他的本事，让你养，你敢吗？他跟着肉包大步往里走，看看里面有什么。肉包两爪子扒开衣柜，叼着个龙袍甩到皇上面前。三皇子，你想造反吗？皇上伯伯还没死呢。父皇，儿臣没有，儿臣不敢啊。那龙袍是怎么回事？这龙袍本该放在八弟。嘴闭得晚了。你陷害我表哥，擅作龙袍，陷害手足，撤销封王资格，不许参与朝政，进入上书房，在宫中面壁思过吧。你母妃管教不严，迟夺封号，降为贵嫔。怎么会这样？他们可是很受宠的，他们被贬了，我们怎么办？只是被贬，幸好不是被贬为庶人，还会有希望的。会有希望的，不然我这么多年的计划，岂不是要付之流水了？爹，娘，是星儿没用，被小杂碎搅得失了气运，成绩落后，被人耻笑。马上大祭神日了，小哥是文曲星转世，转世文曲，请具神秀。神，我是文曲星转世，我是陆星河。这神该不会也是冒牌而过吧？不然就是没睡醒，要不就是眼瞎了。找个郎中看看吧。神的光束探过去，发现台阶上坐了个把自己裹成球的小团子。神很纳闷儿，他为何会听到人类幼崽的心声，挺上头的。身世不明的冒牌货怎么会是文曲星转世呢？看他长得那么愚蠢，把他当文曲星，难道不怕被愚蠢传染吗？神沉默片刻，觉得奶团子熟悉，但来不及细想。介绍自己，说说身世。我叫陆星河，年11，父亲是陆明轩，母亲是苏锦轩。
后半句才说完，便看到空中劈下一道雷。老天开眼了呀！神严肃，再次问：你不是陆明轩、苏景轩的孩子？陆星河想说谎，可天雷死死地压着他，让他浑身剧痛。我说，我是陆明轩的孩子，不是苏景轩的孩子。神再次沉默了，没想到被一个小豆丁指出了漏洞。他愤怒离去，雷电的尾巴甩在陆星河的身上。听见了没？这陆星河竟不是苏锦轩的孩子。老天啊，这陆明轩可是深情好男儿，当年求娶苏锦轩的时候，可是同苏家下跪发毒誓，保证此生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哎，怎的转眼就和别的女子生孩子了？狗屁！男的要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了。娘，你怕是叫错人了吧？我不是你娘。娘，你别这样，你是我娘，你难道不认星儿了吗？夫人，你疯了？哪有女的打男的的？你这不是下老爷们的脸吗？不就是背着你生了个孩子，有啥大不了的？现在哪个男的不是三妻四妾呀？你独占我儿那么多年了，还不满足啊？我真的是独占他吗？只要想到我和别的女子分享过他，我就觉得恶心。你什么意思？谁知道你在外养的东西是不是脏的？你说谁脏？婆母这么激动做什么？难不成婆母认识外面这脏东西？夫人，你别生气，我跟你解释这件事。是有一次我出远门了，在一个偏僻的茶肆喝茶，谁知道这家子竟然盯上我了，在我的茶里偷偷放了药。等我醒来就发现他家女儿和我不敢告诉你，只好瞒着了。后来他家找了上来，说他家女儿怀孕了，让我负责。我有你了，自然不能收了她，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我只好把孩子领回来了。你把跟其他贱人生的孩子领回来，那我的呢？我的孩子呢？算日子，我和那贱人怀孕生产的时间差不多吧？我的孩子呢？啊！你说呀，说呀！夫人，我怕你伤心，所以没告诉你。我们的孩子生下后身体太虚弱了，不到1个时辰便去了。我担心你受不了，担心你的身子，我就做主把这个孩子当成了我们的孩子。夫人，星儿也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跟我们的亲儿子一样。什么叫跟我的亲儿子一样？是我生的吗？啊！你说我儿子死了，我死去的儿子在哪儿？说呀！死了自然给埋了。在你们陆家墓园吧，我去祭拜他。没在墓园。病死的还不够晦气的呢，这种晦气的死胎，若是葬在我们陆家，岂不是影响我们陆家的运道？夫人，你要理解我呀，我是陆家的子孙呐。我儿子难道不是陆家的子孙吗？你把他葬哪儿了？你们陆家嫌弃，那我便埋到苏家。你天亮时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否则我们苏家是不会放过你的。怎么招个神，还把密室抖出来了？现在想想埋葬死胎的事，怎么跟他交代吧。乱葬岗上不是有许多死掉的野孩子吗？寻个差不多年纪大小的，找一副棺材丢进去冒充一下。对，随便糊弄糊弄算了。苏景轩不是想把孩子葬到苏家？我有个法子。家爹他们要去乱葬岗找个冒牌货随便糊弄娘亲，而且还要在棺材里做邪恶的阵法害苏家。苏锦轩听得头晕目眩，他就等着看陆家人怎么处理这件事。隔着门便能听到苏家人的愤怒咆哮声。岳丈、岳母、大哥、二哥、三哥，陆家的，你们不打算给我们个交代吗？若满口谎言，
神灵不会原谅你们的。想上我大理寺的卷宗吗？欺负我妹妹，也要问问我的妓愿不愿意。他又把和苏锦轩解释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哦，是吗？孩子买哪儿了？带我们去看。陆明轩后背冒出冷汗，他没准备呢。爹娘，你们来了。小妹，跟我们回家。对，走。不对，先让他们带我们去坟地看看。哎呀，外祖父、舅舅们，先不要捣乱呀，先给坏人们做坏事的机会，然后再嘿嘿嘿。爹娘，这么晚了去祭拜，也会扰了孩子，不如明日一早我们再过去，如何？苏家人看出来奶团子的古灵精怪了，便借坡下驴答应了。这我要跟舅回家。你是陆家的孩子，怎么能乱跑？再怎么呱呱去的是苏家，是自己的外祖家，而有的孩子知道自己外祖家的门朝哪儿开吗？陆星河的手攥成拳。哼，哥，假的，都假的，我不要在这儿。看看今晚我们呱呱吓成什么样子了，带回苏家，让他缓缓。小机灵鬼，你不是想来苏家吧？你想去哪儿？找皇上伯伯。这么晚了，皇上都睡了，打扰皇上。苏怀安怕是有好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不会，等会儿皇上伯伯就派人接了。皇上大半夜的派人接，这么诡异的事会发生？苏怀安和家人对视一眼，抱着尝试的心往皇宫的方向走去。见过苏大人。再看陆呱呱，笑得冒出好几条褶子。哎呦，这夜里天凉，快别冻着孩子。多谢公公挂怀，我们把孩子抱进马车。公公噎在嗓子里的话没说出来，就看到苏大人脚步极快地过去了。哎，真是个急性子，不是咱家没提醒你呀。啊，皇，把呱呱给朕，你去治你的结吧。苏怀安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是不是错觉，他好像瞅着皇上接过呱呱的瞬间，脸上的褶子都开出花了。朕知道你托梦给朕后，马上出来接你了。朕表现得棒不棒？小团子竖起个大拇哥，俩人在马车里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堆。公鸡鸣叫前，苏家人便起了，把陆家的门拍得啪啪作响，让刚闭眼小气的陆家人吓得心脏砰砰跳。嫂嫂，不至于天没亮就折腾家里人吧？那希望小姑子你的孩子死了，被埋的时候你也这样慢悠悠的。夫人，为夫准备了瓜果梨桃糕点，还有小孩子喜欢的玩偶，我们一起去祭拜我们的孩子。哼，孩子最需要父亲的陪伴，夫君能下去陪他吗？这贱人软硬不吃啊！在荒郊野岭祭拜孩子总归不太好，先挪坟吧。陆家人巴不得赶紧把坟挪到苏家去。这时急促的骑马哒哒声响起，大内总管握着圣旨朝他们走来。陆明轩愣住，在场的人纷纷跪下。大内总管宣读了圣旨，圣旨的内容先把陆明轩及陆家人通通骂了一顿，然后说再怎么说这死去的孩子也是陆家的子孙，哪有埋在苏家的道理。公公，可是我们已经说好了呀，要埋在苏家的祖坟啊。看来陆大人这是对皇上的决定有意见呢。这皇上都把御林军派出来给你迁坟了，你这是要打皇上的脸呢。咱家这就去禀告皇上，明儿个上朝，咱请陆大人自己跟皇上解释吧。皇上如此挂念陆家，是陆家的福气，微臣怎敢驳了皇上的意呢？大内总管笑眯眯的，
一摆手，御林军们上了，把棺材挖出来，扛着去了陆家的祖坟。哎呀，苍天啊，那里面可是……哇，皇上伯伯威武！棺材里可是埋着乱葬岗冤死后死的尸体，死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而且还把这小孩子开膛破肚了，还往这小孩子的肚子里塞了很邪的黑帽。能听到呱呱心声的人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陆家以后要倒霉喽，嘿嘿！幸亏我和2个哥哥没有入陆家的族谱，不然呐也惨了。娘姓苏，也不会受到连累。陆家这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啦啦啦！晚上给你吃鱼丸。娘亲真好，给我吃好吃的都是大大的好人呢。哐当一声，棺材入了地，一切尘埃落定。陆明轩硬生生吐出一口血，现场兵荒马乱，被抬着搬回了家。在陆菲儿的照顾下，他们悠悠转醒。怎么办呀？那邪祟赃物怎能放我陆家呀？现在晴天白日的不能动，等入了夜，天黑了，咱把棺材挖出来，然后再让菲儿认识的大师给咱家族做法。哎呀，只好这样了。夜终于到来了。陆明轩、陆菲儿带着2个儿子还有几个小厮，悄咪咪地摸到了陆家祖坟跟前。谁敢夜袭坟地？打！噼里啪啦的砸在肉上的声音响起。陆明轩他们忍着疼嚎了一嗓子：别打，别打，我们是陆家人。听了话这才停下。你们是谁？敢私闯我陆家墓园？大人，皇上体贴陆大人，顾念陆大人丧子之痛，特让我们前来守灵3年。什么？守灵3年？那他们还怎么迁坟啊？陆大人不必感动，这是我们的分内之事。明日上朝，陆大人可以好好的感谢皇上。陆明轩嘎的抽过去了。我给你们的惊喜，喜欢吗？哼，专门找人来守灵，还得共吃共住发月银呢。宝宝给你们陆家省了好多银子呀。你消沉，敌人高兴，难道你想被他们看不起吗？因为身世，我已经被看不起了。蠢货，你还有文曲星转世的身份呢，这个身份可是独一无二，谁也无法抢走的。你要振作起来，等爹的计划成了，我们便是侯府的公子了。等娘的计划成了，难道你不想要这些荣耀吗？我该怎么做？下个月有一场猎赛，我会为你文曲星的身份造势的，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弟弟。谁若能拔得头筹，便可向朕提个条件。御林军统领得了皇上的命令，一摇旗子，善骁勇骑射的人如离弦的箭冲了出去。陆松风驰骋着，马背上的他傲气凛然，他看准了一匹猎豹。然就在这时，一支羽箭咻地射了过去，精准无误地刺在了猎豹的身上。没想到当初如蝼蚁般窝在猪圈里的小杂碎，竟然也会射箭了。陆少爷知道你为何退步了吗？为何剑法没有我快吗？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陆少爷每日都沉浸在过去那些糟烂事里，整日想着如何置别人于死地，自然退步了。说罢也懒得看他，抽了下马屁股，扬长而去。看来要直接实行第2个计划了。约莫2刻钟的功夫，陆松风策马扬鞭朝皇上围场奔去，还扬声喊着大喜大喜。听到大喜2字，断无拦人的道理，不然就是拦喜。
什么喜啊？喜从何来啊？若是诓骗朕，朕定会定你个欺君之罪。回皇上，明方才打猎时遇到了一个白狐，这只白狐十分有灵性，竟然会说话。哦，会说话的白狐，他都说什么了？皇上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先祖在开辟大硕时便遇到了一只白狐，先祖向白狐许了个愿，这才有了大硕。要面圣，称自己是当年先祖所遇白狐的子孙后代，可完成皇上一个愿望。皇上有些心动，他往前走去。跟白狐许愿，还不如跟我许愿呢，我可比他灵多了。哎，白狐什么样啊？我想瞅瞅。苏家人跟着吧。苏大人，如此重要的场合，带着孩子去不太合适吧？一个孩子罢了，带着又如何？父亲未免太苛刻了。也让云凤长长见识吧。牙都没长齐呢，长什么见识？陆菲儿咬着唇，真想对回去。难道陆呱呱这死丫头就长齐牙了吗？略，小耗子，气死你！众人浩浩荡荡跟着陆松风来到了一处茂密的丛林。你便是能演有灵性的白狐？是，皇上，小女姓白，名姿，刚刚化身人形，感化出小女同大硕有不解的缘分，便换来的皇上。小女愿供奉皇上，盼吉凶，断祸福，追随皇上身边。灵狐难得，不可流落在外。皇上伯伯挺色呀，看见美人就想收啦，也不怕红颜祸水。皇上听得心尖尖很颤，竖着耳朵还想再听点什么，只听到了奶团子超大的超香的打呼噜声，听得人啊升起了浓浓的困意。最终是行之拔得头筹。皇上问他有什么愿望，他一不提财，二不提官，只平静地说了一句：只希望江河繁盛，唯有这样，我才能和家人团聚。皇上对他十分满意。谁？放屁！是放炮，是皇上身边的大内总管来赏赐了。赏什么？猪肘子？鸡肉？不是赏小小姐的，是赏大公子的。什么？赏冒牌货大哥？赏他什么？黄泉路吗？为什么？因为皇上带回宫的白妃是大公子发现的，皇上觉得大公子有功，所以……什么有功？这是陷阱，是阴谋，美人计呀！臭男人都逃不过美人计。苏锦轩走过来便听到这一句，行之不忍母亲辛苦，伸手要抱。臭男人！无辜躺枪的行之都无语了。还是咱们松风运气好，遇到了灵性的白狐。就是白狐感恩，皇上也感念是松风让他们相遇了，不然怎么会赏下这么多东西呢？陆松风橘皮的脸蔓延着笑意。娘的招数真好，没想到美人计这么管用。皇上赏了那么多东西，咱们陆家也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我想着让御林军守灵实在是太浪费皇宫的人力了，便提出让皇上收回成命。皇上让御林军撤了，还夸赞咱们陆家懂得体谅圣上呢。咱陆家呀，有望啊！眼睛扫到走进来的苏锦轩，老嘴一撇，某些人还以为自己家多了不起呢，还以为我们陆家靠着他家呢。哼，这回啊，可是咱们陆家自己出血。真是恭喜婆母了，我也算是陆家人，也为陆家高兴。只是，可别是昙花一现呢。你个乌鸦嘴！老夫人，少爷，来了，人来了！
谁来了？苏锦轩纳闷儿，陆明轩狠瞪了管家一眼，管家这才反应过来，强拐了弯儿，转了话题。这送肉的小贩，皇上又没赏赐你，你怎么高兴的都傻了？是奴才激动了。有瓜，已化了他们的怨恨，现在起开坟墓吧。小厮们哼哧哼哧刨着坟。小破烂符还想压怨气？小康怨鬼追着坏蛋跑。行之听着，心里冒出不好的预感。坟墓刨开的瞬间，只见里面的黑猫跟活了似的，咻地窜了出来。该死！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响起，陆松风他们吓呆了，想上去拽猫，对上猫亮的阴森的眼睛，吓得不敢动。更惊悚的是，棺材里的小孩也贴了上来，死死扒在陆明轩的后背上。救命啊！陆明轩吓疯了。我想到了更好玩的。没多时，陆明轩、陆菲儿一前一后的疯跑了起来，呱呱骑着肉包跟在后头。快出来看鬼鬼呀！没睡的百姓们好信儿出来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是怎么教的孩子？不知道要以家族脸面为重吗？孩子都在你手里教养坏了。去，把那逆女叫来，从现在起养在菲儿手下，再好好教训教训。我的女儿凭什么养在别人手下？我养不好孩子？哼，一个未婚先孕、生活乱套的人，便能养好孩子吗？嫂嫂你，不要叫我嫂嫂，听得恶心。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半夜偷偷出去找大师超度，还要迁坟，怎么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心虚了？害怕了吗？乱说什么！我只是想给死去的儿子挪个整个陆家风水最好的地方。这样啊，当年风水大师来看墓地时，曾说过风水最好的地方就是老祖宗的墓地。想来夫君是想把咱们死去的儿子同老祖宗埋在一起。老祖宗若是能看到第5代，定会高兴极的。我这就去准备。这事儿很快传遍了，大家伙都巴巴地等着陆家迁坟呢。上朝前天才蒙蒙亮呢，疲惫的皇上做了个噩梦，梦见他老子揪起他的脖梗子，啪啪给了他好几个耳光。再看去，老子的脸变成了奶团子陆呱呱的脸。大说要散会儿啊！他忙爬起来看折子，问太监近日的大事。得知陆家搞出半夜迁坟一事，又看到苏家的上奏以及百姓们议论的事，当即拍板，准了把陆家死去的孩子和老祖宗葬在一起。我陆家从生到死都不得安宁了，将来我下去怎么有脸见陆家的列祖列宗啊？然就在这时，皇上的另一道圣旨下来了。陆大人之前上折子，心疼妹妹陆菲儿的女儿未上陆家族谱，孤苦无依的，希望皇上应允上陆家族谱。皇上啊，仁义就答应了，咱家今儿个便做个见证。陆菲儿怀里的林云凤听到这圣旨，差点晕过去。他要上的陆家族谱那是迁坟，请大师超度过后再上啊。现在上陆家族谱，岂不是要共担陆家恶劣的风水？我不要上，不要！那坟里……刚要说出实话，被陆明轩死死捂住嘴，警告地看着他。小耗子以后要倒霉啦！姐姐也上族谱，连一起！想害我，美的你！好啊，上族谱就带我去寺庙
说我是在……不行！意识到情绪太激动，陆明轩忙缓了语气。夫人，为夫没有别的意思。呱呱出生时体弱多病，不比云凤康健，过早的上族谱，怕他立不住。这话正中苏锦轩下怀，他也不稀罕女儿上陆家族谱，他嫌脏。林云凤消了吴家的族谱，上了陆家的族谱后，便觉得身上重了许多。他知道这是背了陆家的共业。妹妹，父皇和妃子比较亲密，咱们不能看哦，咱们还是个孩子。秘密我最喜欢秘密。你们在互相喂好呲呲吗？能给我一口吗？皇上尴尬的直咳嗽。好胖的小孩呀！咦，好假的女的呀！皇上伯伯好笨呐，我打个盹儿的功夫就把这假狐狸带宫里来了。哎呀，大家怎么都喜欢假的呢？是因为便宜吗？什么？爱妃是假的灵狐？你找我干什么？糊了眼的东西，我来让你清醒清醒吧。小人参走到皇上跟前，仰着小脑袋，拍拍龙肚。你放肆！不知怎的，皇上忽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再看白妃，竟没有之前美丽，那张狰狞的脸让人厌恶。朕都允了，你不必多嘴。白妃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皇上，不好了，三皇子被八皇子推到河里去了。皇上一怔，匆匆去了御花池。皇上，三皇儿好不容易解了禁足出来，原本想给皇上请安的，谁知半路遇到八皇子。父皇，八弟嘲笑儿臣，挑衅儿臣，挑衅皇上的权威，还说会想法子害儿臣的。儿臣气不过只是争辩了几句，便被八弟推入了池水。父皇，八弟这是想要儿子的命啊！错了，明明是三皇子故意拦了八皇子的去路，还对八皇子说他和母妃有白妃这个助力，在皇宫他们就是老大，还故意碰瓷八皇子，自己往河里倒。听了心声的皇上混乱不已，一方面是魂牵梦萦的妃子，一方面是两个皇子，他的头阵阵晕眩，忽然晕了过去。皇上，父皇，皇上的脉象平稳，可就是醒不过来呀。不知为何，真是奇怪。皇上会不会是中邪了？不然寻个大师看看吧。此话有理，毕竟临近寒衣节了。白妃是灵狐，必定认识得道高僧，这事便由你安排了。这是臣妾该做的。皇上属龙，今年有节，本大师算了算，龙和狗犯冲，在场是否有最小的属狗的？这等人可是大大的冲了皇上啊！我知道，是他，陆呱呱，他是属狗的。我还听说寺庙的人都说他是灾星呢。我知道，四打子出生后，陆家出了不少事，肯定是被他克的。大师上前，本想摸魂脉，奶团子朝他呲牙，小肉包也啊呜了一声。大师被他的眼神吓退了一步。这孩子的年日月柱都不吉利，可是十足的灾星啊！若是再留下，怕是会对皇上的龙体有害呀。烦请大师出个解决的法子。先关进牢房，在断头那日，我会亲自灭了他的灾魂。八皇子吓飞，哇的哭了出来，顺拐的朝外跑去。母妃，完犊子了，妹妹要被砍头了！表姑跑什么？我听说断头饭超好吃，超丰盛。
我要忍不住了，快送我进牢房！在场的人都无语了，这是哪来的奇葩？抢着进大牢，抢着吃断头饭。呱呱被押进大牢的事瞬间传遍陆家、苏家，整日病病歪歪的，生的孩子也是个灾星，一天天的心里没点数，把那死丫头往宫里带什么？现在好了，摊上大事了吧？亏得没上族谱呢，不然什么？不管上不上族谱，他都是你的孩子，难道不是吗？怎么，你不想管？管？你让我怎么管？冒着杀头的危险求皇上，为了这么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你想赔上陆家吗？母亲，陆家发展到今日不容易，秦母亲有大爱，妹妹若真的去了，陆家人善，必定会给妹妹一个盛大的葬礼。无足轻重，葬礼？哼，我要的是个活人，想办葬礼，等你们死后会有的。小妹，我同关押呱呱的人有点交情，准许我们前去探望。真的？太好了！我给呱呱准备些他爱吃的，还有被子。他那么小，牢里环境那么艰苦，该怎么受得住呀？妹夫，要不要看女儿？不必，我不想见这种灾星。呱呱姑娘在最里面的头号天字房，平日只能我过去送饭，无人能进，所以咱们快些，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天字房那是重犯住的，条件艰苦，吃喝不好，我可怜的女儿呀！我可怜的外甥女呀！我可怜的外孙女呀！牢头都无语了，用奇怪诡异的眼神看着苏家人。牢头领着他们来到天字房，开了门。苏家人刚要嚎，张大的嘴呆住，整个一个目瞪口呆。娘啊，你走上来救呱呱了，呱呱吃不饱睡不好，都瘦了。苏家人都沉默了。您吃好了？牢头蹲下来给奶团子擦嘴擦擦手，又把屋子牢房收拾了一遍，这才端着饭碗出去。娘亲叔叔好善良啊！哎呀，秘密被娘发现了，被外祖父他们发现了，难道我说我会变魔术？是呱呱讨人喜欢。从牢房出来后，苏家人擦擦不存在的眼泪儿。呱呱这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聪明，何止是聪明啊，简直就是小神童。有呱呱，咱苏家祖坟上报情赢了。小妹，可别告诉陆家。他们把陆菲儿当成灵女，把她生的孩子当成神灵转世，迟早会有后悔的那日。我呀，才不当恶人，不戳穿他们的好梦。香香美人呐，光是闻着就让我心猿意马了。死鬼，皇上还在呢。他呀，不是让咱们用符弄晕了吗？哪怕呀，咱们把这地儿给摇塌了，他也醒不过来。律动响起，忽然砰的一声，屏风倒了，皇上阴沉微杀的脸映入他们眼帘。皇上饶命啊！是这个贱人勾引我的。奶团子嚷嚷着要去叫人，皇上惊得手腕一抖，他可不想让整个皇宫的人都知道他被戴了绿帽子。拍拍手，一道轻飘飘的身影飘了过来，跪在皇上面前。处理掉。亏得朕听了你的劝，及时悔悟。不然啊，便被坑死了。看在我坐牢时你打点我的份上，我送你个礼物。
奶团子掏出个绿帽戴在皇上头上，那嘿嘿嘿，适合皇上伯伯。皇上都无语了，一把剑正中膝盖。过2日便是寒衣节了，我大硕十分重视，会让皇子引领众人放花灯，告慰皇族的灵魂。你也来啊！寒衣节放花灯，不好玩，不如在家睡大觉。那一日的吃食倒是十分好吃，你若不来，便不准备了。太晚了，皇上见他困了，没让他出宫，安排八皇子的母妃照顾奶团子。八皇子母妃悄悄把这事告诉了苏家。早上，苏锦轩早早的起来了，收拾院子，准备艾叶水，让小厨房做吃的，心情美美的在院子里哼着小曲儿。你想通了就好。我想通什么了？夫人，呱呱将死，我做爹爹的也很伤心，但日子总要过下去的。你把好东西收拾出来给云凤是对的。嫂嫂放心，云凤会孝顺你的。你们以为我收拾屋子准备吃食是为了林云凤？不然呢？不好意思啊，我是为了迎接我女儿呱呱。嫂嫂是不是伤心过度出了癔症了？呱呱啊，可是大师认定的灾星，没得活了。这时门外响起一串欢快的鞭炮声，苏锦轩忙把艾叶水盆放在他脚下，让他跨过去。嫂嫂，你好大的胆子，苏家好放肆，竟敢把将要处死的灾星擅自放出来。你想害死陆家吗？快报官！小厮得了令往外跑，撞到了正往里进的公公。没规矩的东西！公公，这灾星逆女私自跑出来的，我全然不知，我可做首告。皇上特让咱家来宣口谕，陆氏呱呱无罪释放。什么？无罪？他不是灾星吗？会不会搞错了？你在怀疑圣上？不敢。公公朝呱呱眨巴眨巴眼睛，乐呵呵地走了。陆家人脑袋正懵时，陆菲儿身边的丫鬟急得从外面跑进来，还摔了个狗吃屎，顾不得什么，拍拍土跑到陆菲儿耳边说了些什么。什么？他们精心培养的白狐灵女就这样死了，还有大师也死了。他们两个是犯贱病了吗？在皇上跟前迫不及待的。陆菲儿气血攻心，直接晕了过去。朕子女元宝，大皇子忧郁疯癫，太子瘫痪在床，唯有让三皇子替朕为皇族的祖祖辈辈放第一盏花灯。哇，皇上伯伯为什么要让三皇子放花灯啊？皇族的列祖列宗们要是知道让仇敌的后代放花灯，会不会气得从祖坟里跳出来呀？哇，仇敌继承皇位，好刺激的呀！皇上听了一愣一愣的，脑子一抽一抽的。等一等，父皇怎么了？三皇儿近日身子疲惫，朕不忍劳累你，别让你八弟放着花灯吧。这是借口，父皇为何会忽然改变主意？哎，这怎么回事啊？该不会是三皇子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吧？当众被取消放花灯的资格，真是够丢人的。三皇子的母妃还有母家，整张脸涨得通红，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八皇子却被突如其来的惊喜砸晕了。就在八皇子小心翼翼朝河边走去之时，一双脚忽然伸了出来，想绊倒八皇子。要知道，皇上下令放的第一盏花灯可是非常重要的，代表着江山大吉，安康百顺。花灯倒了，昭示着放花灯的人不吉，轻则责罚，重则皇上厌弃。哼，有我在，
看谁敢坏我表哥。自打满月后，他的灵气在慢慢恢复，晃了晃小手，无形的光影啪地打在那双脚上，那脚抽搐地僵在原地。八皇子顺利地将花灯放了出去，皇上心情愉悦地叫了声好。放完花灯还有个刺菊花的流程，皇上笔蘸朱墨，在皇子或公主的额上画一个红花。皇上的皇子比公主多，公主唯有一个，跟着太后去寺庙礼佛了。就在众人以为皇上会赐八皇子菊花时，皇上朝呱呱摆摆手，奶团子倔哒上去了。皇上一手抚住奶团子的后脑勺，一手在他白嫩嫩的脑门上画了个花。八弟，你以为父皇喜欢你？你还没有一个外人讨人喜欢呢。你这个表妹很有心机嘛，故意和你争宠。我的表妹当然最厉害，最讨人喜欢了。皇上，此女非皇族的孩子，怎配皇上赐花呢？更何况微臣听说此女是灾星啊。朕做事也轮到你管了。就是，多管闲事的坏家伙！你明知你现在的女儿是假的，是韩族的余孽，怎么不告诉皇上？什么？现在，此时此刻，他的妃子，他三皇儿的母妃是假的，是韩族余孽。要知道，当年韩族可是祸害了大硕不少良臣，他们挑拨离间，勾引官臣，闹得人家破人亡，朝廷动荡，无恶不作呀。先祖还有先帝，便是被韩族的人害死的。你去查一件事。暗卫领命而去，只查了3日便查出了真相。礼部尚书女儿5岁时便走丢了，后被韩族余孽杀害。韩族余孽把他们精心培养的孩子替换了，为的就是在大硕朝廷的重臣家中安插自己的人，安插多了便像爬满蛀虫的大树，慢慢的腐烂。必是陆呱呱这灾星搞的鬼，他不去皇宫，什么事都没有；他去了皇宫，倒霉的事接二连三的发生。明轩，陆呱呱就是个克星啊，克咱们陆家。要是继续留着这小灾星，你还想往上爬？他不把你活活扒下一层皮不错了。那该如何是好？这小畜生把皇上都收买了，就让皇上亲自给他点花，而且我们还折了个礼部尚书。哼，还不是看八皇子的份上，不然他算什么东西？礼部尚书那边再找人顶上去。三皇子出事之前曾说过，皇上唯一的巧乐公主跟在太后身边礼佛呢。这公主性子刁蛮，十分自私，不喜谦让，有仇必报，甚至常常虐杀动物。她若是知道这小畜生抢走了她的宠爱，会不会……听闻这公主每逢初冬便会回来，明日便要下雪了。娘，哥哥打我！衣裳都脏了，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你走路不看路，还怪我？就是你打我！哼，这才叫打人呢！哼，我有靠山了！哼，你等着瞧吧！我等着，我不怕。父皇，他是谁？为何让他进宫？小乐讨厌他，我也讨厌你。巧乐，你皇祖母怎么会忽然病那么重啊？巧乐不吱声。因为他呗，非要半夜跑出去，让本来就病了的太后满寺庙找他。巧乐，你又调皮了吧？巧乐倔强的不说话，拿出小鞭子递给皇上。想打就打，我但凡哭一声，我都不叫君巧乐，还怪有骨气的呢。皇上，太后她咳血了，怕是不行了呀。皇上差点晕倒。咳血就不行啦？唉，这群太医好笨笨哦，我一根须须就能搞定。
呱呱，太后在祈福时，朕便同太后说过你，太后很喜欢你，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好吧，看看吧。殿内，奶团子看着太后，发现她浑身上下散发着太阳光。看来是个好人呐，好多人呐。乱糟糟的，吵得太后歇息不好，都出去。他也出去了。见人离开了，奶团子这才调动了自己的灵气。太后缓缓睁开眼，看到一只胖娃娃，呢喃出声：哀家方才做了个梦，梦到哀家来到一个人参果树下，一个神仙说吃一个人参果，哀家的病就能好。可哀家看着这些人参果，就像是一个胖娃娃呀，怎么忍心吃啊？这人参果怎么还跑到哀家的宫里来了？呱呱看着太后，忽然想起来了，前世他当小人参精时，常常化作人参果玩耍。他瞧见一个口渴到快要晕倒的老奶奶，完了，一定会被吃掉解渴的。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老奶奶没吃他，还把仅剩的水壶里的水交给了他。难怪我这世会遇到这些人，原来都是命定的缘分呐。好胖乎的孩子呀，瞧瞧这小元宝一样的双下巴，多有福气啊！我救了你呀，你怎么还埋汰我呀？他是谁啊？他叫陆呱呱，比你小3岁，你要叫妹妹。你就是陆呱呱？我喊出名。君巧乐没理他，对太后道：皇祖母病好了，也需要人气。巧乐认识一个非常灵气、非常厉害的小伙伴，他可是吉星呢。皇祖母抱抱他，兴许能长命百岁呢。还有这样的神人？本想拒绝，对上孙女巴巴期待的眼神，还是应了下来。皇上伯伯，我也来吧。罢了，能变瘦变漂亮吗？第二天早上到了皇宫以后，陆呱呱才知道，原来君巧乐说的吉祥物竟然是凌云凤啊！他们2个人离得那么远，是怎么认识的呀？小家伙只需要费一点点功夫便知道了。皇祖母，这就是我的好伙伴，也是小吉星，叫凌云凤。人的感觉还是很敏锐的。太后对这孩子的第一印象并不好，看着是小孩，那双眼睛不安分的滴溜溜乱转，在刻意观察大人们的神色。云凤见过太后。云凤听说过许多太后的事迹，对太后十分崇拜呢。云凤也格外羡慕巧乐姐姐有太后做皇祖母。你听说过哀家什么事迹啊？当年当老鼠精时，偷开了不少人类的画本子。你用阴险的手段上位，成了太后。太后真厉害，我要向太后学习。太后的脸活脱脱像喷墨的八爪鱼。这孩子不大会做人呢。他不对，太后是用人格魅力赢的。这话哄得太后脸上都开出了褶子花。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还变得这么要好？上次我偷跑出来，遇到了好多耗子围攻，是他救了我。他超厉害的，那些耗子都听他的。我记得那次，那些耗子就是他招来的呀。而且他是故意偶遇小公主，故意放耗子吓唬小公主，再来个救人的戏，为的就是和小公主做朋友，以后就可以利用她了呀。小公主挺漂亮的，
就是脑子不太好使，不像我，嘿，没脑双全。太后听了呱呱的心声，对小孙女很无语，是没啥脑子。既认识便是缘分，你们仨的年纪也不小了，不能见天的疯玩。宫外有个幼儿的启蒙班，让夫子带带你们。太后的本意是让呱呱带带小孙女，帮小孙女认清凌云凤的真面目。凌云凤高兴坏了，这说明太后接受她了。她要回去和爹娘说：太后啊，我救你一命，你竟用上学堂报复我。晚间，奶团子撅着小屁股四处寻觅，终于在竹林的针线盒里掏出一捆绳子。他抱住公鸡，小手摸着鸡脑袋，和他有商有量的。我轻轻的，你忍住哦。你在干什么？明儿要上学，我把公鸡的嘴绑住，公鸡就不打鸣了，大家就一直睡觉，就不用上学啦。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公鸡的嘴封没封住是不知道，呱呱是得起来上学了。私塾来了约莫7、8个小孩，最大的也就5岁，哭声此起彼伏的。夫子拿他们没法子，见君巧乐、凌云凤、陆呱呱没哭，灵机一动想出个法子。你们仨谁能让他们不哭了，我会答应谁一个要求。本公主命令你们不许哭了，谁再哭，本公主让父皇砍了谁的脑袋。这群娃儿们只愣了一下，哭得更厉害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学许多东西，爹娘才会更喜欢我们。这群小屁孩哭得更有节奏了。学东西才会被爹娘喜欢，真的好可怜哦。有本事你来哄！呱呱默默坐在位置上，默默地拉开了背包，掏出了许多小零嘴儿。谁不哭才可以吃。哭声戛然而止，一群奶团子围了上去。想吃啊！给我！流口水。这个猪肉脯5个铜板一个，糖画3个铜板一个。小贩贩呱呱边哗啦啦数钱，边悄咪咪地教他们。一会儿偷吃的时候，先把零嘴放桌糖里，夫子看书时快点炫嘴里，要快哦。当着我的面说，你把我当空气了。2刻钟后，呱呱在大硕京城的街道上走出了258万的气势，兜兜里的铜板哗啦啦直响，买了好些平日娘亲不让吃的，吃得满脸花花。陆呱呱在学堂卖零嘴的事很快便传到了皇宫。皇上沉默，太后沉思，让礼部寻个互动性多的活动，让呱呱和巧乐多多玩耍。哀家就不信巧乐的眼睛能一直瞎。第2日，小奶团子们集体打包送到了丛林里。上头说了，要培养你们独立自主的能力。你们在此生活1日，并找到印有皇上太后印玺的宝物，第2天早上会来接你们的。么？是一个奶娃娃？这是要培养我们独立自感的能力吧？本以为几个奶娃娃会哭唧唧的，却不想他们兴奋地围住了陆呱呱。球球，吃！要！小个大头鬼，你们要听话，不然丢了不管你们。我们会过得很好的，到时候他们只会求我们。你是吉祥物，我们会完成任务的。凌云凤前世是耗子，对食物和水源还是很敏感的，拉着君巧乐前行，还歪头故意气他们。
等我们长大吃的喝的，你们不许碰。那你也不许碰我们的。瞅着正好的帐篷，小土豆心里嘀咕着：撒谎族有了点良心，不然我们几个小豆子叠罗汉都没帐篷高，就得挖个坑，埋点土进去睡了。林云凤临走之前对呱呱道：我很厉害，跟着我有吃有喝，你要是跟我跪着道个歉，我们给你们带点儿。你是不是让二郎神当主人了？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说你是狗狗呢。我，狗嘴里吐不出，哼，饿死你们！他们出去了1个多时辰才回来，俩人筋疲力尽的，俩小手里抓着可怜的野果子，诱人的香味让他们精神一振，看了过去。几个小豆丁们围坐在一起，中间还有团篝火，在篝火上烤着鸡和兔子。这些肉哪来的？陆呱呱拿屁股对他，并吃了口肉。好啊，你们耍赖，肯定是宫里的人心疼我们，偷偷给我们送吃的啦，居然趁我们不在被他们霸占啦。他恼地睁着脸想抢那些食物。君巧乐刚想说宫里不会厚此薄彼的，可话赶不上林云凤的手快，吃得满嘴冒油的豆丁们都急了。没等他们动呢，只听吼的一声，林云凤吓得把君巧乐推了出去。你把我推出来送死？公主，我只是害怕啦。害怕？你不是说动物都听你号令，一点都不怕的吗？上次你还吓退了老鼠。黑熊那么大，老鼠那么小，而且老鼠就是他招来吓唬你的。你闭嘴！好啊，你利用我，算我瞎了眼。娟姐，是要看黑熊吃播吗？要是林云凤被黑熊劫持，可以看；小公主不好看。什么不好看？明明是出门前太后和皇上送了她好些东东，对她千拜万拜的，希望她照顾好君巧乐。小黑子，放开他吧。黑熊很乖地放开了他，又折了回去。等再回来的时候，发现手上拿着香蕉、蜂蜜，还有一只小猪羔子。够吃啦，我们就在这住一天。叫你玩只是举手之劳啦。君巧乐目瞪口呆，没想到呱呱这么厉害，这些食物竟真是黑熊送的。巧乐姐姐，我母妃只生了我一个，谁是你姐？她要哭，陆呱呱觉得烦，让黑熊把凌云凤挂到了树上。陆呱呱，我告诉我娘，告诉我，舅舅！告状精，陆呱呱吐着舌头，顺手掰给君巧乐一个鸡腿儿，本想硬气的拒绝，但他咕噜的肚子正妥协了。哇，吃完要收垃圾，保护森林。吃饱喝足的奶团子睡了一觉之后，便在黑熊的指引下拿到了宝箱。等再睁开眼，就看到皇宫的人来接他们了。豆丁们的爹娘都眼巴巴地等着呢，个个活蹦乱跳，满嘴流油。唯有林云凤，活脱脱一个小乞丐，看见拿着油纸包的陆菲儿，疯了似的冲过去，顾不得把纸包撕开，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为什么其他人都好好的，就我女儿饿成这样？你们是不是欺负她了？对呀，因为她欠欺负。哼，对呀。你和公主不是好朋友吗？她怎么不帮你？是呱呱这个小贱人抢了公主，我要打死！还是家里的床舒服呀。我们呱呱真棒，
顺利完成了任务。听说完成任务后，可以跟皇上提个条件。你提了什么呢？我说不想上学堂了。这可怎么办？女儿要成文盲了。早上，没等奶团子睡到自然醒了，便被叽叽喳喳的声音吵醒了。姐姐，起来了，上学堂。姐姐，姐姐。陆呱呱欲哭无泪，只想哼唱一曲。太阳当空照，教室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堂，老师不知道。一拉线就快跑，轰的一声，学堂不见了。难怪皇上婆婆答应的这么痛快，原来在这儿等着呢。在学堂，君巧乐也在，还拿了一袋肉丸子给他。哼，我可不是特意给你带的，我这人不乐意欠人人情。陆呱呱边边拿小眼神瞥他。没一会儿，凌云凤也来了，学堂没一个人搭理他。他走到君巧乐面前，我有事情跟你说。本公主跟你无话可说。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些宝贝在哪。当真？在哪儿？我会帮助你，告诉你的。我们还是好朋友，对不对？你不要跟我卖关子。其实是……朝陆呱呱的方向看去。看我干什么？当真？真的。没发现那些动物被他征服了吗？你敢虐待小动物，本公主绝不饶你。你倒倒脑子里的水吧。他骑着肉包回家了。才进了陆家，奶团子闻着飘在空中的肉味儿，呕地吐了出来，肉包也吐了。真是没教养，长辈们在吃饭，在这恶心谁呢？孙女儿吐了，也不问问她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反而怨我们，有这么做祖母的吗？嫂嫂怎能跟母亲犟嘴？你可知这山珍海味多少银子？你女儿这么一吐，谁能吃得下去？这不是糟践粮食呢吗？这时管家风风火火进来。老夫人，少爷，外头来了不少人，手里搬着奇珍异宝，绫罗绸缎。哎呀，菲儿，是你做的吧？快让人进来。就看一箱箱的金银珠宝上成了缎子，落满了院子。婆母，这些事，陆家哪来那么多银子买这些？哼，指你这个不孝的东西，能给我们买什么好东西？哎呀，没想到啊，菲儿生了孩子后，变得又贴心又有财运了。忽然暴富，那儿媳可要好心提醒一句了，说是压不住这富，怕是会有灾。你就是嫉妒，所以说这么晦气的话。我见你们有大灾。你个乌鸦嘴，扫把星！回到屋里，肉包趴在地上，奶团子撅着屁股和他对着，俩人巴拉聊天。什么？那些动物竟然在那？是他们开的吗？带我去。你说的对，应该打个措手不及。老子的肚子好疼。哎呀，这菜里有什么呀？老子身上好痒啊！哎，救命啊！怎么会这样？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呀？想知道你们吃了什么才会这样子的吗？跟我来。虽然看着小屁孩疯疯癫癫的，却觉得他很厉害。走，跟人去看看，反正不能少块肉。快，拦住这小兔崽子！拦是拦不住的。奶团子趁人不注意，俩小手跟推土机哐的把墙推倒了，里面关满了各种小动物。
有的人正磨刀霍霍，有的人开始分肉了。我们吃的竟然是狗肉、猫肉！快看，还有耗子肉、狐狸肉。咱们大硕不让吃鹿肉啊，怎么还有鹿？这时，苏怀安带着大量的兵把他们围了起来。皇上有旨，有人胆大包天，私自射猎动物，贩卖肉食，罪不可恕，统统抓起来。有关店铺全部关闭。陆乖乖，我跟你道歉，我不该听信凌云凤的话，误会你虐待小动物。你是好人，是你救了那些小动物，你能原谅我吗？我能原谅你，帆船。大叔，你能不能不要踩我的好吃的？君巧乐低头看去，龙须酥已经被他踩成了酥酥。我还你，我宫里有杏花酥、甘露饼、金丝小枣、松子百合酥、秘制蜂巢糕。要2份啊？不愿意，3份都行。笑了，奶团子可护神了，捧着3份好吃的急吼吼的回了家。家里有摔东西和隐约吵架的声，你去听听。过了会儿，肉包回来了，兴奋的上蹿下跳。酒楼是陆菲儿他们开的，2人为银子吵架呢。也是，皇上伯伯查银子去向呢，他们才不敢留呢。嘿嘿，赚了的钱又要吐出来，好惨好惨。夜晚，大家伙睡得正香呢，陆家跟老牛似的哼哧哼哧的干活。早上，跑出来做运动扭屁股的呱呱张大小嘴儿。来人呐！家里遭贼了，快抓贼呀！贼在哪儿？哪儿呢？前几天院子里都是宝贝，小宝发户，现在都没了，招贼了，报官呀！这些日子，婆母和小姑子布置了那么多珍贵的东西，都被偷了，是要报官的，不然还以为咱们陆家好欺负呢。竹林得了神色，转身要走。给我站住！近日我修心礼佛，悟出个道理，觉得不能太高调奢靡，所以我把那些全都退掉了，要么捐赠出去了，也算是做好事了。原来如此，婆母的格局真是大，儿媳自愧不如。思来想去，儿媳也应向婆母学习。陆家现在太过耀眼，影响了婆母的禅修。来人，把陆家院内的、房间内的奢华摆设全部收起来。不许动！但谁听他的呢？自打苏锦轩知道陆家人是畜生之后，将银子办好事的道理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就悄悄收买了陆家奴仆的人心。现在啊，全以苏锦轩马首是瞻呢。夫人，你疯了！夫君，你太伤我的心了。婆母把东西撤了便是大爱，我效仿婆母把东西撤了便是疯了吗？有下人过来询问，院中的花都是从宫中移过来的，拔了送到苏家去，免得影响老夫人清修。那几条金色锦鲤值万金，也捞出来送到苏家去，其他的送到我的库房去。凭什么送到你库房去？婆母难道忘了我家进陆家时，陆家只有一个家徒四壁的空房子，是儿媳自掏腰包一点点布置成现在这样的。儿媳记得婆母说过，婆家不能用儿媳的东西，否则会让人笑话。儿媳什么时候想收回去都是可以的。难道婆母贪婪的想收入囊中？
拿走拿走。这回不打扰婆母禅修了，儿媳的愧疚感都少了许多。娘亲好厉害呀，3句2句就把娘花钱买的东西要回来了，好腹黑的娘亲呀！不过我喜欢。陆老夫人晕了过去。酒楼的油水生意是陆呱呱弄没的，嫁妆收回，想来也和这个小兔崽子脱不了关系。有的人呐，真是不能留。早上，陆呱呱挎着小背包上学堂。我有好多好吃的，你要吗？你有啥？我有红烧丸子、鱼肉馄饨、鸡腿糯米饭、鱼翅粥。不用说了，我跟你走。我的红烧丸子、鱼肉馄饨、鸡腿糯米饭、鱼翅粥呢？小东西，你要搞清楚你的位置，你是被绑架了。你才要搞清楚啊！你管我家要钱，我才是你的金主，给我好吃的。黑市绑匪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等着。2刻钟后，哇，我还要鱼翅粥。他娘的，这小东西他娘的是饿死鬼投胎吗？不到1个时辰，花了老子100两，比他娘的雇主付的定银都多。娘的，不干了，走，饿死他个小东西。奶团子喊了半天没人搭理他，低头看着绑在脚上的绳子。随便破坏掉坏人叔叔们绑的绳子，是不是不太好啊？可是，还是好吃的最重要。奶团子嘿哈2下，轻松挣开了绳，他哒哒朝外跑去。小跑没门，连招呼都没有。他学大人吹了声口哨，威武的啊呜一声，肉包飞跃而来。冲啊！肉包的速度很快，嗖嗖便追上了绑匪的马车。马车上的羊儿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放下嘴里的大肘子。娘的，阴魂不散呢！哇，你被抢肘子了？他们话抢我肘子、鸡腿、鱼翅，他们想饿死我呀！你说话不算话！居然抢孩子的肘子，真是不要脸呢！一群人撸起袖子就是干，有的拖住马，有的抱住轮子，有的直接把人给拖出来暴揍了一顿。哎呦，天哪！别打了，该吃死你，撑死你！亲娘的，俺上辈子这造的是什么孽呀？咱哥俩难兄难弟呀！苏锦轩行至2人道的时候，奶团子正坐在2绑匪身上，翘着小脚丫啃着大鸡腿呢。娘婿，大姑姑，我请你们吃。以后不许跟陌生人乱跑，知道吗？知道了。呱呱被绑架了，你们也能笑得出来？这不没死呢，听说差点把绑匪吃穷。哼，真不知道陆家是短他吃了还是短他喝了，真不够给陆家丢人的。还得是云凤啊，有教养，懂规矩，识大体，关键啊嘴还甜，说我能活到105岁呢。错了，祖母只有5年的寿命啦。你个丧门星，乌鸦嘴。你快吃点好的吧，以后改了都没人给你烧纸。眼瞅着陆老夫人要气晕过去，苏锦轩忙抱着女儿回屋了。陆松风也跟着进来了。松风有事吗？娘，星儿不是您的儿子，我是呀。娘不要对我失望好不好？我关心娘，也关心妹妹。我喷你一脸辣椒水，就是你找人绑架的我，幸亏我英勇跑出来了。风儿的性子何时这般邋遢了？有事直说。娘，你也知道儿子在习武，在为年底的武考做准备。
但武友之间都是要相互切磋的。我们分配好，每月要去不同的武友家切磋。这个月轮到咱家了。接下来是见证不要脸的时刻。咱家的摆件都没了，那些武友来了，看见咱家这样，会笑话儿子的。我以为风儿稳重睿智，将来能长家，现在看来，娘，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有5比5的时候，动作大，免不了破坏一些东西。娘的那些东西都很宝贵，如果被你的武友弄坏了，你让人家赔还是不赔？若是赔，伤了你们的友情；若是你碍于面子，充大头鬼不赔，那些东西怎么办？所以武艺切磋期间，更应该让家里干净一些，对吗，松风？娘教训的是。这贱妇现在是怎的了？真想压陆家一头？哼，那就别怪我们给苏家一个教训了。咋回事啊？苏家咋还被围住了？听说苏大将军财迷心窍了，竟然把咱们大硕的军事布防图给了敌人呢。真的假的？缺德呀！我不信，这苏家呀可是忠臣。为首的御林军叫开了门。什么事儿？有人举报苏怀安将军收受了敌国给的贿赂，把军事图给了敌军，幸好我们及时发现，抓住了敌军，没有造成损失。你们说啥就是啥，证据呢？人证、物证呢？给老子拿出来！胡树站了出来。我是人证，苏将军，虽然我是你麾下，我们也是多年的兄弟了，但是我这个人心中有皇上，有江山，有百姓，无法看到你和敌军联合而置之不理，所以我告了御状。谁跟你这种畜生是兄弟？滚！苏怀安看向御林军，我苏怀安无愧于心，走吧。御林军齐刷刷进去，胡树也跟着进去，可搜了一个圈，连个毛都没搜到。不可能啊！不是说抓到了敌军吗？和过来问问。对不住了，苏将军，是我没用，拿到了军事布防图之后，没跑出去就被抓了。军事布防图呢？让大家看看，可别拿个糊弄人的玩意儿冤枉我们。敌军说在袖口里，御林军掏了出来，展开一看，瞬间愣住了，神色诡异。苏家人还有胡树凑上去看，沉默了。军事布防图纸上画的哪是正经玩意儿啊，画的是一只大王八羔子。这就是所谓的布防图？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一定是被调包了。我问你，你知道哪个是苏怀安吗？敌军不假思索地指向苏老将军。他。苏老将军哈哈的爽朗大笑，笑声戛然而止，忽然踹弯了他。老子是苏怀安他老子。敌军懵了。你被人耍了，好笨笨，别人骗你钱，骗你脑子。被小孩牙子嘲讽的敌军情绪好像不受控制似的爆发了，朝胡树悬空踢着双腿。你个狗杂碎，你耍老子是不是？你说了配合你完成这个计，你会让我加官进爵的。你胡说八道，我根本不认识你。我已去这个叔叔家看看呀。去就去，你们若是冤了我，我不会轻易罢休的。一行人去了胡树家，果然在胡树房间的暗格屋子内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敌军的信件往来。我记得我都弄到苏家去了，怎么会这样？夫人，苏家的事我已经知道了，现在苏家岌岌可危，幸好皇上没迁怒于陆家。我知道你为苏家难过，舅子在牢中一定过得不好。这样吧，夫人拿些嫁妆出来，也不用多，娶半个库房的就行。我花钱找人在牢里照顾照顾。你是想把我三哥照顾活，还是照顾死了呢？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收起你的好心吧。
我三哥不需要你照顾。怎么着，还想让我们陆家掏钱呢？不必了。咋的？因为我们苏家不需要。不需要？夫人这时要这些自尊干什么？自尊能挽救苏家吗？哥，嫂嫂遭遇家庭变故，一时无法接受，也是正常的。哥，让嫂嫂自己静静吧。时候到了，咱该出门了。菲儿打扮得跟花似的，原来是要跟哥哥出去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出去偷人呢。陆菲儿气得胭脂都掉了层色。夫人，你心情不好也不要攻击别人。听闻将营里的胡副将武艺高强，精通军法，我本打算让你和我一起过去，让风儿跟着胡副将讨教讨教的。毕竟三舅子现在在牢里，教不了风儿。但想着苏家出事了，夫人一定没心思，便让菲儿跟我们去。不管怎么，菲儿也是风儿的姑母。胡副将，莫不是我三哥麾下的胡树？抱歉夫人，我忘了是胡副将正气凛然状告了苏家，只是已经约好，言而无信可不太好啊。苏家重要，我大儿子风儿也重要，一起去吧，我也瞧瞧这位胡将军的风骨。嫂嫂也去，那感情好。军营的嘿哈声穿破了云霄，一个背影强壮的人正领兵练武。松风，快来见过胡将军。松风见过胡将军，能够跟胡将军习武是松风的福气。这福气，你怕是想不着了。三舅舅，你不是在牢里，怎么在这儿？啊，忘了告诉你们，昨儿个皇上明察秋毫，查出是胡树勾引了敌军不说，还意图陷害苏家，现在还苏家清白了。胡树啊，已经下大狱了。陆菲儿一屁股坐地上。小姑子怎么的了？姑姑，胡树是他的人，折了个帮手，当然心肌梗塞啦。坏姑姑一定会杀人灭口的。他说这药丸给人吃了，会死得不知不觉，十分低调。挺实用。我想到办法了，我牢里有人。奶团子让牢头支走了刑部尚书后，嗖的溜了进去。3258一顿大操作，给药丸做了顿 SPA。刑部尚书回来后，把药丸亲自塞给了胡树。哎呀，天亮等收尸就成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妹妹，你在干什么？我在遛人哇。次日大早，陆家房顶上的鸟儿都被尖叫声惊醒了。你又生了？陆菲儿吓得嗷嗷叫，把脑袋扒拉过来一瞅，这他娘的不是胡树吗？俩人对视一眼，糟，看来是有人知道了他们和胡树的关系。不管怎么的，先把人弄出去。我姑姑又生了，我姑姑大肚子了，早上生的。对，但是我姑生了娃不想要，想扔掉。父老乡亲们，快救救我弟弟啦！陆家千金竟然弃营，还是不是个人了？就是，拦住，再怎么也是一条命啊！陆明轩他们都懵了，好好的马怎么就跪下了？好好的马车怎么就散架子了？包得好好的娃啊呸！胡树怎么掉出来了？那哪是孩子，是死人！哎呦，报官，快点儿！陆菲儿、陆明轩最有嫌疑，直接被请进去喝茶了。皇上得知这事儿，自然不会放过讨好陆呱呱的机会。呱呱，你拿着朕的玉佩，由你来办这个案子。奶团子小手一摆，掏出剪下的龙。这个更好使呀！陆老夫人前脚哭着进了刑部尚书家，后脚笑着出来的。紧接着小尾巴钻了进去。你说什么？皇上派你来断案？
我记得，你和我坏祖母一伙儿，你小和稀泥。我就是和了，你能把我怎么样？皇上是不是老了不中用啊？竟派牙没长齐、奶还没断的小东西过来接案子。你女儿和你女儿的朋友都住在你家。那又怎么？你和你女儿的朋友搞到一起去了。你和你女儿的朋友睡觉觉。你闭嘴！我的老天，我的小祖宗，你别说话了。这没牙的小东西是怎么知道的呀？老爷，大小姐和香香姑娘回来了。叔叔，有客人啊，那我和……你不该叫他叔叔，应该叫他……祖宗，你说的算，成吗？奶团子呲着小牙，刑部尚书立刻给下面的人发了命令，一切听着火祖宗安排。想了想，得让他祸害一个人。小祖宗，我跟你说，你拿下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拿下判师。哎呀，这判师啊，性子可倔了，我拍板的事情他还要审核一番，觉得不对就要跟我力争到底。而且啊，听说他和你爹很好。就喜欢攻克爹的朋友。这判师整日见首不见尾的，奶团子在家门口堵了好几天都没堵着人。在鸟鸟、猫猫、狗狗的叽叽喳喳下，奶团子去了皇宫。小蝈蝈，带我去逛窑子去啊！妹妹，你还这么小，怎么就……我要进去抓个人。俩人一通鸡同鸭讲后，言之懂了。你个没牙的小东西，等长大了再来逛吧，现在可没人喂你喝奶。正美是吧？不气馁。奶团子给自己打气。趁吃完饭的功夫，奶团子顺着烟囱钻了进去，吧唧掉进了铁锅里。我操！铁锅炖大鹰啊！没出息。奶团子按照肉包的指引来到了3层，他气势十足的敲门，门被人拉开。没人，恶作剧。你不会低头瞅瞅吗？你谁？哪儿来的小屁孩？别以为你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哼，小东西，我是这红楼的头牌，我可不认识你，也没什么私生女，认爹呀，可别乱认。你是行刑上树下面的判师。什么判师，还判官呢？再不出去，我可要报官了。奶团子拍拍小手，肉包噌的上去，扑倒了年轻男子，压在他身上。奶豆子在他大大的脸上挖呀挖呀挖，挖到了人皮面具的边边。我要扯掉喽！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朝廷的判师喜欢打扮，喜欢做小官，呵呵，还是头牌嘞！哎呦，别！求求你闭上你金贵的嘴！你想要啥？我给，我倾家荡产我都给。我要求不高，我要你听我话。好一个要求不高，再高点你就高过珠穆朗玛峰了。奶豆子提出要求，牢房要设立亲人监，也就是要有亲人们关在一起，当属陆明轩、陆菲儿。奶豆子又提要求，要官民同乐，让官民一起参观牢房，也好知道牢房的日子什么样，谨防犯罪。参观牢房啦，一个铜板一次，机不可失，要不再来，机不可失，要不再来啦。我去，我要去参观牢房。我也去，万一我要是犯了事呢，也好提前适应一下坐牢的生活。注意，这里有人想犯罪。跟上我，我是你们的导游。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牢房，左边是男牢，右边是女牢，
吃大锅饭，茅房在后边。牢房环境还行，有单间还宽敞，就是没窗户。大伙儿一起吃大锅饭，那才香呢。卯时起床，辰时早餐，巳时点名，午时用膳，坐牢啊，挺得劲儿。哎，前面的门怎么关着？是什么地方？是亲戚牢房，是亲戚，可以在一起玩。我们参观。小手推开门，牢房内，陆明轩正骑在陆菲儿的身上，正打算扒她衣裳呢。哇，爹爹，扒姑姑裤子！你个狐狸精，骚得没边了是吧？什么时候勾勾搭搭不好，非要这个时候？你想坏了我陆家声誉啊？我坏了陆家荣誉？陆家有荣誉吗？你们陆家可是把金……你疯了！见有人看热闹，个个忍气吞声，闷头朝家走。咋回事？皇上咋判的罪？知道咱跟姓胡的有事儿了？就是很忽然的无罪释放了，纳闷儿。纳闷啥？因为咱陆家在朝廷有头有脸呗。你在牢里，老娘给你奔波去了，都可给咱们陆家面子了。可陆呱呱的孽种为何会出现在牢里，还带着那么多人？你说啥？小畜生带的，他能有那能耐？我看啊，是进了一批犯人，又赶上小畜生忽然抽风发了笑，过去看你，才让你多寻思的。也许吧。早上，不好了，不好了，皇族出事了，太子要跳楼啊！什么？太子要跳楼？太子坐着轮椅，穿着杏黄色的太子常服，他瘦得骇人，两边的腮肉都塌了，没有希望，涣散地看着下面乌乌泱泱的人。太子为何要跳楼啊？这可是太子啊！前些年太子忽然瘫痪了，吃喝拉撒全在床榻上，这样的日子受不了了吧？太子，你要干什么？有什么想不开的？腿坏了能治好，你急什么？父皇，儿臣腿治不好了，儿臣让您失望了。父皇，儿臣想求父皇一件事。你说。儿臣不堪太子重任，儿臣见三皇兄文武双全，卓越非凡，恳请父皇立三皇兄为太子。朕要是不呢？那儿臣就跳下去。那你跳，能跳下去，我算你赢。太子呆住，谁敢如此放肆，敢教唆本宫跳楼？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小太子没有。谁在说话？难道是提前进了阴曹地府报道吗？往下一瞅，啊，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父皇，你还不答应我吗？我要跳了。跳啊！听说跳下去的人会变成几百块肉块，没见过，好奇。太子听了这话，浑身毛骨悚然，别说跳了，连瞅都不敢往下瞅。但不知怎的，跳的魔力转圈圈驱使着他跳，可轮椅往前咕噜，可怎么都咕噜不动。皇上苗路呱呱，看出是他的功劳了，咳了声：谁能将太子弄下来，朕重重有赏。没人敢上那么高的楼，那么陡的台阶，这要是出现闪失，脑袋不保啊！小奶豆精准听词，满脑子都是重重有赏。他相中皇上伯伯一个东西很久了。鸡饭终于来了！我！皇上得逞，鱼儿终于上钩了。在高台上的太子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小太子，我来救你了。你离我远点，不要过来！
身上忽然一紧，奶豆子拿绳子跟捆粽子似的，把太子捆得紧紧的。轮椅一松，奶豆子拽着绳子哼哧哼哧往下走。高台是楼梯搭建的，奶豆子就这么拽着太子一节一节的往下拽。太子感觉跟坐过山车似的，咯噔咯噔咯噔的。等下了高台，太子都晕了，趴在地上干呕。小奶豆丢下太子，朝皇上伸手：“奖励呀！你要什么？我要你的御厨。好啊，只是御厨得先给太子做顿饭。不如今日你留下吃饭，也尝尝这个厨子的手艺有没有退步。”太子宫殿十分萧瑟，树没几棵，鸟没几个。难怪太子想跳楼呢，原来是被人下了咒啊！这咒会让人着魔一样，听被下咒的人。把人忽悠过来，真是太对了。他一把了脉，说受了刺激晕倒了，想醒过来呢，嘿，多好笑，还得再刺激刺激。还刺激呀？太子受的刺激还不够啊！被三皇兄下了咒术，让太子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性命威胁皇上伯伯，让皇上伯伯把太子给三皇子。太子的心脏颤了颤。三皇子还收买了宫殿里的太监们，让他们把太子抬上了高台。太子的手指头动了动。太子调理的药被三皇子换掉了，难怪越来越塌。太子坐起来了。什么？本宫是被人害的？皇上听得火冒三丈的。接着奶豆子跑边上缠着御厨商量吃啥时，爷俩讨论开了。你个蠢货，你知不知道老三是韩族后代所生？父皇，你说什么？你信不信老三把你弄死后再当了太子，接下来死的就是你老子。没几天咱爷俩就得地狱来相会。父皇，儿臣对不住你，对不住大硕呀。那怎么办？你祖宗，把你祖宗哄好了，万事不愁。太子朝小奶豆摆摆手，小奶豆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你有事啊？太子在脑子里回想起宫中嫔妃哄孩子的样子，捏着嗓子夹了起来。小宝宝，今天一起吃饭饭呢。小宝宝，你好可可爱爱呀。小宝宝，就发现奶豆子用很复杂的眼神看着他。是怎么了吗？太子，你正常点儿，你坏的是腿，不是脑子。皇上憋笑中，论哄孩子还得皇上亲自来。他拍拍手，进来一溜厨子。呱呱，这些都是朕宫里做饭最好吃的厨子，你随便选。只要你找到太子身上的咒在哪儿，你选3个带走。做饭这么多年，第一次遭到这么诡异的事，随便选，咋跟选妃似的？上有皇上选妃，下有呱呱选厨。奶豆子看着御厨，好像看到了肘子、丸子、大鸡腿儿。不拿，交给我。他噔噔爬上了床榻，一屁股坐在太子肚子上，又拿了把小剪刀，揪起太子寝衣，把寝衣上的黄芒剪了下来。这是我母后亲手给我缝的寝衣。看来三皇子把小太子了解得透透的，知道小太子依赖母妃，常年穿这件寝衣，所以把咒下在了这里。够阴毒，像韩族人的手段。小奶豆一手拿剪刀，一手拿布料，朝皇上抬抬下巴。抱啊！皇上把奶豆子抱下来，
一人做法，全家使劲儿。奶豆子搞了丝灵气，咔嚓把黄蟒图案剪碎了，只见剪子变黑了，而且一条黄色的小蟒蛇竟满地乱窜。皇上惊得脚腕子一抖，呱呱，小心！他小心。奶豆子一脚踩死了蟒蛇，如此的简单粗暴。三皇兄对我还真是用心良苦啊。皇上起了杀心。三皇子说要去寺庙礼佛，却迟迟未动身，想来就等他的计划成功后能永远留下了。父皇，我有个好主意。说，快说，我也要听。1刻钟后，听我的，你们太嫩，要先这样子，这样子，再那样子，那样子。门窗紧闭，适合说悄悄话。父皇，这太子我不想做了，求您把太子之位给三皇兄吧。想都别想，除非太子薨逝，不然真是不会把太子之位给老三的。皇上拂袖而去后，小奶豆就瞧见暗藏在太子宫殿的奸细悄悄跑了出去。没多久，小奶豆便看到一缕白烟飘了进来，太子宫殿的人都被迷晕了。三皇子悄悄摸了进来，看着倒了一地的人，三皇子暗暗握紧了拳。这次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三皇子拿着帕子朝太子床边走去，不管3七21，一把捂住了床上的太子。黑乎乎的宫殿陡然亮起，皇上、皇后还有太子等重臣都在瞅着他。父皇，你怎么在这儿？说啊，装傻充愣有一手啊。你想捂死太子？儿臣没有，儿臣是想给太子擦汗，儿臣是在关心太子啊。你气得嗝屁了。别扯，看我的。你说不说实话？给我滚！你个牙没长全的小东西！有种！小奶豆子给他一个大拇哥，对肉包道：咬死他！胳膊瞬间穿透，血哗哗的流，疼得三皇子跪地上嚎。奶豆子还欢乐的跟肉包唠嗑。啊，你想吃他屁股上的肉？臭呀！三皇子顿觉得菊花一紧，怂了。我是想杀了太子，这样我就是太子了。各位都看见了，三皇子谋害太子，罪不容诛。念在他是皇子的份上，此毒酒，自枪。小奶豆举手，赐死之前，随你处置。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是三皇子，他要捂死太子。对呀，跟潘金莲一样，太子就是他搞贪的。臭鸡蛋烂菜叶子往他身上丢。姑姑，你喜欢看？快多看看吧，不然就去地府里看喽。路菲尔恨不得撕了这小贱货。三皇子可是他们韩族精心培养出来的孩子呀，为的就是多个机会登上那宝座。小小年纪竟如此残忍，是不是你偷偷折辱三皇子的？是不是你表哥的母妃让你这么做的？才不是，我和太子哥俩好，太子让我带出来玩的。哼了声，继续遛人去了。明轩，陆呱呱这小贱货还真是攒得可惜，从小就跟狐妹子似的，还把太子给整到手了，以后会不会耽误咱们的大计啊？不会，太子稳住宝座又怎样？你看看历朝历代，谁会让一个贪子继承皇位？哼，谁要是能让太子站起来，我喝马尿。请求皇上废了太子啊！皇上，太子是贪子，不能做未来的储君啊！皇上，
太子是朝之根本呐！皇上气得啪啪摔了一摞折子，大叫退朝。站起来，太子，站起来！呱呱，太医说，太子的腿已经错过了最佳治愈机会，已经站不起来了。是，太医，渣渣。呱呱，你的意思是，太子能站起来？皇上满眼发光，两双发光的眼睛都把奶豆子盯毛了。奶豆子也不回应，掏出一颗黑了吧唧的豆子塞到太子手里。你肉它，浇水喂饭，亲自种。太子接过来，觉得掌心热热的。朝堂上许多人随大溜叫唤了几天便不叫唤了，持续叫唤最持久的人便是陆明轩、陆菲儿的同党了。陆大人口口声声说要废太子，那你觉得谁适合做太子啊？回皇上，微臣觉得八皇子最合适。皇上挑眉，哼，诈爹真话，表面扶持八皇子，可大家又不傻。陆家、苏家是亲家，苏家手握兵权，很容易让人想到苏家想要谋权篡位吧。功高震主，诈爹先让皇上多疑，忌惮苏家，然后再害了苏家，他再来一波告状，就能加官进爵了。坏人，坏人！朕考虑考虑吧。菲儿出的招真不错，皇上定会忌惮苏家。这期间他再做些别的，加重皇上的疑心。退朝后，皇上来到八皇子宫殿溜达了一圈。八皇子正嗦了糖葫芦呢，见皇上过来，颤巍巍还夹着不舍，把糖葫芦递了过去。父皇，你也嗦了。皇上看着沾满口水，还有些许灰尘，以及一根头发的糖葫芦，沉默了。老婆，咋养得这么埋汰？皇儿啊，朕问你，你想做皇上吗？这话刚问出来，吧唧，手里的糖葫芦掉了。你不要过来啊！你个没出息的！朕只是问你问题，又不是让你死。儿臣做错事可以打屁股，可父皇不能害儿臣啊！让他当皇上，就是害他了。这说法多新鲜呢！怎么呢？你说说。当皇上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当皇上年年选妃，容易精尽人亡。当皇上防前朝大臣找茬，防后宫妃子找事儿。唉，我又不傻，干啥遭那样罪？父皇可真可怜，容易死得快啊。朕死得快不快朕不知道，但是你死得能挺快。是呱呱表妹说的。她说的对极了。免遭一劫的八皇子嘀咕着，看来以后得拜呱呱了。常被小奶豆当小特务的肉包又颠颠回来了。肉包伸出爪子按在奶豆子手上，满脸嫌弃。啥？一块肉干都嫌少？不给就不说。奶豆子咬咬小奶牙，又掏了几块，肉包这才满意。吃饱喝足的肉包小气之前，扒拉着肉干数数。你肥了，把话说清楚。我会偷你肉干子，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就干那样的事儿。又是相同的夜，小奶豆又来到了行知的房间。走吧。大蝈蝈又等着我呀。大蝈蝈怎么每次都知道我要出去啊？因为我们兄妹心有灵犀啊。
瓜爷，您总算来了，快喝点奶暖和暖和。瓜爷？对呀，我瓜爷坐牢的时候堪称一霸，把那些不服管的犯人修理的那叫一个直溜。小树不修不直溜。奶豆子咕噜咕噜喝奶，喝饱了奶，小腿一正，扑腾了下来。小东西背着个小手，走出了258万的气势。瓜爷，瓜爷，低调，低调，让呲子喝着，喝着呲着。行之看得目瞪口呆，他妹是个狼人。皇侄，你好啊。抱歉，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没关系的，我认识你就好了。得了小主人上的指令，肉包噌的扑上去，死死压制。小奶豆把三皇子脸上的人皮面具拆了下来。哇，我好厉害！小奶豆又把普通人脸上戴着的三皇子的人皮面具扯了下来。你遇到我太有福气了，我救了你一命哦。我该怎么报答你啊，瓜爷？不用，你的牢饭分我一半就好了。行之抱走了妹妹，没眼看啊。为了感谢大蝈蝈陪我出来，我请大蝈蝈坐1天牢。我谢谢你啊，妹妹。次日清晨，苏醒的行之看了一眼四四方方的牢房，这才意识到不是在做梦，他坐了1天牢。发牢饭了。你怎么知道？我能听出送饭员的声音。妹妹但凡能把这些歪门邪道的心思用在学习上。三皇子，你应该上路了。不要，我命不该绝，为什么会这样？既然三皇子不配合，那奴才只好代劳了。小酒那么一喝呀，这黄泉路说走咱就走啊。戏看完了，该回家了吧？下一场好戏开始了。没过多久，又来了个男子。我拿到了大人盖章的释放令，释放孙权这个犯人。孙权便是差点做了三皇子替死鬼的那个人。牢头想到瓜爷的嘱咐，痛快道：放人！孙权被带出去后，小奶豆也悄悄地跟了出去。三皇子，这条命我给你留下了，你要乖乖听我配合，不然……说着说着，路菲儿察觉不对劲儿，上手去拽他的脸皮。你干什么？你不是三皇子，三皇子呢？和你对话的那个人呢？我也不知道啊，我睡了一觉就莫名其妙换回来了。那人被刺了毒酒，已经死了呀。什么？死了？主女，皇族没有人性，定拖去乱葬岗了。我不信，一定没有死，我要去看看。往前走了几步，忽然阴狠地回头，用死神的眼睛瞪着孙权，送他上路。肉包，咬死他！感动我保下的人。肉包冲了上去，刚张开血盆大口，那人便吓晕了。小奶豆让孙权赶紧跑，路菲儿在乱葬岗疯狂地翻找。奶豆子都看累了，就地躺了下来，瞅着边上有棵灌木丛，上头长着红果子，馋豆子忍不住薅了一把往嘴里塞。我不信三皇子死。路菲儿回头，声音噎住了，呵呵的发不出声音了。在他视角看到的便是一个从死人堆里诈尸的小婴儿，小婴儿披头散发的，嘴上红了吧唧血了吧唧的，嘴巴一开一合的吃自己的手。鬼啊，婴灵诈尸了！哈，胆这么小，还敢欺负我娘？他让肉包把路菲儿拽进了死人堆里。嘿嘿，等他醒了，再给他个惊喜。到了夜里，
将近子时的时候，陆菲儿拖着狼狈不堪的步子回到陆家，还高热不退，见着婴儿就应激。林云凤遭了好几个巴掌。行之，向着第一，不搞第一，不搞对象。吃里扒外的东西，不给自己哥哥加油，给个外人奴才加油。哼，我愿意。你吃屁，崩你2里地。母亲，您和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干什么？降低您的档次。咱陆松风啊，有好多人支持呢。对，表哥最厉害，好多人喜欢表哥。真能嘚瑟，屁股上挂个鸟都能给扔打死。哼，小杂碎，不要以为跟着苏家学了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能和我比肩了。不会，因为我是人，不跟畜生比。哼，咱们比武场上见。反正他已经做了手脚，他非死即残。陆松风摆好招式，往后一错，只听陆松风大蝈蝈的裤裆裂开啦！哎呀，要露屁股啦！陆松风羞愤不已，向裁判举手：我请求换裤子。自然可以，但是你别忘了这武场上的规则，下场就代表了认输了。认输？那是不可能认输的。来吧。陆松风的刀棍竟是……不会吧？看不出来他还有这方面的癖好啊！好恶心呐！陆松风顺着看去，发现这刀棍变成了木头做的不可描述的形状，脑瓜子一下子懵了。这是他为行之准备的呀，怎么到他手里了？陆松风申请换了刀剑，咬牙切齿地扑了上去，结果还没到3招呢，就被行之压得落花流水。行之胜。云凤，帮帮大哥，不能让大家觉得我是武不如人才输的，不然我的名声怎么办？你小哥还帮我写了文章，到时丢的是好几个人的脸呢。大哥，我帮你，这次不但能帮大哥，还能要来苏家的武功绝宝。老苏啊，松风是个好苗子，那日比武场上一看就是有人针对松风啊。听说那个叫行之没什么本事，一个小奴才就会干些拍马屁的事儿。苏将军啊，松风现在如此颓废，应该把苏家武学传家宝送给松风。就是，当初苏将军不是夸下海口，说要把武学传家宝传给女儿生的儿子吗？难道要食言吗？外祖父、舅舅他们为什么愁？可以利用给宝物的事戳穿冒牌大哥的真面目啊！我见过外祖父的武功宝贝，只有苏家有武缘的子孙才能打开呀。我大哥哥可是武曲星转世，没有人比他更厉害了。苏家人心有灵犀的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奶团子说完。松风啊，这苏家的祖宗曾流传一个说法，苏家武学宝物非苏家子孙不开启，非苏家武学继承者不开启，否则会受到宝物的惩戒，会受伤。你确定要接？陆松风猛地抬起头，他怎么不知道这个规矩？眼珠子飞快地转着。娘说了，他是武曲星转世，而且已经霸占了苏家子孙的身份，就代表了身上有苏家子孙的命格。自然要接，难道外祖父不认我？岳父，松风可是您嫡亲的外孙子呀，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呀，您为何不想认啊？就是的，亲家，难不成你重男轻女，反悔了，想把武功绝学给你们苏家的儿子？你们3对1，
不要脸！皇上在，文武百官在，黎民百姓在，都是今日的见证者。陆家人已经迫不及待了，快走，别被绷着！咸猪手刚碰到宝物，宝物暴躁起来，发出武器气波，咣的一声把人震出去好远，地面都裂了。哇哦，大蝈蝈，你挺胖呀！陆家大公子竟然没被苏家宝物认可，这说明什么？我有个大胆的猜测，他该不会是……陆松风看着自己的手，嘀咕一句不可能，咬牙重新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朝宝物走去，还没靠近呢，再次被宝物的舞波震飞了。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掉，屁股扭掉。噗呲，陆松风捂着歪掉的脖子，又是噗呲一声，裤子的布料裂开了。岳丈如果不想把苏家的武学宝贝给松风，大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没必要这样伤害孩子。宝物，素人吗？宝物会说话吗？宝物会听我们指挥吗？陆明轩被堵得哑口无言。都不会，那就说明他不是我的大蝈蝈，是假的。胡说八道！逆女，给我闭嘴！你跟谁耍横呢？方才我已经说过了，非苏家子孙是无法打开这个宝物的。这个野种是谁？我就是苏家子孙。苏家宝物又给了他一个大逼斗。陆松风，你有没有觉得体内的武功之气在慢慢流逝？陆松风细细感觉后，脸上出现慌乱之色。苏家宝物有灵气，也有脾气。你若是不承认自己的身份，那么宝物会持续汲取你的武器，直到你成为一个废人。宝物再次攻击了他，里面的蟹裤都崩开了。奶豆子捂住眼睛，没眼看。我不是苏家子孙，不要搞我了，不要！陆明轩，你又欺负我妹妹，一个狗东西，到底瞒了我妹妹多少事？陆松风这个野种，究竟是谁的孩子？打我儿子干什么？放开我儿子！多少男的都是三妻四妾，我儿对苏景轩够意思了，不就多了个女人孩子吗？你们讲不讲理啊？你说的什么狗屁话？当初是你儿子又是跪又是求的要娶我女儿，还保证不会三妻四妾，不然就凭你们陆家这德行，我会同意他们的亲事。苏家人围逼陆明轩，问他陆松风是哪个女子的孩子。是丞相家的庶女崔慧。家爹好蠢呐，居然自爆！崔慧可是陆菲儿悉心培养的女蝶，原画本子里，崔慧被陆菲儿安排给了御林军大统领。崔慧凭着自己的美貌和手段，忽悠大统领泄露了皇宫的逃跑机关图，害了宫里好多人呢。现在不用担心皇宫无辜的人被害了，就等着他们狗咬狗，一嘴毛吧。苏家人听得心情舒畅，皇上听完长舒一口气，保住了朕的大统领啊！嘿嘿，要是能让陆明轩纳了崔慧就好了，陆家一定很热闹。夫君，我以为陆星河就是个意外，是你被女子下药算计了，没想到松风也是你和别的女子生的孩子。那我的大儿子呢？他难道也死了吗？你说话呀！是啊，夫人，你体弱，所以导致生的孩子都早夭了，让你养松风也是怕你难过，不是为了你好啊。我虽和其他女子生了孩子，但是正室的位置还是你的呀，我委屈了别人也没委屈你啊。我呸！哼，渣爹又给我娘洗脑了，是他做了恶毒的事，换了孩子，
现在想让我娘自责，是她害了孩子。她背叛了自己就娶一个的誓言，现在还觉得自己挺深情呗？渣爹的深情比草都贱。我可没让夫君为了我委屈别人，这名头我可担不起。听夫君话里的意思，是我耽误了你娶真爱。今日我便成全你和崔小姐。呀，敌人在眼皮子底下才是最安全的，让坏姑姑的帮手变成情敌，嘿嘿，怄死他，以后天天有好戏看啦。听外孙女的，准没错。皇上，我苏家可不是那等蛮横霸道的人家，事情出了就不能再装傻充愣。再者，松风也是崔家的孩子，总不能让崔小姐骨肉分离不是？另外，我想崔家家大业大的，也不好意思继续让我女儿帮忙养吧，所以求皇上把崔家小姐指给陆家吧。崔丞相都疯了，好好的未出阁的女儿怎就生了孩子了？怎就偷摸跟男子有关系了？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又一把将女儿拉了出来。给我说，这不是真的。崔慧的眼神闪烁，直往陆菲儿那边看。说不是崔小姐，那是谁？难道夫君你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又和崔小姐有一腿？还是说夫君是故意诋毁污蔑丞相家呢？母亲，你考虑清楚，儿女情长和污蔑朝廷要臣可不是一样的罪名。臣没有说谎。崔慧是服从命令的，也硬着头皮认下了。妹妹进了陆家，我会好好待你的。松风，这是你娘，快叫娘。娘，叫娘。崔慧差点晕过去。夫君说我的大儿子也死了，还请夫君尽快把大儿子尸体寻回来，埋入陆家的墓园。再来一个。今儿这场瓜让大伙撑得嗝儿嘎的。在苏锦轩的催促下，皇上的监督下，没过多久，崔慧终于进了陆家。夫人和菲儿小姐在里面说话呢，麻烦您等一下。崔慧有些不乐意，天寒地冻的就让她在外面等着呀，是不是想冻死她？菲儿，如今陆家多了个女子，你也多了个嫂嫂，你行事说话注意些吧，不要得罪新嫂嫂。我只认你一个嫂嫂，她算哪门子嫂嫂啊？话不能这么说，她好歹是丞相的千金，我打算让她做你哥的平妻。不行，她不配，给她个侧室已经够抬举她了。哼，又不是跟我好姐妹的时候了，现在看我没用了，怕我来陆家抢你的风头和位置，所以开始踩我了。我是不会被你踩下去的。他愤怒离去。等陆菲儿也离开后，奴婢特意观察了，那位崔小姐全程偷听了。那就好，就是让崔慧和陆菲儿产生矛盾。哎，怎么感觉娘知道坏姑姑和崔慧认识呀？难道女儿该不会知道我能听到她的心声吧？难道是女人的直觉？苏锦轩舒了口气，这小心脏啊，跟过山车似的。苏锦轩把崔慧请了过来，说让她当平妻什么的，也会给单独的院子。苏锦轩挺缺心眼的，殊不知这是扮猪吃老虎。绿姐，我进陆家纯属意外，我是不会跟你抢男人的，我会和他保持距离。有自知之明就好。你先在陆家待着，有合适的时期，我会让你出去做任务的。大蝈蝈，我不想让家爹和小娘保持距离。大冬天那么冷，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呀？
我要让他们零距离。大蝈蝈，嘿嘿嘿，可以按头亲吗？哎呦，小祖宗，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小奶豆子掐着时辰，守在渣爹回院必经的路上，见渣爹啪啪的来了。前面有蝴蝶，啪啪蝴蝶。哼，下雪日怎会有蝴蝶？正说着，蝴蝶从他眼前飘过，他觉得稀奇，鬼使神差地跟了过去，进了崔慧的房间。没多一会儿，里面的丫鬟出来了。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沾面大馅的馒头。明天有好戏看啦，这样嘛真开心。少爷去哪儿了？小厮支支吾吾的。我知道，爹和小娘按头亲亲了，爹变成蝴蝶，跟着小娘飞走啦。什么？姑姑啊，爹爹和小娘会生宝宝吗？我要当姐姐了吗？崔慧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贱人。姑姑，你怎么啦？错啦。姑姑，你该不会得了帕金森吧？什么帕金森？你离开我的视线！切，你不说我也要走，我忙着呢。冒牌大蝈蝈，你娘要给你生弟弟啦！听说有了弟弟，你就不受宠了。陆家上下，除了苏锦轩这边的，有一个算一个，都被陆呱呱气得半死。姑姑，你不能欺负小娘哦。什么？爹爹说的，最爱小娘，谁欺负小娘就揍谁。接着，盘子碟子飞了满地，笑吟吟的陆老夫人脑袋上挂了一条鱼。你们在干什么？造反吗？母亲，哥，嫂嫂她的脾气真是大，我不过多说了几句就打我。我刚进陆家，说什么你们也不会信的。罢了。冒牌大蝈蝈，你不服娘亲起来啦！你不孝啊！陆松风下意识朝陆菲儿走去，好在反应快，转身抓住了崔慧的胳膊。我看到他们，我竟然看到冒牌大蝈蝈和小娘之间有姻缘线。大蝈蝈和小娘要生小宝宝了吗？这么刺激的吗？你这个女娃娃很有趣嘛。你个坏人，不要摸我。哦，我怎么是坏人了？你今天来我家做坏事哦，我劝你想想清楚，不然你会倒大霉。这小孩子真会说笑。我是朝廷派下来负责黄标和普通标的标头，你武功好，还在筹备武状元的比试，这让朝廷欣慰，所以会不定时的派给你们任务锻炼你们，也算作考武士的考核。这次给你的任务是押送名贵的草药，将此草药送到药王谷去，万万不能有失，知道吗？是。呱呱瞅瞅他们，有猫腻，为白天到达目的地，行至摸黑就走，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宽阔的路上空无一人，他感觉后面有动静，护紧了自己的包袱，快速的走。谁知行止走得快，后面的人走得也快，行止走得慢，后面的人走得也慢。他用余光瞅了瞅，后面的人没影子，他嗷的一声嗖嗖往前跑，腿被拍了拍。行止僵着脖子低头看去，大蝈蝈，你跑什么？我都追不上大蝈蝈了。大哥是怕迟到。奶娃半信半疑地看着大哥哥，你个奶娃娃怎么又自己跑出来？娘知道肯定担心。我不放心大蝈蝈，我给娘留小纸条啦。奶娃娃看着大哥他们推着3辆车出来了，肉包躁动了。你不要学我那么没出息。奶娃娃趴在第1辆飙车上，小腿儿翘在另一条小腿上。
还嘎嘣嘎嘣吃着花生。咣当一声，车上的箱子掉在了地上。啊！毒蛇、毒蝎子，还有毒蜈蚣！糟了，药材呢？药材早就被坏蛋提前送到药王谷去了。这次让大蝈蝈出来送镖，就是为了害大哥哥无法通过考核。行至听了妹妹的心声，攥紧拳头。大蝈蝈别怕，有我超厉害，刺多了。邢公子，这怎么办呢？这些都是有剧毒的东西，被咬一口可是会残废的呀。你们别动！不动就死了呀！哎呦，他们爬过来了。我妹妹不让动，最好别动。小奶豆根本不怕他们，在原地左转转右转转，不知找什么呢。有毒蝎子爬过来，还被他踢开了。他找到好多结实的小树杈，握在手里，跟串羊肉串似的把它们串了起来。这些够你吃吗？瘦包晃晃尾巴。大蝈蝈，你们等着我，不要乱动。谁家小孩没看住啊？滚，赶紧滚！我劝你哦，快开门，让我进去，不然咬死你！是何等小儿，敢在我药王谷前撒野？我坐不更名，暂可以改姓，陆呱呱是也。不认识，赶紧离开我药王谷。我知道你的秘密哦。还想威胁我？我能有什么秘密？来人呐，把他……你和陆家苟且啦，帮陆家做坏事。什么苟且？这孩子会不会用词？把送的药材还给我们，再重新给你送。什么药材？我听不懂。我看是你们弄丢了药材，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故意往我身上赖吧。告诉你小丫头，讹我你还嫩着呢。哼，滚，赶紧滚！哼，你不要后悔哦，到时候会哭着求我的。哼！谷主不甚在意的摆摆手，大摇大摆的进去了。过了约莫1刻钟的功夫，谷主在里头舒服的喝茶呢。谷主，不好了，药园出事了，咱们的药园，哎呦，你快去看看吧。谷主丢下茶盏朝药园走去，只见原本蒸蒸日上、郁郁葱葱的药林变得一派灰败，那些精心养护的名贵药材全都软趴趴的耷拉在地上了，枯萎夭折，惨不忍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谷主，您说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呢？药林守卫森严，这货是怎么进来的？宝宝睡呀，宝宝睡，呱呱拍你睡。谷主眼瞅着他每唱一句，药材哗哗倒了一片。别唱了，快别唱了！肉包呲牙咧嘴吼了一嗓子。宝宝睡！扑通，谷主跪了下来。小祖宗，你是我爹，是我爷，是我老祖哎！别唱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呀，唱得我嗓子有点渴了。小祖宗，来喝水。小奶豆喝了口，咂巴咂巴嘴。小祖宗啊，您瞧瞧这外头天寒地冻的，要不咱进屋说？你让我滚蛋，我不去。是我说话不中听，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小奶豆不吱声，但谷主能清楚地听到他肚子咕噜咕噜响。小祖宗，我们才做好饭，有能把牙弹掉的肘花，还有刚刚熏好的烧鸡，还有刚刚烤好的烤羊腿。小奶豆的肚子叫得呱呱厉害，口水迅速流了下来。
要不是擦得快，估摸着都冻成冰柱了。不是我想吃的，是你非让我吃的。我是个有礼貌的小孩，不能拒绝你。是我求您来的，求您吃好喝好啊。我累了。您上来，我背你。到了屋子里，吃饱喝足的小奶豆这才想起大哥哥他们。你把山下的几个大蝈蝈请上来。好嘞。行之看着小公主黛玉的呱呱，默默在心里伸出一根手指。你说实话，我让那些花花草草睡醒。我说是陆家的大少爷让我这么做的。小奶豆勾勾手指，谷主乖乖把耳朵凑了过去。谷主答应后，小奶豆迈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步子去了园林。起床啦，起床啦，不许睡觉啦。刚说完，那些药材们争先恐后的生长了起来，比以前还要生机勃勃。幸亏没一步错步步错呀。谷主，是不是他们没能把名贵药材种子送到贵谷？您放心，我会告知镖头和官府，让他们严惩的。一个奴才而已，武功比试得了第一，说不准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任务失败，丢的也是陆家的脸，还不如让松风去。没一会儿，管家领着垂头丧气的镖头和威武的京兆府尹来了。府尹大人素着脸，让衙役抓了陆松风。为什么抓我？药王谷谷主大人状告陆松风与镖头联手污蔑陷害星之公子，弄丢了名贵药材种子，并在镖箱里放了很多毒物，试图谋害他们。我药王谷声誉清廉，断断不能跟你们同流合污，毁了一个好少年呢。所以你就要毁了我这个少年？人被带走后，陆老夫人和陆菲儿相继晕倒。陆家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好好的计划怎的就失败了？谷主和他们也是老熟人了，怎么就变卦了？呱呱是我爹，我跟你们不熟，勿 care。哼，大哥是武曲星，朝廷是不会对武曲星那么残忍的。让崔慧动用他家的关系，现在大哥是崔慧的儿子，他不管谁管？呱呱知道这件事后，让他们找去。陆松风不该在这时候毁灭，还没到时候呢，先让他蹦跶几天。过了几天，陆松风终于出来了，但被勒令给行之道歉。他不情不愿地道了歉，又故意压低声音：小奴才，不要以为你赢了，你会被我永远踩在脚下的。哈哈，我准备了大大的惊喜等着你哦。在牢房住了几日的陆松风浑身疲惫，只想在自己的床上好好睡一觉。5、4、3、2、1。他娘的，是谁在我床榻上放了毒蝎子毒蜈蚣？那些毒东西竟然冲着他的某处咬。爹，救我，不然我要断子绝孙了。快去请郎中。我去请。千万别叫这说滑冷风的小杂碎去请。可他娘的，他疼啊，疼得说不出话来。你问我要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啊？我去请郎中。我冒牌大国陆松风要断子绝孙了，这可是你们问了我才说的。我只是个实话实说的好宝宝。不出1个时辰，全京城男女老少都知道陆家大公子陆松风要断子绝孙了。松风兄，你要节哀啊！我为何要节哀？听说你要断子绝孙了，节哀啊！谁说的？整个京城都知道了。难怪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这时行之走了进来，
武堂的夫子最厌恶盗窃之人了，若是被夫子发现他偷了贵重的东西呢？就是，到时候一定会把他撵出去的。听说他爹娘不详，当初就是在你家刷猪圈的，就是运气好罢了，被苏大小姐提携在身边，要不然呢，他也配和我们坐在一起？就是一个卑贱的小杂碎罢了，一个个的嘴巴子跟棉裤裆似的，有这功夫好生练武不好吗？这些人说的话倒是让陆松风的心思活泛了。管家，我想来看看外祖父，苏大人他们，我好歹也是他们看着长大的。管家犹犹豫豫，让他进来吧。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看看他要搞什么事情。陆大公子，之前你是苏家的子孙，所以来往频繁，但现在你是崔家的外孙子，你常来怕是不大好，所以还是少来往吧。苏老将军，这么多年也有感情了，松风只是不舍，提前给苏家拜个年。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外祖父拜年，你想要压岁钱，丢丢丢，不害臊，钱是我的，你不许要。这死东西真讨人厌。我的乖乖呱呱呀，可真是爱到老头子我心坎里去了。陆松风真是看不惯，寻了个借口闪开了。不，现在应该叫你苏大人，我知道以后没有资格来了。那我能讨教舅舅一个问题吗？说。一抬头，眼前出现个来回晃的玉佩。苏怀安的眼神呆滞了。苏家的宝物在哪儿？书房第2层第3个抽屉。得到答案的陆松风匆匆离开。月黑风高，适合作奸犯科。老爷，少爷，人进来了，拿着东西出去了。总算偷完了，动作真够慢的呢，丝毫没有我苏家人的风范。这倒是，记得母亲曾说过，父亲半夜偷溜进母亲家里和母亲幽会，结果被外祖父打了出来。嗷的一声，苏怀安被踹了出去。好个丢人的小杂碎！身为陆家的奴才，这手爪子怎么那么欠呢？瞅瞅你救的这糟烂玩意儿！岳父，真是抱歉，我定会对小偷严惩不贷的。又对府尹大人说：“请随意处置。”我没有偷窃。我能证明行之这孩子没有偷窃，因为这宝物是我给行之的。这苏家人是疯了吗？为了维护这么个杂碎，竟不惜撒火？三哥，我知道行之是锦轩亲自救下留下的人，但三哥总不能为了维护锦轩的名誉和颜面，便放任这样人品败劣之人。是啊，苏家宝物都是传苏家子孙的，宝物给了他有何用？他又不是苏家子孙。听闻宝物有灵性，上次宝物惩戒了松风，这次宝物若是知道自己是被偷盗出来的，说不定啊，还让小偷偿命呢。行之将宝物拿了出来，苏家人说了句话，只见宝物忽然动了起来，像群魔乱舞般在空中翻腾着，而后直愣愣地朝行之奔去，乖乖地落在了行之的掌心上。啊！怎么回事？宝物怎么打开了？宝物为何没有惩戒小杂碎？放肆！满嘴喷粪的东西！能打开我苏家宝物者，定是苏家的子孙。苏老将军十分激动地握住行之的手。我就说看你格外亲切，颇有苏家的风骨，原来你是我女儿的儿子。没想到我的儿子就在我身边，是老天爷把你送到我身边了。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叫大锅了，瞒了那么久，都快把我憋死了。这小杂碎竟能开启苏家宝物，
生！你不是说我儿子生下体弱死了吗？星之又是怎么回事？为何会在陆家当奴才？是谁杀死了我儿子？你给我说清楚！夫人别生气，我想定是下人搞错了，为夫定将此事查清楚。谁规定的？能开启苏家宝物，便是陆苏两家的子孙了。我苏家规定的，这规定传了上百年，不是苏家人就打不开。爹，甭听陆老夫人说，她不是世家出身，自是不懂。若觉得有疑，便的确认清吧，也让在座的人看看。说办就办，众人眼睁睁看着行之和苏锦轩的血融为了一体。儿子，是爹忙朝政忽略了你，这些年你受苦了，现在你有家了。哎呀，真他娘的想扇自己嘴巴子呀！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不但让小杂碎拿到了苏家的宝物，而且还让他认祖归宗了。哦，原来你是我弟弟！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不要自作多情，我大蝈蝈才是正室生的，比你生得早，谁是你弟弟呀？陆松风被刺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半个字都说不出口。就是冒牌货，偷了苏家的宝物，后栽赃给大蝈蝈的，得给这个坏蛋一点教训。天凉凉，地凉凉，冒牌货的爪爪快凉凉。我的手忽然好疼，我的手！爹娘，我就说了，苏锦轩生的孩子对陆家是有害的，就是陆家的灾星。看，这小杂碎刚认祖归宗，儿子的胳膊就坏掉了。这要是上了族谱，陆家岂不是要灭亡？我绝不会让这个小杂碎上族谱的。上次没搞垮苏家，这次又让苏家的武学宝物有了传人，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咕咕的声音在窗外响起。明轩，不用担心，苏家那边呀，寻到了漏洞。我在暖妃的宫里安插了个太监，让这太监撺掇八皇子去照顾太子。这照顾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谁又能保证呢？对吗？好，我再放出些流言，加深八皇子想要篡位害太子的想法。陆菲儿把信鸽放了出去，这家伙再也没飞起来。肉包一个神龙摆尾把信鸽拍了下来。小哥哥，你死得好惨啊！你木有爹爹，也木有娘亲。我善良，我会给你火葬的。毛都没拔，内脏也没收拾，乱吃东西，小心肚里长虫。再见了，小哥哥，有缘再见。睡到日上三竿爬起来的奶豆子，干了3碗肉粥之后，才一抹嘴儿。去找表哥，再不去表哥就要完蛋了。要不要提前唱一首《凉凉》送给表哥啊？要不送表哥一首《铁窗泪》。我手里捧着窝头啊。你大姨母你表哥想请咱们吃饭，咱们今日入宫。啊？是散伙饭吗？那是表哥。表哥正站着，抖着身子，抖着腿，摇头晃脑的，肩膀还使劲的抖啊抖。奶团子想到话本子里说的：你敢偷偷吃罂粟，把你的屎打出来！吃素素，逃板吧！我没吃罂粟。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没吃罂粟，你懂什么？我正尿尿呢，谁尿尿不懂啊？你尿尿不懂啊？懂？
我看看，我要看。你看个六，这是你随便能看的吗？可奶团子劲儿太大了，就在八皇子以为要失手真谛时，呱呱，小八，好了，别闹了。太子哥哥，我给你的花花养得好不好啊？本宫精心料理，不假手于他人，可是却迟迟不开花结果。我看看。奶团子豪迈地朝宫殿迈去，腿推短，门槛推高，奶团子吧唧摔在地上，泪花在眼圈里包着。他告诉自己要坚强，哭鼻子丢丢。太子呱呱，表呱呱，我给你们提前拜年啦！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这太突然了，俩人急赤白脸的摸兜，掏出碎银子。有点少，寻思过年给你的。这年拜的，忒猝不及防了。奶团子抓起银子往兜兜里一揣，又若无其事的背着小手往里走。窗台上摆着个花盆，枝繁叶茂的，嘿，就是不开花不结果。哼，再偷懒不给饭吃。哎，呱呱，万物皆有灵，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你这般对待灵花，特会……太子口中撂挑子三字还没说完呢，便见灵花开得格外美丽，果子格外剔透。暖妃娘娘啊，不好了！怎么了？怎么了？朝堂前头朝堂的朝臣们全都来了后宫了，说是有人告了八皇子，说八皇子残害太子，害得太子昏迷不醒，双手双脚残废，非但站不起来，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了。大姨母不怕，把八皇子交出来！八皇子残害太子，难道不该给个说法吗？就是，这八皇子野心勃勃的，我看呢，就是想争皇位。八皇子明面上伺候太子，我看呢，就是想害了太子上位。我没有。那便去太子宫殿看看。伺候太子的宫女转着眼珠子，哭咧咧的，瞅着八皇子愤怒极了。八皇子，我家太子待你那么好，赏你东西，教你读书，你却给我家太子下药，谁为我家太子做主啊？皇上，请为太子做主，严惩八皇子。严惩八皇子。依臣看，不但要严惩八皇子，也要彻查苏家。我看是苏家起了歪心思。对，一定要一网打尽。走，先进去看看太子。听说本宫双手双脚残废，躺在床上要死了是吗？宫女看到安然无恙的太子都惊呆了，他明明日日给太子下药啊。若非八皇帝聪慧，即使在本宫的膳食中发现了毒药，将来本宫早去了阴曹地府。香草对吗？这段时间你按时按顿的给本宫下药，真是辛苦了。太子在说什么？奴婢听不懂。我对你说，你就懂了。奶豆子拎着一个笼子，黑布掀开，笼子内趴着几只死得透透的耗子，耗子边上还有一碗药。我请你吃耗子肉肉。不要，奴婢承认是奴婢干的。朝臣们呆住了，个个脸红脖子粗的。一群不长脑子的！遇事之前，我只用自己的猪脑子想想，便随意发疯。被卖了还数钱。谁害得你们冒头？都自个儿掂量掂量。皇上故意在他们心里种了根刺。皇上罚了他们月俸，又让写了检讨书。各位同僚，请问有何事？陆大人，我还要回家吃饭，便开门见山了。皇上罚了我们的俸禄，这些俸禄得由你来出。为什么？你还有脸问为什么？你撺掇我们在皇上面前闹事，状告八皇子害太子，可八皇子非但没有害太子，还让太子这摊子站了起来。人家明明是兄友弟恭，根本就不是手足相残。
对，皇上罚了我们。思来想去，还是得由你出这些罚掉的月俸。什么？太子站起来了？八皇子没有扣上谋害太子、试图谋反的帽子？我没钱。没钱？耍无赖啊！好，我这就走街串巷告诉大家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带我一个，我要去。你谁啊？老伯伯，我送你个大喇叭，不费嗓子。走。陆明轩吓得胆儿突突，他这不成器的女儿，长了张嘴，除了会吃就会胡乱叭叭，啥事让他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各位同僚，咱有话好好说，好好说。这些同僚几个月的月俸可不少啊。陆明轩找老娘要，老娘直接装病，只好转身去找陆菲儿要了。月俸凭什么找我要？那可是我辛苦存的银子。谁让你的计划失败了？你的人简直愚蠢至极！你个抠女人钱的畜生！一个贱人敢骂我！接着便是噼里啪啦的砸东西动静。朝臣们拿着鼓鼓的荷包，心满意足的走了。太子站起来了，八皇子立了大功，被皇上提前封了郡王，暖妃也成了皇贵妃。皇上有意封小奶团子为公主，但奶团子小手推着他的脸说不要。夫人，大公子被老夫人罚跪了，听闻从早上天未亮罚到了现在，已经跪了小2个时辰了。什么？跪了2个时辰？星之的膝盖该跪坏了。我也去。婆母，星之做了什么事要被责罚？忤逆我，跟我犟嘴，难道还不够？因为什么是忤逆婆母？我倒想听听。他快到成亲的年纪了，我想让他相看女子成亲，可他不乐意。婆母，星之的亲事不劳烦陆家操办了，我们苏家会管的。你什么意思？那意思不让星之做我陆家子孙了？星之自打认回来，压根不让上族谱，这说明没打算认他。那说轻赏，陆家凭什么插手？你真是狗咬吕洞宾。我想的是，星之说了亲，定了心，我会考虑考虑，让他上陆家族谱。你瞅瞅你这个娘，压根儿不盼着你好啊！我呸！你们陆家才不盼着我大哥好呢！你们介绍的女的是冒牌大哥不要的破烂货，你们想害死我大哥！我母亲怎样，就不劳老夫人操心了。今日给老夫人下跪，是因为你是我生父的母亲，我要懂礼数。但既然陆家不认我，那么以后我也不会把陆家人当家人。下跪惩戒这种事是最后一次。大蝈蝈啊！你苏锦轩他们懒得管，转身就走。母亲您别气，他不想娶就不娶，第一计划败了，就实行第2计划。唉，就是，可不能让这灾星搅了咱松风的气运。他那种灾祸呀，就得以灾克灾。阿兰，你的腿好的差不多了，真是太好了。都是公子的功劳。阿兰，今日陆家要给我相人，我不喜，我想和自己喜欢的女子在一起。你愿意同我回家见我的母亲和妹妹吗？这是阿兰的福分。趴在墙洞洞上的奶团子急得一蹬腿，石头滚下的声音让他们间的暧昧戛然而止。谁？奶团子凶凶地看着肉包。喵！我森林之王的尊严绝没了。没就没呗，换我大哥哥的贞洁初吻，值了。是猫吗？真想把这猫抽筋扒皮。阿兰，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还得给妹妹喂饭、洗漱。